前世我在新婚不久后就逃离了贺家，结果被闺蜜骗光了钱财，还被卖到了大山里，辛劳一辈子，最后落得了个郁郁而终的下场。或许是上天垂怜，竟让我重生回到了新婚那一夜。这是哪里？我在做梦吗？贺天南，怎么会是他？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若是真心不愿，以后我自会寻机会跟你离婚的。我贺天南顶天立地，不会勉强一个女人。天啊，原来我重生到了新婚这一夜。贺天南，你这是……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还嫌刚才难听的话说的不够多吗？语罢，他一脸嫌弃的转身往厕所方向走去。厕所里，贺天南打开水龙头，清凉的泉水浇洗在脸上，总算将心头上燥热般的火气压着些。随后，他又回到了房间，看着眼前刚入门的妻子，贺天南冷冷瞥了他一眼，就大步流星往外走。天南，你要去哪里？我去柴房那里睡，不会打扰你。你不许去，这是我们的新婚夜，你去柴房睡是什么意思啊你？刚才是谁跟我说他压根就不想嫁给我？你大可放心，我一点也不想碰你。我去睡柴房，这个房间留给你自己睡。沈幼林见他踏步就要出去，心里一急，连忙快步冲前，抱住他的胳膊。你不能去！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刚才是我一时糊涂，话说得太过。你看我们现在已经领了证，还办了堂，你要是睡在外头，这传出去的有多难听啊！哼，你还怕丢脸吗？早些时候你大吵大闹，就算有什么脸，也早就被你自己丢尽了。那兜了就不能努力捡回来吗？我的脸已经兜过了，难道你也想跟着兜吗？要是你今晚睡外头，真正丢大脸的只会是你啊！贺天南微愣，嘴上没有开口，心里却不得不承认沈幼林说的很有道理。既然你已经打定主意要离婚，那我们之间就不要有太多纠缠，我睡那边木沙发就成。沈幼林听罢，眼里掠过一抹心疼。贺天南，你别想了，反正本姑娘这辈子就赖定你了。夜色暗沉，破旧的房间里，一对新人各分房间两头，一人睡床，一人睡沙发。沈幼林，快起床了！怎么了？天不是还没亮吗？快起来吧，天亮了会有不少人来讨喜糖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需要做什么吗？我不太懂你们这边的结婚礼俗，你先给我说说。不复杂，新娘只需要负责端喜糖和敬茶，给老长辈敬一杯茶，其他一人分2颗糖果。沈幼林听后点点头，干脆利落的起了床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此时天仍蒙蒙亮，贺天南在院子中砍柴，厨房里有火光，却空无一人。南哥哥，水快开了，这是要拿来做什么用的？给爸敷胳膊用的，你去喊妈来提就行。好，知道了。贺天南的父亲叫贺天海，母亲叫刘英，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村人。可惜天有不测风云，在一次意外事故中，贺天海不顾危险救出了沈幼林的父亲，自己却废了一条胳膊。沈父很感动，便把5岁的独生女沈幼林许配给贺家做儿媳妇，并承诺会一直照料贺家。结婚是大事，昨天咱家没钱请乡里乡亲吃个宴席，今儿怎么能连喜糖都没有？前阵子借了不少钱给你看病，办喜事的钱还是凑出来的，喜糖我去赊了，人家怕咱们还不起，不给赊账。阿南从供销社回来时，不是还有300-400块吗？那是他存了大半年的工资，1毛都舍不得花，还了诊所的看病钱和借款后，就剩下10几块，都拿来买砖块建厕所了。嫁过来只有一串鞭炮，连个喜糖都没有，难怪新媳妇闹脾气。老夫老妻正躲在房里唉声叹气，外头一道嗓音出现：爸妈，厨房的热水烧开了。原来是琳琳啊，昨晚睡得好不好？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要不还是去睡多一会吧。不困了，现在精神得很呢。2位老人见他进来，一时都拘谨得很。爸妈，我要为昨天的事跟你们道歉，我不该乱发脾气瞎折腾，我很后悔，对不起，请你们原谅我。贺父和贺母都懵了，好半晌后，贺父回过神来，不是什么大事，只要你们夫妻和睦，我就放心了，没什么原谅不原谅的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会和天南哥好好孝敬你们2老的。简简单单2句话，把贺父和贺母哄得开心的笑了起来。沈幼林踏步向前，主动抱住贺母的胳膊。妈，咱们提水煮饭去，一会儿听说还得分喜糖和敬茶，咱们不能太迟了。是，我们先去厨房做饭吃。到了厨房后，贺母下锅洗米，沈幼林负责烧火。他闻着淡淡的米香味，本想要和贺母聊聊话，却发现他不在。赊不了账也没办法，家里还有一些老茶，泡了敬老人就得了。可是谁家娶个媳妇连点喜糖都没有，太不喜庆了。贺天南刚要开口，却见沈幼林快步走过来，便转开话题。妈，你先去帮爸敷胳膊，我去找堂叔帮忙。
好，快去吧，快去快回。贺天南扔下斧头，往大门走去。等一下，南哥哥，你帮我一个忙。我现在没空，你去找别人吧。你去屋里帮我把行李箱拿下来，里头有2大袋喜糖，是我爸给咱们贺喜用的。听到这话，贺天南的脚步顿住了。半个小时后，陆陆续续有乡亲上门道贺讨喜糖吃。村里人多数没出过远门，头一回吃到大城市来的喜糖，一个劲儿欢呼好吃。头一回吃到这么好吃的喜糖，又香又甜，真是沾你们城里小媳妇的光啊！那是，这附近好几个村，就只有咱们天南娶了城里人的闺女。天南家有福了，太令人羡慕了。贺天南不善交际，紧绷着脸，拘谨站在角落里，看着游刃有余招呼好几十个乡亲的沈幼林，心里微微有些钦佩。快晌午的时候，乡亲们吃过喜糖都回家了。这时，堂叔和堂婶来到家里面。大男侄子，恭喜呀！新媳妇漂亮大方，小嘴也甜。是呀，城里的姑娘就是不一样，那模样长得跟电视里的大小姐太像了。呵呵，谢谢彪叔和婶子的夸奖。大侄子，你过来，俺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。贺天南剑眉微蹙，跟着贺彪走了出去。沈幼林正在帮婆婆收拾板凳，瞧见他们走出去院子外，挑了挑眉。这个贺彪堂叔似乎有点印象。大侄子啊，靠你那点微薄的工资，什么时候能还得了钱？你老爸身体不方便下不了地，你又3天2头都在县城，与其让你家那点地荒着，还不如卖给彪叔。堂叔给我半年时间，到时我爸的100块钱医药费，还有娶媳妇的100块，我一定能还上。不行啊，叔这钱等着急用呢，半年你能还上？我才不信，半年的多少日子你知道吗？母牛都能养得老大了。那3个月吧，到时我一定能还上。再补10块钱给你买条烟，家里刚娶了新人，实在腾不出钱还你。少废话，现在就得还，还不上就把地卖给我。可我家里的地都是爷爷辛辛苦苦一小块一小块开荒啃出来的，我做子孙的，若是将爷爷的心血给卖了，岂不是不孝？大侄子，这是借条，你老娘的手指印还在上头呢。总之今天还不上200块钱，你就只能把前面20亩地卖给我。还有，看在都是自家人的份上，我大发慈悲，再多补给你家100块钱。不行，我家里的地不能卖。原来是指儿媳妇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你一个新来的没有资格插嘴，行不行？这是不是你能说了算？沈幼林抬头挺胸，快步走到贺天南身边。我已经跟南哥哥领证结婚了，从法律上讲，我是他的合法妻子，他家拥有的任何财物，包括土地房子，我都有份儿，所以我怎么没资格插嘴？那没钱就拿地来还，反正你们家没有闲鱼人手种地，留着荒的多浪费，还不如卖给我。阿南、幼林，咱家的地挺多的，你们把身子补不好，这些年土地大半都荒着，要不就卖一些给你们堂叔吧。贺天南是出了名的大孝子，听到老母亲跟着过来这么说，一时为难不已。沈幼林怕他松口，对婆婆道：妈，钱咱们可以去赚，但地是家里的不动产，这个不能随便卖。对呀，妈家里的地不能卖。不能卖，不能卖就还钱，现在立刻马上就得还。他叔，昨天新媳妇刚入门，阿南也还没去城里开工，家里实在凑不出钱，你就暂时宽恕一些时间吧。不行，你家儿媳妇不是城里来的大小姐吗？你们家都攀上高枝了，怎么会没钱？不会是故意拖着不还吧？对，不卖地就立马还钱，不还我们就上村委会解决去，欠钱不还还有王法部。他婶，小声些，街坊邻居都出来看戏了。我就偏大声怎么了？好让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你了，故意欠钱不还。你怎么啊？刘英被他吓唬的脚下一个不稳，坐在地上一个劲的掉泪了。谁说不还的？我们还没商量好怎么去取钱，就差个一会儿的功夫，你们就嚷嚷个不停。谁不知道乡下地方就靠地里种庄稼过日子？亏你们还是天南的堂叔和堂婶，竟然做出逼我们家卖地这种事，无耻！村里的各位大叔大婶、乡里乡亲们，你们都来评一评理。我和南哥哥才刚结婚，堂叔堂婶为了讨债，就逼着我们家卖地。你们说有这样过分的自家人吗？大伙早些时候都刚从沈幼林手里吃到城里的好吃喜糖，对他这个新嫂子印象好得很，连忙七嘴八舌附和。对呀，人家刚办喜事呢，你们这么做太过分了。是啊，既是本村又是本家人，哪能逼着卖地的？天南家除了那些地和这2土坯房，也没啥值钱的了。你把地要了去，让他们以后吃西北风嘛。这时，沈幼林拉了拉贺天南，低声语：南哥哥，你扶好咱吗？我先回去一趟。他这是害怕了吗？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。关你们屁事！今天反正就要他们家还钱，
还不起钱就拿地来赔，足足200块，你们谁有就帮他们还啊。80年代初，像贺家村这样的乡下小地方，10块和5块就是大钞票，谁家有一张100块的，就能算半个大富翁。标审的话刚下，全场晋升了。哼，怎么有本事就帮还，没本事吧唧什么，都滚一边去！给我5天，让乡亲们为我贺天南做个证，5天后我一定能还上。不行，今天必须得还。他审阿南说5天就5天吧，算我求你了。刘英上前做事要跪下，不料一个身影迅速钻了出来，将刘英拽了起来。不用等5天了，这里是200块，还给你吗？把借条拿出来。贺彪从口袋里摸出借条，讪讪递了出来。沈幼林接过，递给后面的贺天南。麻烦大叔大婶们今日帮忙做个见证，贺彪家借我们家的钱已全部还光，如果他们以后敢再找我们家麻烦，那就甭怪我们不客气。这钱哪里来的？太新了，不会是假的吧？你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是我爸特意从中央银行取出来的首发纸币，特意庆祝我和南哥哥新婚大喜的。敢胡说八道诬陷是假的，咱们现在可以去派出所说理去。贺彪以前是个混混，一听到派出所3个字，两腿就发软，连忙拉住老婆，黑溜溜跑了。乡亲们见热闹没得看了，也都先后散了。沈幼林，今天谢谢你了，这钱我以后一定会还给你的。本以为他见乱躲开，谁知他竟是去拿钱来为他解围。此刻贺天南很是感激，其实可以不用还的，南哥哥你以身相许好了。这天日头已经上了中天，贺天南在院子里劈柴火，贺母则忙着在厨房煮中午饭。沈幼林没闲着，帮忙拾柴火进厨房，见婆婆刘英在厨房面露为难，她暗觉不对，瞄到老人家煮了2锅米粥，一锅只有米水，另一锅则是半干的稀饭。沈幼林忍不住暗自心疼，老人家这是打算偷偷喝米水，留着稀饭给我和天南哥吃。幼林，等我炒个小菜，很快就能吃饭了。好的，知道了吗？沈幼林回到自己屋里，打开柜子，取了一包腊肉。妈，这是我爸自己晒的腊肉，他让我带些回来给你和公公尝一尝。咋弄这么多腊肉？太破费了。妈，我家里晒得多，总也吃不完就浪费了。家里还跟我说，以后逢年过节都要给咱们寄，让咱们帮忙吃。这样啊，那我去煮一块。今天阿南也在家，正好让他吃点荤的。说完，沈幼林拿了扫把回去打扫房间，扫了一半，厨房传来一道愤愤的女声：妈，咱家就那么1块腊肉，还是梅姐姐送我的，你怎么能都给煮了？太过分了！要煮我的腊肉也不说一声。丫头，这不是你那块腊肉，这些都是你嫂子从城里带来的。你嫂子第一次跟咱们一块吃饭，中午得吃一餐好的。那至于吗？又不是只有她才有腊肉，你做什么对她那么好？你是婆婆，该她对你好才对。丫头，别乱说话！你嫂子昨日帮咱家还了堂叔的钱，人好着呢。贺天芳娇哼了一声，扭过头不说话走了出去。不一会，饭就做好了。天南，你爸身子不好，得在屋里吃，我去陪他在里头吃，你们小2口一块吃就行了。沈幼林一下子就听出来了，想起那稀薄的米水，连忙对贺天南说：天南哥，我们进屋子里陪爸妈吃吧。好，把菜都端进去吧。刘英见瞒不下去，只好赶紧将米水藏起来。破旧的房间里，贺家一家人刚吃完饭，沈幼林帮着婆婆收拾餐桌。妈，大哥都娶媳妇了，你也应该享福了，这些粗活留给嫂子干就行，你别累着。阿芳，别瞎说，看看你说的什么话。你也不说说嫂子，看看你娶的什么懒媳妇。给我闭嘴，哪有你这样说话的？阿芳，家里的活儿不分谁干，你嫂子她勤快着呢，一大清早忙到现在，你看看你睡到日上3竿，一点事都不做。琳琳，阿芳她还小不懂事，你别怪她乱说话。爸妈，我知道的，你们放心，我不会跟她计较这些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谁要跟你计较？气死我了，我不理你们了。贺天芳生气地走出门去。此时贺天南眉头紧皱。小芳自从辍学后，整天在村里到处乱晃，这样下去可不行。自古父母爱妖，刘英和贺天海也不例外。此时他们苦着脸。沈幼林见此，顺势说道：16、17岁也就是半大的孩子，现在的人贩子多，总爱到乡下骗一些小姑娘，这样的年纪最容易受骗，咱们还是要多看着点小姑子。幼林说得很对，听说前些日子隔壁村有一家的闺女就被骗走了，找了好几个月，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这样下午我出去给她找一份工作，钱多少不打紧，只要能够拘得住她就行。傍晚时候，贺天南回到家里，
村里刚开了一家合作社，那边要招2个学徒工，包中午1顿饭，暂时没开工资，我给小芳你报名了。哥，我不去，我要去城里打工赚大钱。别胡闹，合作社是正规地方，环境干净，工作轻松，离家也近。可这没工资的工作谁做得下去啊？这个你别担心，只要你熬过1年学徒期，转正后就会有工资，逢年过节也有津贴。而且村长说了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还可以调到县里合作社。学徒工起初看起来是有些吃亏，但从长期来看，未来肯定一片大好。贺天芳听到有大前途的话，才勉强同意了下来。跟妹妹聊完，贺天南回到房间。我明天下午就回县城去上班了，你往后要做什么打算？难道你要我陪你一块去？好啊。你不是急着摆脱我吗？跟着我做什么去？我上个月刚刚毕业，寻思去找份工作，谁料你家就上门提亲了，这边估计没什么适合我的工作，所以我还是跟你去县城找吧。反正这辈子跟定你了，你去哪儿，我就要跟到哪儿。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？县城那边我还算熟悉，到时候可以帮你问问。外语学院毕业的，中英文密专业，像外贸公司、中外合资企业、杂志社之类的文稿编辑都行。听到沈幼林这么一说，贺天南暗暗惊讶。去帝都提亲的时候，沈叔叔说他的女儿娇生惯养，性子火爆，唯一可取的一点便是读书成绩不错。当时我还以为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，没想到竟然是真的。那你收拾点儿，明天我带你一块去。好嘞。对了，今天爸说家里实在腾不出钱了，想把村口的那片荒地卖回村委会，我还没应他呢。沈幼林微微愣了一下。不行，土地是固定资产，不能随便卖。但咱家的地挺多的，我去世的爷爷是种田能手，开垦了好几片农田，可惜这些年我不在家，爸的手又不方便，导致家里的田地都荒废了。爸说丢着荒了可惜，不如将一半卖给村里，也好缓一下家里的经济。那些地是不是在村口，临近省道那边？现在能卖到多少价位？大概20亩地左右，顶多400-500块，卖不了大价钱。我前几天在火车上看到一份报纸，上头有一个报道说，北方大城市郊外的偏僻农村，本来地价非常便宜，随着近些年开发做厂房和商品房，地价1年翻倍增长，最高的足足翻了100倍。贺家村离县城不远，交通也方便，指不定土地以后也能值钱。但是这边偏僻，地也贫瘠，哪里比得上大城市的郊区？村口的那20亩地离家远，爸妈都没法去打理，卖了就卖了吧，还有家前面的20来亩呢。这样，那20亩地我500块买了，记得别把这事告诉爸妈和你妹，这是咱俩的秘密。贺天南愣住了，好半会才问道：“你一个外乡人，买这么大一块地做什么？不能种也不能耕的。”这天吃过午饭，贺天南跟沈幼林出发县城之前，贺天海和刘英送他们到村口，老两口依依不舍，很是心疼。琳琳，是我们贺家对不起你，你才刚嫁过门2天，就要跟着天南出去打工。是啊，琳琳，真是委屈你了。爸妈，别这么说，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，眼下家里情况还比较差，作为儿媳妇，我应该出去帮南哥哥赚钱养家。贺父和贺母感动不已，连忙叮嘱贺天南：“儿子在外面要好好照顾琳琳，不能让她受委屈。”知道了，爸妈，我们先走了，怕等会赶不上车。说完，贺天南拿过沈幼林手中的旅行箱，大跨步领钱走去。沈幼林在后边笑呵呵跟公公和婆婆挥手，跟在后方离开。经过2个半小时的颠簸长途车后，两人终于到了县城。我在县城中心的供销社工作，社区宿舍几个男同事合住一间，你过去的话不方便，眼看这天就要黑了，先找个地方让你落脚吧。那随便找个便宜的小旅馆暂住着吧。小旅馆倒是有几家，只是附近环境差且各类人员龙蛇混杂，我怕你一个人住不安全。那你上班的供销社附近有小旅馆不？倒是有一家挺近的。不行，我还是觉得不安全。我上班的时候，万一你出个什么事，再近也没有用。看贺天南关心他，沈幼林假装很烦恼的模样说道：“我明天一早就要去找工作，白天进出的话应该是没什么问题，怕的就是晚上。要不晚上我下班就去你那，我在里头打地铺，等你找到工作有地方住了，再把房间退了。”嘿嘿，正中下怀。好，就这样。荣华县城面积并不算大，贺天南带着沈幼林走了10来分钟，就到了一家名叫相约80的旅馆。老板帮我们开一个单间，2个人的话得开双人房，不能开单间，万一遇到工商来查房什么的，我这里会被罚款的，到时你们可负责不了。是这样的，老板，我老公他工作的地方有宿舍，不用住这儿，你帮我要个单人房就行。但现在这个时间段单间都没了，只有双人房哦。毕竟县城旅馆的双人房普遍一天要20块，
单间一天只要8块。老板眼看外面天色渐黑，便想着趁机捞多点，没想到沈幼林却不吃这一套。没有了吗？那我们上另一家找去，县城肯定不止你这一家旅馆。哎，等等嘛，有事好商量。我这一住就是好几10天，又不是只住1天，这里不赚我的钱，那就让别人赚去。老板一听到住几10天，眼睛瞬间亮了，快速跑到贺天南和沈幼林面前，急道：别急嘛，对了，好像还有一个单间，我去瞅瞅看，你们等2分钟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只有一个，那剩下的肯定是最差的，我才不要呢。哎呀，最好的，指定是最好的，刚装修好的，东西都新着呢。那带我们去看看，房间一定要安静通风，要是不好，我照样找下一家去。老板见沈幼林精灵的很，只好带着2个人上楼去看。不久，沈幼林便挑定了这个房间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沈幼林早上出门找工作，贺天南去供销社上班。3天过去了，他似乎还没确定工作。这天晚上，贺天南过来旅馆，还找不到工作吗？需要我帮忙不？找了好几份，现在在犹豫，不知道要挑哪一份，你帮我过过眼吧。你详细说说，都是什么性质的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给你点建议。第一家是荣城目前最大的货运公司，职位是资料记录员，弄一些会计的活儿。第二家是家不出名的小公司，不过工作相对轻松，只需负责账目登记和校对。这2家公司的工资都有点低，1个月200块左右。这个待遇在荣华县城不算低了，毕竟这里比不得大都市。同样的工作，在帝都那边能有300块，在这边顶多就200。是的，在这个年代，大学生还是稀有物，拥有大学文凭的年轻人，用人单位几乎是抢着要。贺天南只有高中文化，所以只能在供销社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1个月工资顶多150-160块，所以他觉得这个待遇还算不错。最后一份是荣城报社那边的，我比较偏向这个工作。荣城报社上个月开了个学习英语的小栏目，负责编辑的英语水平不高，做的栏目缺乏内容，招聘主任希望我跟着他学习一段时间，以后便由我负责这个栏目。一般公司里的工作都不太稳定，偶尔还要加班算账。相比之下，这个报社的工作更稳定些，也不会太忙。只是那边给的实习编辑月工资只有180，1年后转正才能有250-260，而且那里只负责中餐、住宿，其他都得自己找。贺天南在外工作多年，一下听出了沈幼林的顾虑。在这边租房子的话，普通的2房1厅小套房，1个月下来得30-40块。不过这份工作稳定轻松，上班时间固定，还有周末休息，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你。我今天思来想去，也是决定选择报社这一份工作，毕竟报社信息流通大，比较容易获得冷门的信息，也能更好把控社会发展潮流。你觉得合适就好，这个前途也更好些。下午我还抽空给同学肖雪拨了一个电话，他跟我说出版社有很多英文书籍等着要翻译，叫我们这帮老同学有空就帮忙翻译一下，1000字给20块呢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答应了下来。所以你是打算白天去报社工作，有空闲时间就兼职做翻译？是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跟你的专业相关，又能提高专业水平，也都不是什么粗重的活，工作时间也算自由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哈哈，我就知道你肯定会说好。贺天南感受着粘上来的少女娇躯，心突然砰砰砰跳，脸上有些辣辣的热。那就先这么决定了，明天我就去报社应下。报社的招聘刘主任说，这个栏目急需英语人才，希望我赶紧上岗，我应该后天就可以上班了。好，我明天下班后陪你去报社附近找找房子。好嘞。夜深了，贺天南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睡。他站起身，看着此时温顺的像一只软萌小羔羊的沈幼林。他很快就要稳定下来，开始新的生活了。到时他有他的工作，我也要忙碌自己的生活。交汇点似乎就没了。民政局就在县城的北边，过几日他多半就会主动跟我提出离婚吧。贺天南心态发生了变化，不再是以前冷冰冰的模样。胡思乱想一大通后，睡意朦胧来袭。他躺下后不知不觉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沈幼林还在被窝里躺着，贺天南已经不见了身影。原来他早早就起来出去买早餐了。回来后，沈幼林也刚好醒了。这家的豆浆油条挺好吃的，油条冷了口感会变差，快些吃吧，我先去上班了，晚上再过来这边守夜。南哥哥别急啊，一块吃点。不用了，我只买了一份，一会我到供销社那边吃。可我吃不完，早上有点凉，你先喝点暖的豆浆，我喝1点就够了。贺天南看着沈幼林明媚如阳光的笑容，俯下喝了几口。怎么样，是不是挺香甜的？是挺甜的。沈幼林乐滋滋享受完早餐后，便出门赶往荣城报社。你好，你是哪位？过来找谁嘛？我叫沈幼林，今天过来找刘主任谈入职的。是你啊。主任昨天午休的时候跟我们提过你，说你是帝都那边外语学院毕业的，
自我介绍下，我叫刘星，月空中最亮的那个星，是负责排版工作的新同事啊，以后请多多指教。我现在还不是你正式的同事，还没有跟刘主任确定就职呢。主任正盼着你这个大才女过来呢，里面那边第一间就是刘主任办公室，你过去吧。谢谢，那我先过去了。刘主任您好。哦，小沈啊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兴趣到咱们报社工作？刘主任，上一次碰面之后，我回去思前想后，觉得这个英语编辑的位置跟我的专业还是挺对口的。好，小沈啊，报社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呀，咱们以后就是同事了，以后好好工作。你稍等，我过去召集同事们过来，大家互相认识熟悉一下。短暂时间后，在主任的介绍下，大伙很快熟络了起来。眼前这个女孩叫王青，大概23、24岁，模样清秀，性子温婉。听说沈幼林要来接替她的英语专栏，她暗自松了一口气。沈妹子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终于能将这个烫手山芋抛给你这个专业人士了。王姐过奖了，以后还要拜托王姐多多赐教。沈妹子，王青可是我们龙华县城最出名的作家，你别看她年轻，她已经出版过1本散文集和2本小说了。哇，原来是著名的王大作家，失敬失敬。别听他胡说，都是瞎写的，不是什么正经作家。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，应该是互相学习。等你啥时候有空了，我还要麻烦你做我的英语老师呢。英语我也得学。一看到英文就头痛，我们老了，学不动了。是啊，年纪大了，记忆力不行了。小沈，咱们报社目前就这些人员。对了，还有个副主任出差去了，过几日才回来，到时再介绍你认识。好的，主任。午后12点准时开饭，沈幼林食量不大，还吃剩好多。一旁的王青低声提醒他，这是报社给的福利，每一个人都一样多。女生饭量小，一般都吃不完，好些人都会把吃剩的带回家里。那我把肉丸子和腊肉留一些，吃太多会容易长胖。这几天相处下来，我发现南哥哥节俭的厉害，3餐都舍不得吃肉，跟他下馆子几次，点的主要都是素菜。如果直接买给他吃，他肯定不会要；如果是午餐吃不完剩下的，他那么节俭怕浪费，肯定不会拒绝。思及到此，沈幼林心里偷偷乐着。一转眼已经到了下午4点半，同事们陆陆续续下班了。报社早上8点上班，别迟到太多，一般10分钟左右都没事。中午午休1个半小时，下午5点下班。如果工作没完成要赶稿的话，那就自己稍稍安排加班赶上。原来是这样，记住了。都10几分钟了，公车怎么还没来？习惯就好，这里的交通比不上帝都那样的大城市。对了，你接下来应该得租房子吧？是的，报社没有安排宿舍，我决定在附近找找看。前几日我跟朋友去前面的松明路吃饭，看到饭馆隔壁有2套房子挂着出租的牌子，有空你可以过去看看。松明路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不过那边房子挺大的，估计不便宜，如果太大，你可以找人合租什么的。沈幼林漂亮的眼睛闪过一抹金光。南哥哥住在供销社安排的宿舍里，之前听婆婆说过，他那里几个男人合住一个房间，很拥挤，而且卫生条件也很不好。只是他为了省钱，不舍得在外头租房子，这也许是个好主意。等了好一会儿，公车终于来了，沈幼林急急忙忙上了车。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今天工作很忙吗？10几分钟后，跑那么快做什么？不差这一会儿。工作确定好了吗？是的，今天开始上班了，挺顺利的。看你挺累的，不如明天再去找房子吧。不要，我就是想赶回来找房子的，不然也不必跑得累成这样。天色开始暗了，找房子租不算小事情，明天再说吧。住旅馆1天要6块钱，如果能明天中午退房前尽快找到房子租，至少能省出几天的伙食费来，所以还是尽快找。对了，你认识松明路吗？听同事说那里有房子出租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。见拗不过沈幼林，贺天南也只能点头同意了。这自行车哪儿来的？跟一位同事借的，走吧。喂，等等，我还没上车呢。你不会跳上来？不会，我只会自己骑着。快上来，趁着傍晚过去，不合适就明后天再去找了。沈幼林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又没喝醉，清醒得很，我怎么不知道在说什么？接上集，贺天南带着沈幼林在松明路兜兜转转好几圈，都没找到合适的房子。这次他们来到一个院子内，一个50、60岁的老太太躺在睡椅上，看到来人便站起身问道：“年轻人，你们找哪位啊？”“你好，老人家，我们2口子刚到县城这边工作，觉得单位宿舍太小住不下，过来这里看看有没有房子出租的。”“有的，这2栋房子都是我们家的。”正打算租出去，这几个月来了好几十户人，都嫌太贵，先后都谈不拢。那老人家可以先带我们进去看看房子环境不？没问题，我带你们看看，不过要还是不要？
得快点给一个准话，因为明天可能就有人来要了。老人家放心，等会看完我们就给你回复。随后，老太太带着两人看了房间的环境，在客厅里继续商量租房一事。年轻人看得怎么样？老人家，这房子不仅崭新，家具还齐全，我挺满意的。那老人家，这里的房租怎么算？看在你两口子长得诚实，我给你们1个月40块，押1付3，别人我都租45块1个月的。而且你们来租房，周边的行情想必也都了解过，我这算不上太贵了。这个价格感觉还是有些贵啊。我也感觉有点贵。老人家，你看我们刚来这边工作，手头不太宽裕，能不能再便宜些？对啊，您看再便宜个5块怎么样？不行，不能再便宜了。还嫌贵的话，要不你们再去别处找找吧。我这房子肯定值得这个价，你们如果要的话，明天就可以过来签合同，随时都能搬过来。明天不过来就过时不候了。沈幼林内心思考了一会，走上前。您这房子是很新，附近交通也方便，但像您这样的房子，按理说应该是一大堆人抢着租的，可是好几个月也租不出去，什么原因不用我说您也应该知道，对吧？那我已经便宜你们5块了，足足5块啊。如果您有诚意租，那就35块，凑个小整数，我全副身家也只够交4个月，一次付完给您。不行，少5块，再少5块，那不就10块了吗？太多了。沈幼林假装丝毫不在意，转过身拉住贺天南的胳膊，做事要出去。贺天南一瞬就明白了沈幼林的意思。咱们还是去接尾租吧，人家只要35，房租还可以1个月1个月给，房子只是小了一点点而已，咱们就2人够住。好，那咱们就去租那家吧。语罢，两人踏步往房间外走。老太太此时却急了：等等，我租35就351个月，不过加押金一起要先付4个月。行，咱们还是正式一些，拿张纸条写合约，明细都写清楚，签字后户主和租户留一份存根，您看怎么样？疼，我看你两口子都像读书人，就按你们说的做。老人家年纪大，容易改变主意。沈幼林趁热打铁，拿出一个小本子，写下一份很简单的合约。丫头，你长得不赖，这字也写得挺漂亮的。你是做啥工作的啊？我在前头不远的蓉城报社工作，是一名小编辑。呵呵，小伙子你福气不浅啊，娶了一个既漂亮又聪明能干的老婆。贺天南有些愣住。谢谢老人家夸奖。那明天一早我们带租金过来，然后中午就搬进来，您看没问题吧？行，按之前说的，屋里的东西归你们用，缺什么你们自己补。谈妥以后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。贺天南载着沈幼林往小旅馆方向赶。回到小旅馆，贺天南拿出100块给沈幼林。我提前跟领导预支了半个月工资，这是100块，给你拿来明天凑凑房租。不用了，我身上的钱暂时还够用，不能要你的钱。为什么不能要？你之前帮我垫付了堂叔的200块，算来我还欠你100。那钱是我爸爸给咱们的新婚贺礼，你也有份，根本不算欠。不行，该还还是得还的。不要，你如果坚持要留下这100块，那就算是我们2个人合租。什么合租？我在供销社住的好好的，不需要再租房子了。但是您那个小宿舍几个大男人住，狭窄得很，还不如搬来跟我一起住。而且我一个女孩子住一套房子也不安全，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，你总不能撇下我不管吧？不行，不方便。你如果需要合租人，报社那边没提供住宿，肯定有女同事愿意跟你一块合租。沈幼林听罢，心里一顿失望，可他不是容易放弃的人。我不要，我只要跟你合租，我只要跟你一个人住，其他人我信不过。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应该找一个女生合租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总跟你同居一室，实在不方便。咱们结婚证都领了，夫妻住一块不正常吗？能有什么不方便？沈幼林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又没喝醉，清醒得很，我怎么不知道在说什么？你知道？你确定你知道？你不是正等着找机会跟我离婚吗？既然已经决定不要在一起，那就不要纠缠不清。我希望你以后还能清清白白跟别人，你懂不懂？听到贺天南一顿训斥，沈幼林不自觉鼻头一酸，然后泪水盈动。我懂，我都知道，可我之前都说了，那是一时冲动的话。我在新婚夜说过什么，你都给忘了吗？我说我要留下来跟你好好过日子，这些日子我对你怎么样？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如果想跟你离婚，我早拽着你去民政局办离婚证去了，我还留在这个破县城做什么？如果不是你在这里，我干嘛来这里受折磨啊？他说什么？他是为了我留下来的，真的吗？见贺天南大半天不开口，沈幼林心里等得有些急。喂，你倒是说句话，给个反应嘛！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搬东西过去。什么意思？你就尽量不要跟我合租。贺天南半垂着眼眸，嘴角微微上扬。什么合租？夫妻本来就该住一块，
沈幼林惊喜瞪眼，转而开心笑了。那你帮我收拾行李，我还要再做点翻译。贺天南点点头，转身走去帮他收拾行李。耶，你咋坐在这里啊？我没看到，不好意思哈。隔天早上，贺天南和沈幼林按照约定来到租房交租金，将行李放置好后，两人便各自去上班。沈幼林来到报社的时候，刚好是8点。刘主任给大家传达了一个任务：明天就是周日了，大家务必要在下午3点之前将定稿弄好，4点要送去印刷厂印刷。沈幼林的英语学习栏目只有1个小板块，他昨晚就弄妥当了，在位置上检查2遍后，便送去了主编那边。回到座位，王青羡慕十足地看着他。沈妹子，恭喜你，你多了半天的假期。什么半天假期？不是明天才是周日吗？是这样的，本来周6下午也可以放假，但前提是你得完成自己的工作量。经过主编点头认可你的稿子后，你就可以提前下班了。原来是这样，谢谢王姐提醒。出租屋还没有打扫过，看样子可以提前下班回去收拾一下，路上再顺便去买些日常用品。想到此，他连忙往林主编的方向走过去。林主编，我的稿子没问题了吧？我看过你的稿子了，没什么问题。你是想要下午放假吧？是啊，主任，我刚找到地方住，打算今天搬过去，房子还没收拾，想着回去收拾一下。确实，搬家最麻烦了。我去年搬家特地跟刘主任请假3天，都差点忙不过来。那行，午餐过后你就先回去吧。好的，谢谢主任。午饭过后，沈幼林便下班直往供销社去了。怎么没有看到南哥哥？妹子，你要买啥？看中啥了？我要买2支牙膏、牙刷和毛巾，还有1瓶洗发水。好的，你等一下。售货员连忙左找找，右找找，装了一袋放在柜台上。姐，我想跟你打听一下，贺天南在哪儿？你打听他做什么？我听说他在这边上班，就来找他了。阿南哥好像在后头仓库写货单，他应该没空。眼前的售货员一个劲儿盯着沈幼林看，再次开口：你找阿南哥做什么？他现在正上班忙着呢。我知道他在上班，没事，我可以等他下班。这时，一个沉稳磁性的嗓音从后边传来：幼林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过来买些日常用品，顺便等你下班一块回去。那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把账入完，这些太重，晚点我来拿。南哥哥，这些都是你的同事吧？对的，这位是王倩，另一位是陈明，他们都是我的同事。随后，贺天南牵住沈幼林的手，对2位同事介绍：他是我的爱人。你小子啥时候结的婚啊？咋不说一声？太意外了。一旁的王倩脸色很难看，嘴角绷得紧紧的不出声。沈幼林开口：我们结婚有10几天了，在老家那边办的婚事，有些仓促，所以没来得及告诉你们。等我们安置下来，马上请大伙儿吃饭。那是必须的。阿南这小子冷不防就结婚了，还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，必须搓一顿大的。没问题。角落里，王倩低着头，口气酸涩道：对呀，平时沉闷得很，怎么冷不防就结婚了？也不说一声，又不是见不得人，藏藏掖掖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偷情呢。哼，呵呵，南哥哥他不爱说话，还请多担待。其实我们订婚都好些年了，只是我要上学，他要上班，婚事才一直拖着。这次家里老公公身体不舒服，所以我们才仓促办了婚事。对，听说阿南爹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，没事的，喜酒赶不上，等哪一天早些下班，请我们吃一顿就成。吃，你就惦记着吃。贺天南看着沈幼林说道：同事们熟络了，什么话都说，你别往心头去。供销社门口有一张长椅，你去那边等我。如果钱带的不够，我让同事们先记着，我过几日再还上。不用，钱我带够了。那你等我忙完就去收拾东西，跟你一起回去。沈幼林一边坐在外面等着，一边拿出需要翻译的书本，认真看了起来。他看得入神，一时忘了时间已经过去1个小时。忽然，耶，你咋坐在这里啊？我没看到，不好意思哈。但这是供销社的门口，你杵在这儿做什么？我都坐在这里快1个多小时了，你说你没看到？确实没看到啊。我们这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人整天忙里忙外，哪有空瞎转看风景？这时前方走来一个胖大叔，手里提着1瓶酒。老板，您回来了，那酒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等了大半天，累死我了。沈幼林眼尖，看到王倩对他老板谄媚的态度，故作生气道：你泼了我一身水，怎么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说啊？王倩，这怎么回事？没啥事，小事来的，我能解决。听到王倩的话，胖大叔瞥了沈幼林一眼，并没放在心上，当即打算踏步离去。沈幼林见此就不再掩饰：亏你们供销社上头挂着顾客第一的牌子，顾客被泼水，连一句道歉也没有，这是哪门子的顾客第一？小同志，你刚才说啥？王倩见胖大叔问起，连忙将水瓶藏在身后，转身就要跑。沈幼林眼疾脚快，踏步上前将他拦下。
这位大叔，你来评评理。我早些时候在你们供销社买了这么多的东西，坐在这里看书，等我爱人下班来接我。可你们这位员工无端端拿水泼了我一身，连一声道歉都没有，竟然还口出狂言赶我走。你们供销社就是这么做生意的吗？我又没爱了你们做生意，至于泼水赶人吗？胖大叔往一旁的王倩瞪过去，见他身后藏着水盆，脸色瞬间铁青。王倩，供销社后头不是有厕所和水池子吗？你做什么往外头泼水？你泼了人家同志，不道歉还赶人，你这是要搞臭我供销社的名声吗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哼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3天2头白小姐架子，你算哪门子的小姐啊？昨日我让你去搬货，你倒好，回头就让阿南和阿明去搬，自个坐在角落嗑瓜子，你好吃懒做，老子早就想赶你走了。你今天竟还得罪顾客，你反了你！没有的事，老板，我知道错了，我错了。琳琳怎么了？谁把你弄成这样？贺天南眉头紧皱，看见王倩身后的水盆，心头火气蹭蹭上涨，正打算发作。南哥哥，你先别开口，他跟你毕竟是同事。这位女同志，不好意思了，是我这老板没做到位，没管理好员工，我让他立刻给你道歉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让他卷铺盖走人，立马走。老板，我看就算了，找一份工作不容易，这位大姐已经被你训了一顿，肯定是知错了。你瞧她都已经哭了。是啊叔，我知道错了，看在咱们是同乡的份上，再给一个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改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放过你何止一回了，要不是看在你是相亲介绍来的，我老早就将你踹出门去。你泼了我媳妇水，你得先跟她道个歉吧。听到要丢工作，王倩早就吓得簌簌发抖，脑袋空白一片。听到贺天南这么一说，她立马开口：沈妹子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阿南，你刚才说啥子？她是你媳妇？是的，老板，我们半个多月前领的证，她今天过来这边买些日常用品，等我下班。大叔您好。阿南媳妇长得真俊俏，你是哪儿人？做啥工作的？我是帝都人，刚在蓉城报社找了个编辑的工作。我原来还是文化人，难怪等个人还看着书，厉害，高素质人才。胖大叔毕竟是生意人，口才了得，沈幼林大大方方跟他热络聊了起来。说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提到王倩姐跟阿南毕竟是同事，他也道过歉了，大叔可不可以将这事先过去？请给阿南媳妇一个面子，还不快进去！老板，我怕媳妇受凉，先带她回去，账我都入好了，你一会儿去检查。请你带媳妇先回去吧。南哥哥别急着回去嘛，再转多一回。从供销社离开，沈幼林兴奋地拉着一脸疑问的贺天南去了邮局一趟。回到家，南哥哥快看，我的第一次翻译稿费到手了。怎么这么多？有多少啊？一共是650块，我翻译了3万多字。那么多呀！靠知识赚钱就是好，才过去半个多月而已。幼林你太厉害了。南哥哥过奖了，再努力1个月就能凑够咱爸装假肢的钱了。装假肢？是啊，咱爸的胳膊都伤了这么多年了，不能总在乡下地方医治。我听说省城那边的大医院有进口的义肢可以装。真的吗？省城那边，我明天就去打听看看。我们得赶紧存钱，过一阵子带咱爸去省城看看。中午吃的早了，有些饿了。南哥哥，我们下馆子吃饭吧，我刚拿了兼职的钱，今天我请客。看你赚钱挺辛苦的，不如我们去市场买东西，你买我煮，也算是你请客。这个主意好，那我们马上出发。随后，两人来到菜市场一个肉摊前。老板，这个肉怎么卖？姑娘，识货人呐，这可是农家自养的跑地猪，猪蹄是最好吃的前提，整个拿走收你3块钱就行。这个蹄子足有3斤多吧，1斤1元都不用，确实不贵。是啊，的确不算贵，姑娘要不要？立马给你装上带走。沈幼林迟疑。不过老板，现在是晚市了，早上杀的猪现在应该不怎么新鲜了吧？幼林，这么大的猪蹄子，我们只有2人，吃完估计得要上好几天啊。是啊，还真有点大，放久了又会不新鲜。哎呀，小哥你身材魁梧，小妹你貌美如花，2位血气方刚的年纪，这点猪蹄肉哪里算多？见两人还是不出声，老板有些慌。这样吧，这个猪蹄卖完，我也能收摊回家，我算你们便宜点，2块5就好了。大哥够爽快，2块5就2块5吧，麻烦大哥你帮我剁成1小块1小块的。得嘞，2块5买五花肉能让我们吃4、5天了，会不会有些浪费？不会的，咱们明天回一趟老家，今晚我们把猪肉给卤了晾干，明天带回去给爸妈尝尝。贺天南听罢，想着家里常常好几天也吃不上一顿肉，只好同意。好吧，那听你的。
接着他们又逛了几个摊位，沈幼林陆续又买了一些干货，想着明天一并带回老家。厨房里，贺天南站在主厨位置忙碌着，沈幼林在旁边挑菜洗菜打下手。1个小时后，好香哦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香的卤肉，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卤味？别噎着，慢点吃。你如果喜欢，我以后做卤鸡翅给你吃，那个也很好吃。好好好，天啊，光想想就要流口水了。呵呵，这个卤肉配方可是我家里的祖传秘方，这是我外婆自己研制的配方，在刘家村那边卖的可好了。交给咱妈后，我跟在后边自然而然也就学会了。听到这，沈幼林忽然灵光一闪，如果能将这个卤肉大规模生产，照这样的配方做，绝对能好好赚一笔，对吧？这是记心里，以后有机会了就试试。两人在新窝的第一次用餐非常愉快的过去。吃完饭，两人打算出院子散散步，刚下楼梯，阿南，阿明哥，你咋来了？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这是我表哥阿虎。前几日我姑妈病了，医院说的做个小手术，不然好不了。表哥急坏了，就打算把2个月前新买的自行车卖了，凑点医药费。我想起你最近一直跟我借自行车，可能需要买一辆，就过来找你了。阿南，我常听表弟提起你，这车我是买全新的，230块，我把它当成老婆一样疼，每天都擦一遍，它就跟全新的没两样。我老娘病得快不行了，医生催得紧，说手术费得100多，这不只好卖车了。说完，阿虎叹了一口气，看起来很无奈。这我得跟我爱人商量一下。南哥哥，那就买吧，这车挺新的，我不介意，关键是能帮到朋友，人家估计是真急着用钱，不然也不会一下子便宜那么多。那我能不能跟你先借100块，过几天发工资还你？不能，这钱我出就行，你还得负责养我呢。说罢，沈幼林转身回房间拿钱。大哥，这是150块，还有10块是我们夫妻给伯母的一点心意，给老人家买点补品吃。不用了，妹子，我这人一向说话算话，150就150，这事本来就很急，你们能及时接手，我都很高兴了。就当交个朋友嘛，我先生跟陈明哥一向都是好同事好哥们，这钱你得收下，算是我们夫妻俩的一点心意。阿虎感动不已，不再推辞。谢谢，我是一个大老粗，不懂说什么好听话，但还是谢谢。以后你们在荣城如果有个啥事，让阿民说一声，我二话不说立马就到。客气了，阿虎大哥。一再道谢后，陈明和阿虎肩并肩离开了。这车新的很，至少得9成新。走，我带你出去溜一圈。好啊。贺天南载着沈幼林在大街上转来转去，沈幼林嘻嘻笑着坐在后座。就在贺天南打算骑回家的时候，沈幼林却还不满足。南哥哥，别急着回去嘛，再转多一会，这可是咱们第1辆车呢。夜里风大，我怕你着凉了。别担心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我天天带你出来。爸妈，我们回来了。玲玲回来了，县城那边工作顺利不？吃住怎么样？你这孩子瘦了，得多吃点才行。都挺好的，妈，我以后多吃点。妈爸呢？他身体怎么样了？在房间里头，他还是老样子，胳膊时不时总抽痛。前几天忙着收了一些大白菜，昨天又开始痛了。妈，你不该让爸去田里帮忙的，应该等我回来，我1天就能干完。你好不容易休息1天，就别去田里折腾了。你爸他也不能整天闷在屋里，多出去走动走动，身子骨才能一直好着。贺天南觉得自家母亲说的在理，只好住了口。妈，这是我们从县城带过来的，你先拿去厨房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怎么买那么多？我和他爸哪里吃得完？你们回县城记得带些回去帮忙吃。都是些干货，接下来天要冷了，不用担心东西会坏。你和爸多吃些，我和南哥哥在县城，想吃的话上市场随时有的吃的。玲玲真懂事，好，我先拿去厨房放着。接着，贺天南和沈幼林来到贺父房间，贺天海躺在榻上，看到眼前来的人立即起身。你们回来了啊，好。玲玲，路上辛苦不？在县城那边习惯不？爸，我们都挺好的，回来才半个小时路程，一点都不辛苦。随后，沈幼林将这一阵子两人的变动都告诉贺天海，老人家听得受宠若惊，笑道：虽然现在还是租着房，但是等以后你俩存了钱，就可以去买房子了。爸，等我们稳定下来，就接您和妈一起过去住。话完，沈幼林从袋里拿出2个塑料薄袋。爸，这是我在县城给你买的。玲玲，这是啥？看着挺厚实。这是热水袋，您只要往里头灌些热水，拧上这个盖子，热水可以在里头保暖10来个小时，把它搁在手上、脚上或者抱在怀里，暖和着呢。真的吗？那太合适了。这边的冬天就算躲被子踏上，偶尔还是冷得很，有它就舒服多了。南哥哥，你去倒些热水下去，我教爸敷一下胳膊。贺天南点下头，接过热水袋，转身忙去了。爸，你胳膊常常痛，
总是吃宵夜药对身体不好，也伤肠胃。我在报社看过一本中医调养书，上头说经脉不通才会酸痛，可以用热敷原理疏通经脉，减缓疼痛。您试着敷敷看。敷着暖暖的，还挺舒服。爸，你先休息着，我先去田里瞧一瞧，把能收的菜和庄稼都得提前收一收。我也去帮忙。田里太脏了，你去厨房帮妈一起做菜就行。好吧，那你小心点。厨房里，刘英刚切完一盘五花肉，沈幼林想起昨天贺天南做卤肉的情景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妈，你这是要做卤肉吧？需要什么配料？你教教我吧。”琳琳，你是要学吗？这玩意有些讲究，一时半会学不会的。你如果要学，我一次次教你。一次次？这个很难吗？不算难，只是卤料配方的根据肉和肉量调整。卤料不复杂，一般是大蒜加南姜，再加一些酱油，其他好办。唯一不好把握的是酱油，这酱油要降上180天，得春末就开始晒，一直降到初秋。哎呀，听起来有点难度。那南哥哥带去现成的酱油，也是吗？你自己酱的吧？是啊，我每隔几年就酱一些用。他很喜欢吃我做的酱油，这些都是我阿娘教我的，都好些年了。沈幼林对南姜不怎么熟悉，拿过来闻一下。这南姜起初闻的时候有些呛鼻，不过闻仔细了，倒是很香浓。这玩意去腥味特别有效，咱们这边少有南姜，这是我以前在娘家寻来的，每一年都留着姜种，隔年就接着种。看来做这个卤肉其实也不容易，因为卤料要准备起来太难，尤其是这个酱油的提前弄上一大批。是啊，不过咱家一直都有酱油，角落里还有2小坛，可以用上好久呢。妈，你明年能降多一些酱油吗？我闻着特别香。如果想要做卤肉生意，就得提前将卤料准备好。市面上的酱油压根没这么香，还是自家的配方做，才能做出好效果。没问题，家里还有很多大豆，我明年降上10几坛给你吃个够。沈幼林觉得不够，贪心的笑道：“能再多一些吗？咋了？难不成我们琳琳还打算喝酱油？这玩意不是酒，可闲着呢。”妈，你先不要问，以后我准让你知道。你明年降上几10坛，到时肯定大有用处。成，不就弄多点酱油吗？家里大豆多着呢，妈明年开春就开始弄。沈幼林凑上前，迫不及待道：“谢谢妈。那这个卤肉具体是怎么做的？”见儿媳妇愿意学，婆婆刘英自然很爽快地回答。沈幼林一边认真听着，一边记在心里。很快，时间就到了中午，沈幼林配合着婆婆准备好了午饭。南哥哥怎么还没接回来？多半是地里的白萝卜多了些，这孩子手脚闲不住，每次回家都是从早忙到晚，巴不得把家里的事儿都做完。那我去田里喊他回来吃饭。不用了，琳琳，你先回屋里休息一下，我去帮阿南忙就行了。谢谢妈的关心，但是我不累，咱们一块去地里帮忙吧。见儿媳妇坚持，刘英只能答应。好吧。你们咋都来了？过来帮你收拾啊。阿南，饭都做好了，10多一下回家吃饭了。贺天南站直身板，利索把田埂上的萝卜装进去簸箕，回头看着沈幼林，然后把头上的草帽戴到沈幼林头上。中午阳光有些晒，会晒伤你的，得戴个草帽才行。我们先回去吃饭。为了让我出丑，小姑子竟然把白莲花叫到家里来。这天中午，贺家里的4人刚吃饱饭，围成一桌聊着天。琳琳，这东西太好用了，爸现在这胳膊没那么酸痛了，柔软着呢。那就好，爸，你有空就多敷一敷，缓解酸痛。等到大冬天的时候，你一个，妈一个，放在被窝里暖身。还是女孩子窝心啊！你看这小子去县城好多年了，就从来不懂买这样贴心的物品。听到母亲的话，贺天南一时有些窘迫。为了转移话题，沈幼林开口：“妈，你今天这卤肉配方实在太棒了，不行，以后咱们真得做卤肉生意去。”哎，我也想过做，只是家里经济实在不行，根本买不起肉，再加上你公公身体的原因，所以才……妈，已经好起来了，您放心，以后我们天天都能吃上肉，真的。老伴，以前的事就甭提了。琳琳说的对，家里以后只会越来越好。是，琳琳说的对。正在他们聊得开心的时候，外面传来声音：“爸妈，我回来了，你们看我带谁来了？”海叔、英婶，我过来看看你们。话完，他看了贺天南一眼，眼里尽带柔意。梅闺女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梅子，好久不见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是阿南的媳妇沈幼琳，琳琳，这是阿芳的好姐妹欧阳梅，是隔壁欧阳村的人。你好，欢迎来我们家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梅姐姐，你刚才不是说有什么好东西要送我爸妈吗？快拿出来看看。英婶，这是我祥哥从南方给我寄的雪花膏，听说是进口的，百货公司才有的卖，
这瓶送你用。梅子，一人过来就好，不必这么费心。我是一个粗人，用不惯这样的东西。妈比啊，这东西只要抹上一点儿，冬天的时候无论北风怎么刮，脸都绝对不会红红的。好东西来的，您看咱嫂子还说是什么地兜人，都没瞧见她送过您什么好东西。哼！阿芳，你不会说话就闭嘴，七嘴八舌的，等下我揍你。阿梅，英婶确实用不上，拿回去吧。那给我好了，等晚些洗完脸我就抹上。阿芳，你快还给梅子，这玩意一看就不便宜。不用了，英婶，我哥给我带了3瓶呢。既然阿芳喜欢，那就送她好了。随后，欧阳梅再次从包里掏出一包烟丝。海叔，这是我哥寄来的南方的烟丝，送给你。太贵重了吧？不好不好，我已经没怎么抽了。海叔，我哥在南方做大生意，家里就我和我奶，我们平时又不抽烟，留着也是浪费了，所以您必须得收下。而且我和阿芳是好姐妹，您不用太客气。就是，我们是好姐妹来着，关系铁得很。爸，您快收下吧。贺天海见不好再推辞，只好收下。那个梅姐姐啊，听说你过2天要去县城，是吧？沈幼林微微挑眉，绕了一大圈，这是要开始出招了。是啊，我哥打算在县城投资做生意，让我先去那边看地方。我对县城那边不熟，到时的麻烦天南你了。你哥他不是一直在南方吗？我哥说咱们县城也有发展的机会，希望能开个店或办个小工厂，让我学着打理，以后归我做家政。你哥简直太好了，谁娶了你，简直就是太有福了。哥是不是，对不对？贺天南没有理会，阿芳继续说着，哥你在县城那么多年了，地方也熟，你可得帮着梅姐姐，她可是自家人。大家乡里乡亲的，能帮上的我尽量帮，只是我平日工作忙，也就一个打工的，凡事都听老板吩咐做事。如果阿梅有什么事，我只能下班后才能帮。贺天芳一听就急了，那可不行，梅姐姐她在那边不熟，哥你得天天帮着。你那老板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果梅姐姐做了大老板，难不成还会亏待你？我跟你说啊，等梅姐姐的店开起来，以后你就去她那边上班。胡说什么？我在供销社那边上的好好的，暂时没有其他打算。沈幼林偷偷笑了，不动声色，小心观察着。哥，我听说翔哥在南方做生意赚了好多钱，你不能总窝在供销社那个小地方，那里赚不了大钱的。你不如……你一个女娃娃懂什么？你哥他自己有自己的打算，他们小两口自己商量去，你掺和什么？那人家也是为了哥着想。刘英见气氛有些不妙，只好岔开话题笑道：“哎呀，有话好好说。阿芳，你爸说的对，你哥他们小两口自己的生活自己操心，你就别多说了。天南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我过2天就要上县城，到时我去供销社找你，你得带着我熟悉一下环境哦。行吧。”听到贺天南的回答，欧阳梅终于不再掩饰，一脸得意地向沈幼林看去，像是在炫耀什么。没想到贺天南接着开口说道：“不过到时候我得带着幼林一起去。”入夜，房间里，幼林，你别听阿芳乱说，她那丫头年纪小没脑子，喜欢胡乱说话。我没想过换了供销社的工作。再说欧阳翔的品德不行，我不爱跟那个人打交道。还好，你还不算太迟钝。供销社的未来虽说不怎么好，不过好在老板待我还不错。我最近偶尔去仓库帮忙取货，认识了不少供货商，觉得这行业还是挺多门道的，不像表面上卖点东西那么简单。我还得好好学，人不能3心2意乱转，得一心一意做事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要一心一意。你放心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随后，房间里安静了下来。贺天南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轻轻咳了一下，犹豫道：“那个琳琳啊，现在夜晚挺冷的，睡沙发也不舒服。今晚咱们睡一块好不？”哈哈，南哥哥好傻哦，咱们是夫妻，本来就是得睡一块的。天啊，南哥哥你流血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不碍事的。周一早上，沈幼林照常来到报社上班。刘星从主任的办公室走了出来，脸色很不好。刘星，你这是咋了？上周有个县城招商的大项目要做重点宣传，我当时以为只是普通新闻，做排版的时候就把那篇经济板块的图片删了，只留下文字。这不，刚被刘主任和灭绝师太狠狠骂了一顿。灭绝师太是哪位？沈妹子，上次你刚入职的时候没见过，她叫甄吉，30来岁了都还没有结婚呢，平时严厉得很，最喜欢训新人了，你可要注意些。沈幼林听罢，认真记在心里。碍于办公室的上班氛围，他不敢问太多，直到中午吃饭时间，3人才有机会聚在一起聊一聊。我这次真是倒大霉了。我说刘星，你平常做事也算小心，怎么这次摔得这么惨？是啊，前天放假的时候不都还好好的吗？这次的经济板块内容比平常足足多了1/2，文字内容早就已经排好，我当时很为难，本来想去问问甄副主任，可是他却提前下班走了。是这样，甄副主任对待下属严格的像是练兵，他从不允许下属迟到早退，自己却常常早退。
我去问的时候他不在，我又不知道他家住址具体是在城西还是城东，上哪找他去啊？眼看隔天就是周日，要急着交给印刷社，我没法子，看那些字实在多，只好把照片给删了。谁知昨天报纸出来后，刘主任气坏了，打电话质问曾副主任，结果他就将责任全都推在我头上了。本应是他负责最后的校正，却把黑锅甩我头上了。这事其实甄副主任也有责任，可他却在刘主任面前直接劈得一干二净，你也只能倒霉背锅了。太惨了，在单位工作最怕的就是和直属领导相处不愉快。刘主任还好，说以后要仔细询问过领导，做事要查漏补缺。曾副主任那张嘴简直像炮仗一样，对着我狂轰乱炸，什么都是我的错，好像他没错似的。那你被罚了什么？应该扣津贴吧？扣了多少块？整整扣了我30块，他妈的，老子累死累活，还被骂得死去活来，结果津贴还被剥削了大半，这老女人真的心太狠了。好了，别骂了，小心隔墙有耳。事到如今也只能当时花钱买教训了。刘星精神很差，被他们两人一左一右劝了劝，才勉强好了一些。吃饱以后，沈幼林闲着没事，便拿了昨天出的报纸来看。他扫了一眼，惊喜瞪大眼睛。原来县城被省城定为重点经济开发县，正要积极对外招商，这是一个好兆头啊！看样子以后荣华县城和附近城乡都大有可为。你就是新来的沈幼林，我是报社副主任甄奇。副主任你好。听刘主任说你上周做的英语栏目很出色且很有学习意义。那是主任过誉了，我刚来还没什么经验，靠着大伙儿平时带着我做的。你是新人，当然没有什么经验，别以为第一次做得好就骄傲自大，以后还得跟前辈们好好学。编辑是一门长期活儿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。不愧是灭绝师太啊，这模样这水平，绝了！是，谢谢副主任教诲，我记住了。随后，甄奇看到沈幼林手上拿着一份报纸。你刚刚在干什么？甄主任，我刚刚在认真学习主任您采访的这篇报道，写得非常好，面面俱到，重点突出，分析得十分透彻。沈妹子这马屁拍得真牛啊！很不错，午休的时候还不忘学习，值得表扬。接着，他往王清和刘星看了过去。别以为午休就能偷懒，你们在退步的时候，别人却在学习。你们以为只是退了一步，其实你们是足足退了2步，懂不懂？那天下班后，沈幼林坐公车回了家，和贺天南简简单单吃过晚饭，两人在走廊上吹着晚风。忽然，沈幼林听到楼下有声音，贺天南见他脸色不怎么对劲儿，急忙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“南哥哥，底下有贼在偷我们的自行车。”“什么？”贺天南连忙冲下楼，贼人见偷车一事暴露，便与眼前人扭打了起来。“南哥哥，你受伤了没有？让我看看。”只见贺天南的小腿有一处颜色深暗，沈幼林焦急道：“天啊，南哥哥你流血了，我带你去医院。”“不碍事的，只是一点小伤而已，犯不着去医院。”“说什么呢？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身上还有其他地方痛不？”“没有，我个头高大揍了那厮几拳，就只有小腿不小心给他踢到了，我回屋里擦点红药酒就好。”“不行，你得听我的，必须得去医院消毒爆炸。”贺天南起初仍想着拒绝，但拗不过沈幼林的坚持。“行吧，听你的。”医院急诊室内，贺天南坐在病床上，小腿被白布包扎着。注意不要让他的小腿碰到水。另外，2天后得再来换药。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，10天后就能痊愈了。好的，谢谢。林是我疏忽了，下午没把院子的门关好，自行车也没锁，让那贼见有机可乘，才敢跑进来偷车。话不能这么说，车子我们又没乱扔，而是放在院子里头。那贼敢跑进来偷车，肯定是熟悉附近的地形，有信心逃走。刚才还好有你在，万一要是只有我一个人，那我都不敢想象了。不是，媳妇你又要买地？天南，你这脚伤是怎么回事？下午有贼跑进院子里偷车，自行车没被偷成，就是遭了这点罪。还好，车没被偷就成。阿明，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？随后，陈明开口一顿解释了起来。什么？你表哥要卖家里的地？是啊，表哥说家里只剩他和姑妈了，他不能失去家里唯一的亲人，一定要送姑妈上省城医院医治。明哥，你表哥他住哪儿啊？县城这边的地可比乡下值钱，不能跟身边人借些出来周转吗？我表哥家就在江边那一带，算起来应该有个7、8亩的荒地吧。亲戚和街坊邻居都借遍了，家里真的没余钱了，所以现在不卖不行了。县城不是准备在江边那一带搞什么招商吗？几亩的地够大，以后怕是要后悔。这一阵子确实都有这么传，可具体什么时候能招得到商，谁都说不准，就怕到时是上头征用了去，1亩地博个几10块。我同事之前有做过江边那一片的报道，如果阿虎大哥家的地在江边附近，那地暂时别卖最好。真的吗，弟妹？有没有说是什么时候弄？我表哥的地就在松明路口那里，交通很方便。沈幼林今天刚看过那份报告，心里记得清楚。
差不多就在那边。听说是要开发几个大厂房，引进国外技术，用海外合资的方式弄，年后可能就要动工了。那看样子有希望在这1-2个月开工，可如果不卖，姑妈的身体很快就要熬不住了。阿明，你先别急，等我媳妇明天去报社问清楚些，你再去与你表哥说，如果碰巧就在那里附近，那铁定得留着卖贵点儿。弟妹，那就拜托你了，谢谢啊。好，我明天就去问仔细些，到时再与你说清楚。隔天7点多，沈幼林来到报社办公室，找到刘星。刘大帅，旧城区江边那附近的荒地，接下来都是要租给人家做厂房的吗？估计不是租，按照之前其他县城的先例，应该是大面积买下。那1亩地大概能卖多少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像这样的江边荒地，顶多1亩卖个几百。之前新城区招商报社做过一个调查，我记得是300块1亩，应该是。大帅，准确一点行不？你是报社工作人员，说估计和应该这些词眼，显得你不够专业啊。刘星被讲得不好意思。给我几分钟，我去找找看。5年前新城区那边也是荒地，收地的价位是1亩300块，如果是建筑小楼层什么的，就按建筑面积赔偿。这2张照片能不能借我1天？明天给你还回来。拿去呗，当时做编排的时候1张都没用，害我被骂惨罚惨了。这2张晦气的东西，有多远拿多远。在你那里是晦气，在我这儿很可能就是运气，到时你可别太羡慕哦。下班回家，陈明带着阿虎过来找沈幼林。听阿明表弟说，弟妹懂一些地块招商活动的内情，所以下班后就急忙过来了。是的，那边过了年就准备动工，下个月就要丈量土地，确定各个厂房的初步规划。这里有2张照片，你看一看。阿虎一把接过，眼睛往照片凑了凑。亮，是我家的地，就在这里规划的中间。那先恭喜阿虎大哥了。听附近的人都在传征地，但具体上头会规划哪一块大伙都不知道，现在总算知道了。我就说表哥家那片地最好，一整块的平坦的很，除非上头眼睛不好，不然肯定得首选那里啊。那接下来得要卖个好价钱才行啊。听说5年前新城区建设征用的那批地，当时是300块1亩。阿虎哥，你要记得把这个价格做底出售。阿虎听到沈幼林说300块1亩时很是激动，但转念一想又叹了口气说道：这几天有几个感兴趣的先后来找我聊，都知道我家老娘急需用钱，价格压的一个比一个低。他们最多能给你多少1亩地？最高的是200。弟妹，我那边算清楚下来肯定有10亩地，如果不是时间掐得太紧，老娘的病拖不得。对，那太坑了吧！老太太去省城得多少钱做手术？你手头上现在还差了多少？我问过医生了，去省城粗略计算来回车费药费什么的，最少得准备1200块，我手上凑来凑去顶多就400块左右。表哥，我过2天去跟老板借工资，加上家里的应该能凑个300出来。地都要卖了，你就别去借什么工资了，你那胖老板吝啬得很，别让他找机会挤兑你。沈幼林一听，立刻猜到阿虎要卖200块，心里很是惋惜。阿虎大哥，这地很可能1亩会在300块以上，你真的要卖那么快吗？弟妹谢了啊，可医生说我老娘的情况实在担得不了，时间等不及了。着实可惜，不过眼下如果实在没办法的话，也只能先救老太太了，钱以后咱慢慢赚总会有的。听到贺天南的支持，阿虎当即开口：得嘞，我明天找那家伙说一说。阿南，弟妹，哥谢谢你们俩了。等等，沈幼林突然走了上前。这样吧，阿虎哥，我给你买1半的地，其他的你都别卖了。1亩地我给你250块，5亩是1250，应该足够你撑过这个难关。阿虎愣住了，说不出话。不是，媳妇你又要买地？我本来不好开口买，但见阿虎哥现在被人家勒着价实在难受，所以才想拉他一把。阿虎哥，这的放着肯定会赚钱，而且会在接下来2个月，我买1半地助你度过这个难关，你留着1半，以后多少也能赚一些。弟妹，你这样做，那我得给你磕头啊！严重了，阿虎大哥，不过我得1个星期后才能筹到钱，你得稍微等上一等。没问题，1个星期还是能等的，那就这么决定了。等日子好起来，我一定寻机会报答你们的大恩。别这么说，大家都是朋友，互帮互助啊。离家就几步路了，你自己走回去吧。2天过去，终于到了换药的时间，沈幼林载着贺天南往医院赶去。伤口恢复得很好，这2天切记不要碰水，再过2天把纱布撕了就没事了。医生，我先生这2天还需要吃消炎药不？不用了，你先生个头健硕如熊，不吃也没关系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在付费窗口交完钱后，2人便回家了。刚拐进巷口，便看到一个不速之客提着一个行李箱，正张望来去。太好了，阿南，我刚去供销社找不到你，你同事给我报了一个地址，我找的有些晕，还好在这里碰到你。说着，欧阳梅走了上前，一脸温柔地盯着贺天南看。我今天早上坐车过来的，接下来就要在县城这边住下了。那挺好的。阿南，你帮我找个地方住吧，我刚过来不熟悉这边，以后得靠你才行啊。
不好意思，我家南哥哥受伤了，连路都没法走。什么？阿南你哪儿受伤了？严不严重？不算严重，刚从医院里回来。听到贺天南说受伤不严重，欧阳梅转儿一脸的无奈。那阿南，我可怎么办啊？你走出去，走到松明路的尽头就能看到旅馆，先租一个房间住下。附近吃喝的小馆子不少，解决3餐是绝对没问题。可是，人家不懂这些。切，进去报个姓名，给钱就行。我家南哥哥的腿伤还没好，出个门都得我骑车载他。看来你只能自己过去了。贺天南见他一副护犊子霸道态度，内心暗笑不已。阿梅真是对不住了，你先去前头找旅馆住下吧。那你住这里吧。你住哪儿？我可不可以去看你？贺天南皱了皱眉，想着毕竟是同乡人，又是妹妹的好朋友，实在不好不讲情面。我和媳妇就住在前面那套房子里，有院子围起来的那2套。那我晚些来找你。欧阳梅转身离开，沈幼林撇撇嘴，离家就几步路了，你自己走回去吧。你看你吃醋吃的整张小嘴巴都撅起来了。哼，我就吃醋，你是我丈夫，是我沈幼林的，谁都不能觊觎和惦念。我当然只是你的，轮不到别人也不会有别人啊。真的假的？你别骗我，我很聪明的。自然是真的。欧阳梅我就当她是个同乡，换作是其他人，我就算是受着伤也得去帮忙。我是能不帮就不帮。算你会说话，我们回家吧。到了不时，沈幼林为了快点挣到买地钱，正坐在办公桌前加大马力做文本翻译。贺天南端了碗面过来，见他正埋头苦干的样子，禁不住有些心疼。媳妇，该吃晚饭了。好的，我等会去厨房吃。就在房间吃吧，我知道你今晚铁定得埋头做兼职，干脆帮你端过来了。谢谢南哥哥。这些稿子都是你这2天弄的吗？我记得你上周才刚交过翻译，这才几天的功夫，你就弄出来这么多，可别累坏身体了。沈幼林接过面，笑道：我这2天要加快速度，赶紧凑个3万字出来。上次3万多字赚了600多块，这次只要再翻译3万字，就能攒够买地钱了。可你这2天忙着照顾啊，进度能赶上吗？现在已经翻译1万多字了，我这2天晚上和平时上班空闲的时候都有在做呢。那还差1万多字呢。不怕，后天是周末，我有足够时间的。贺天南明白沈幼林不是随意夸下海口的人，他不想再耽搁他工作，便温柔道：媳妇，面冷了就糊了，快些吃吧，吃完咱再工作。对头。第2天，沈幼林提前来到报社，趁同事们都还没有来，他干脆拿出翻译来做。后来同事们陆陆续续到了，谁都看不出来他做的不是本职工作，他大大方方继续做着。午休的时候，他将昨天就弄好的新栏目内容拿给林主编。小沈啊，这英文我都不懂，我顶多检查一下格式和中文，英文部分还得靠你自己自查一下。你知道因为前几天流星的事，上头把我们拉去开了好几次会。林主编放心，回头我再检查2遍。这我就放心了，咱是新闻报社工作人员，正确性和严谨性最为重要。林主编满意笑了，从口袋掏出2颗糖塞给沈幼林。这是我亲戚出国买的，给我捎了1袋，数量实在不多，只能送你2颗尝尝鲜。主编，您家里还有几个娃？还是留给孩子们吃吧，我都不是小孩了，不吃糖。说啥呢？家里的孩子们都有，我能少了他们吗？你放心拿着吧。见盛情难却，沈幼林只好悄悄收下。谢谢林主编。下午，沈幼林继续拿出翻译的本子，认真做着翻译。他做得很入神，丝毫不知道有人靠近。直到刘星突然咳嗽一声，他抬起头：甄副主任，您有啥事？沈幼林，你大半天捣鼓这个英文本子做什么？怎么，难不成这个跟你的英文栏目有关？甄奇的语气带着探究和怀疑，言下之意再明显不过。他怀疑沈幼林没做好本职工作。是啊，这跟我下一期的英文栏目有关。下一期我打算弄一些日常对话翻译。你这本子是哪里来的？我记得咱报社好像只有字典吧？这是找我同学借的，咱们报社的材料书有些少，我得多寻些途径取材。听后，甄副主任淡淡哦了一声，训人口吻很快又上线了。字典有什么不好的？没字典谁学得了英文啊？你这个栏目本来就小，报社不可能耗费大资源去撑一个小栏目，你自己得懂得灵活运用。是，但我这是借的不用钱，我那同学有不少外籍书，我以后再向他借，保证不浪费资源。灭绝师太听后满意点点头，转身去巡逻其他人了。沈幼林暗自松一口气，幸好报社里只有我一个人懂英文，差点就穿帮了。媳妇，我是碍于同乡的面子，才不得不应付他的，你千万别误会。阿南，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想找你带我去租个店面。你要找什么店面？打算做什么生意？听我哥说，人流量多的地方就行，他要卖一些日用杂货和小电器。你哥他不是在南方做得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要回来？欧阳梅眼神躲闪了一下，扭过头去。他说那边生意难做，想着这边就我一个妹妹，还是回来团聚好些。他也老大不小了，人生大事不能总拖着。
你一个女孩子也不好做主这些，还是等你哥哥回来了再去找吧。不是还有你吗？你帮我找找看，只要你说好，我立马就定下来。我也不懂做生意，怎么好意思给你出主意？那你明天有空吗？明天是星期天，我听阿芳说你星期天都是有休息的，要不你明天先陪我去逛逛看。我媳妇她明天还要忙，1日3餐我都得回来给她做饭。什么？你还得帮你媳妇煮3餐啊？家里的事情不是我媳妇一个人的，没什么帮不帮。你倒是看得挺开，谁家不是女人煮菜做菜的？我媳妇她平常工作忙，我比她有空些我就多做点，难不成餐餐都得她一个人做吗？这是谁规定的呀？欧阳梅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找不到话反驳，她勉强扯了一个笑容。我以后也得找一个你这样的老公才行。呵呵，明天我请你吃饭吧，你带我去找店面租，我请你吃饭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不行，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媳妇明天放假在家做兼职，我3餐都得煮给她吃。那我可以连着她一块请啊。太破费了，你哥赚钱想必也不容易，你就别乱花钱了。你想多了，我哥经常说，凡是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他最不缺的就是钱，才不用替他省着呢。他让我想吃就吃，想花就花，千万不用省着。见欧阳梅一顿吹嘘，贺天南开口道：行了，别吹了，眼看这天就要黑了，你先回旅馆那边去，明天我吃完早餐过去找你。好啊，那人家等你哦，你要早点来，别让我等太久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不过你以后别用这样的语气跟我说话，我很不习惯。回到租房卧室，南哥哥，刚才楼下有客人来吗？我好像听到你跟别人在聊话。欧阳梅又来了，叫我陪她去看看店铺，我打算明天随便应付她一下，带她出去转转。沈幼林点点头，贺天南见他没说话，心一下子提了起来。那个媳妇，我是碍于同乡的面子，才不得不应付她的，你千万别误会。没事，你去吧，我知道了。这2天忙着赚钱，我压根没时间和精力吃素呢。贺天南听后松了口气。琳琳，你现在还剩多少字才翻译完？还没数过，不过这2天2页翻译了不少。我能帮上你什么吗？要不我帮你写中文，可以吗？好啊，我的初稿都已经检查过了，不过正稿得抄下来，你帮我抄吧，好几千字呢。于是两人冲劲十足的开始干活，直至这1夜过去。2天后，弟妹，你这钱凑的可真快，这是地契，你们先看一下，一共是9亩8。好的。幸好有弟妹你帮我这么一把，我才能有机会留下1半的地赚点钱。你拿5亩，我留下4亩8，这一整张地契都归你收着，你写个纸条拿给我就行。阿虎大哥，咱今天是要来交接的，实话说1000多块不是小数目，我知道你信任我，可事情还是不能这样马虎定了。阿虎有些听不懂。弟妹你放心，这地契都让你保管，那地在江边跑不掉的。我阿虎虽然现在穷了点，但绝不是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渣人。沈幼林笑着点点头。这个我知道，不过地契都让我保管，对你来说也不公平，毕竟一张小纸条不是什么正规合同，指不定以后会让你吃亏。之前听阿敏说弟妹是帝都人，文化学历高，懂的事情也多，你既然这么说，肯定有你的道理。我就是一个粗人，什么都不懂，这样吧，你说怎么办我都听你的。沈幼林听到这一句话，暗自放下心来。阿虎大哥，你们这地契上头的印章是居委会发的吗？好像是，听说当时就是大概量了量，然后随便给大家发了个凭证。那咱们明天去你们居委会那边把这个事办了吧，既然能印章，就让他们给你我各印一张，他们肯定有资料备案，以后上头要征地，肯定要经过他们那边的。没问题，我这一阵子经常跑去那边打证明，对那边算是熟悉，居委会也知道我家这些烂事了，应该会帮忙。就算他们暂时弄不来这个也不要紧，我们写一个正式些的合同，请那边的工作人员签字做个证明。这事的起点是你我的朋友信任，只要信任在，以后不管是你还是我，都压根不必担心。都行，你放心，我明天还带你们小2口去我家，然后再带你们去看地，保管你们更信任我。好的好的。阿虎，你坐沙发等下，我现在去做饭，一会咱们一块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阿南，我老娘还在医院，得回家去做个饭带过去给她吃，我得先走了。夫妻俩见阿虎这么说，就没开口挽留了。媳妇，其实写个证明应该就够了吧？阿虎不是都拿地契过来了吗？南哥哥并不是不信任阿虎大哥，只是那张地契印章是居委会给的，并不算正规的地契。万一以后征地的时候由居委会直接处理，可以越过这一小张地契搞事，那咱们就吃大亏了。咱们还得存钱给爸装假肢呢，得谨慎些。你说的对，谨慎些总是好的，咱不害人，但也不能不防着点。真看不出来，我还以为你30来岁了。这天早上，夫妻俩正在厨房吃早餐，不知道怎么的，贺天南眼里带着亮泽的笑意。南哥哥怎么了？一脸春风满面的样子。昨天晚上阿虎跟我一块去码头做扛货，他跟我说这2天江边那片地已经有上头工作人员在丈量，还说是要一整片征用。毕竟过完年就要动工建设，现在都快10月份了，再晚可能来不及了。
那你知道1亩地大概多少钱不？这么快确定价格了吗？大概确定了，上头工作人员已经跟阿虎那边的居委会谈过一遍了。多少啊？400，就这他们居委会居然还嚷嚷着太少，希望能争取多点儿。说句实在的，其实这也算是买卖，讲价是避免不了的，地卖了就没了，他们自然想趁机多要点儿。不过没事，反正咱们是稳赚的，等着就行。阿虎说他这几天都在跑居委会，跟好些人一块争着要高点，都希望能1亩争到500。500一亩地也不算高，江边那片地不多，而且平坦又交通方便的就只有那一片。作为县城未来的发展重点区域，土地的价格只会越来越高。不管是500还是400，媳妇你都稳赚了。毕竟当初沈幼林1亩地购买时是250，如果是500块的话，那便是翻倍赚了。1250块对贺天南这个每月只赚100多块的人来讲，已经算是天文数字了。沈幼林笑着昂起脖子，假得意道：“南哥哥，你媳妇我厉不厉害？”那肯定厉害啊！沈幼林心里一动，凑了过去，一把亲在贺天南的脸颊上。谢谢南哥哥夸奖。那天下午，贺天南下班后如往常一般接沈幼林一同回家，两人有说有笑的回到出租屋。刚走到房间门口时，后边传来开门声。阿南，意外不？我和哥哥都搬进来了，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。贺天南和沈幼林瞬间愣住了。你带我去找的那3家店面都很不错，只是我都不知道怎么挑，只好打电话问我哥做决定。我哥让我先找个地方住下来，再好好考虑。我想着得离你近点，好巧不巧，你隔壁正好在招租。哦，我确定下来后本来要告诉你的，可你不在，我就想等我搬进来后再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惊喜不？哦。不过这个惊喜有点慢，我刚把行李搬进来就接到我哥的电话，让我去南方盐城找他，帮忙拿点东西。等到下午睡了一个懒觉后，我就在房里头等着，听到你回来，立刻逃出来给你个大惊喜。你哥也过来了？对，我哥打算明天带上我一起去看店，挑了地点后就开始做生意。那挺好的。阿南，咱们是邻居了，今天你不得请我一顿欢迎宴啊？不好意思，阿梅，今天买的菜不多，不够弄什么欢迎宴席。有什么就做什么，咱们都这么熟了，我怎么会计较这些呢？收请宴席只是跟你开玩笑了。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这么厚脸皮的人？此时厨房里的沈幼林听到外面的对话，嘀咕道：“本来想着以后赚了钱就将这里买下来，现在看来这个计划非取消不可了。”那天傍晚，贺天南做了3个菜，请欧阳梅吃了一顿，他很聒噪，一餐饭说个不停。吃饱后，贺天南匆匆出去打短工了。沈幼林一边打扫厨房，一边看着灶头上的煮水锅。欧阳梅厚着脸皮站着，嘴里嘀咕：“阿南白天要干活，晚上还得去打工，真的太辛苦了。”沈幼林充耳不闻，继续干着他的事。欧阳梅见状，撇了撇嘴，语气不怎么好：“我发现你一点也不关心阿南，也不懂得心疼他。他是我的爱人，我怎么可能不关心他？他这么辛苦，我当然心疼。那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呵，我们是夫妻，关上门要怎么关心怎么心疼，是我们自己的事，外人又怎么可能知道？那好像也有点道理。对了，你今年几岁了？我听小姑子喊你姐姐，你应该年纪不小了吧？”听到沈幼林那句年纪不小，他的心直觉像被刺了一阵，立刻反驳起来：“哪里？我明明比你还小，我才19岁而已，过了年才20。你年纪居然比我还小啊？真看不出来，我还以为你30来岁了，看起来你比南哥哥还要大呢。”你滚走了。再见。沈幼林摆了摆手，吹着口哨继续扫地。还是这样的亲亲好啊。3个小时过去，贺天南做完短工回家后，和沈幼林坐在客厅的沙发，正开心聊着天。突然，外头传来敲门声。刚好路过这边，顺便过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不会打扰吧？怎么会是打扰？阿虎，你带什么好消息来了？是这样的，我们居委会已经跟上头的工作人员交涉好了，定了1亩地550块，你们过2天得拿着地契跟我一块过去签字，听说交上证签个字就完事了，回头坐等发钱就成。阿虎大哥，效率咋这么快啊？听说江边那块过了年就要开工建场地了，厂商巴不得能快呢，居委会说了最晚半个月就能拿到钱，让我们赶紧把名字签过去。上头工作人员也说了越快越好，钱什么的都会来了，地契统一收集好就能发钱下来。550块1亩地，那1亩地便是赚了300块，那我岂不是足足赚了1500块？发了发了！沈幼林和贺天南对视一眼，禁不住开心笑了。老婆奴怎么了？我就喜欢站着他宠着他。贺天芳瞒着父母来到县城投奔欧阳梅，贺天南知道后大发怒火：我们家暂时还不需要你赚钱来养，家里有我和你嫂子，我们会撑起这个家。合作社的学徒工只是2年而已，只要时间一到，人家就会给你转正，到时候你就有稳定的工资，以后退休还能有收入。
哥，你想那么远做什么？谁会一辈子做一份工作啊？我才不要，我也没耐心。哥，你一点都不了解我，你不知道什么是合作社得做2年免费的学徒工，2年我都能赚好多钱了。你只工作了2-3个月你就没耐心了，那你以后如何能去做其他事？那是因为合作社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不喜欢，而且我不喜欢村里，我早就想来县城看看了，要不是你总是拦着我，早就来了。你吵什么吵？我不让你来县城，自然有你不能来的道理。贺天芳听哥哥这么说，心头的火气更旺了。你凭什么管我？以前我小不能来也就算了，现在我过完年都快17岁了，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反正爸妈都已经同意了。嫂子才过门1天你就带她来县城，凭什么我求你那么多回，你连1次都不让我跟着？你只会耳根子软，什么都听你老婆的。你瞧瞧你是怎么说话的，整天鼻孔朝天，说话跟没脑子一样。你刚才说什么？爸妈都同意你来县城了，为什么我不知道？贺天芳眼神躲闪，扭过脑袋回道：对，他们都已经同意了。梅姐姐的家电商场再过几天就要营业了，我要在她的店里帮忙。她还答应我说1个月要给我很高的工资，120块以上，年底还有什么奖金。你不要朝3暮4，合作社的工作零零散散，还做不到3-4个月，就想要换工作，实在不像话。反正我都已经决定了，你别管我。贺天南正想要破口大骂，突然想起沈幼林出门前的叮嘱，火气便压住了些。你什么时候到的？中午前1点到，行李都在梅姐姐的房间里。你去把行李取过来，我这边还有一个小房间，今晚你先住下。什么先住下？你和嫂子2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们倒是挺会享受的，1个月40块还不包括水电。我不管，我以后都要住在这里。我明天一早就打电话找爸问清楚，你如果骗我或是爸妈本来不同意，那我立刻撵你回家。贺天芳听罢，吓得身体哆嗦了几下，不敢再开口。南哥哥，家里的菜够吗？要不要我再出去看看市场那边买点？足够了，我买了一些鸡蛋，一会儿炒几个鸡蛋，还有你昨天买的肉，加上1盘素菜，肯定够吃。阿芳的事你不要跟他吵得太过了，明天问过爸妈再做决定。如果他真要留在县城，那平时得看紧点儿。我明天一早就去打电话。这时贺天芳大步走进来，小姑子你来了。嫂子，你倒是会使唤我哥啊！我家娶你来可不是让你来当大小姐，由着我哥服侍你的。你瞧，你连饭都得我哥做，你好意思吃啊？你嫂子她平日工作和兼职已经够忙了，你哥我帮着做点饭怎么了？哥你就理由多，你什么都站着他那边，小心以后当老婆奴。老婆奴怎么了？我就喜欢站着他宠着他，我喜欢当老婆奴，关你什么事？贺天芳一时愣住，他从未想过一向沉默寡言、冷硬着脸的哥哥，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。阿芳，你仔细想想你说话的样子和口气，还有你那些自以为是的话，你觉得你礼貌吗？我不住你们这边了。为什么？屋子里还有一个小房间，够你1个人睡的。我不要，人家梅姐姐那边房间多，家具也多，哪像你们这边空荡荡的。梅姐姐胆子小，让我以后陪她住一个房间。缺什么东西你就说，我出去买给你。不用了，我平日在你们这边吃饭就行。沈幼林心里暗自不悦，欧阳梅这小妮子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见我和南哥哥无缝隙可钻，竟然找来小姑子给我作妖。吃过晚饭后，夫妻俩回到卧室里。媳妇，我妹子她是一个有口无心的人，你别往心里头去，都怪我爸妈平时把她给宠坏了。我没往心里头去，你每次都帮着我，我心里头知道她跟我是一家人，年纪又小，我从没跟她计较过什么。那就好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她总乱说话的。你如果不高兴也别藏心里，有什么都要告诉我。不过她跟咱们是一家人，跟欧阳梅却不是，所以你懂的。贺天南微愣了一下，很快理解沈幼林话中暗藏的意思。我懂的，你放心。日子匆匆过了几天，一个周末的下午，阿虎来到租房找沈幼林。弟妹，我是来带你去取征地钱的，我那份早上已经拿了，有个2600多点。恭喜阿虎大哥了。如果不是弟妹你慷慨解囊，我那地早就被迫低价卖了。现在老娘身子好了，我还能得个2000块，真是不胜感激啊！客气了阿虎大哥，毕竟我也从中赚了点。话完，沈幼林想起什么，继续开口说道：我先生他刚刚开车出门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，要不我们明天再去取钱吧？没事，我载你去9城。前几天我领了工资，重新买了一辆新自行车，弟妹有钱领当然要快点啊！居委会那边早上排满了人，现在人已经少了。弟妹，你明天还得上班吧？要是请假就不值当了。沈幼林思考了一会，觉得也有道理。那会不会太麻烦阿虎大哥你了？如果太麻烦，我们明天再去也行。不麻烦不麻烦，我今天没什么事做，闲着呢，走吧。那谢谢阿虎大哥了。说着，两人便动身前往居委会。只是这一幕被房间里的贺天芳看见了。你们以后要是敢再胡说八道我一句，我立刻找人告你们。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，
我有话跟你说。下午我亲眼看到一个男的来找嫂子，在门口聊了好一会儿，然后就载着嫂子走了。嫂子忒不要脸了，趁着你不在，居然敢跟其他男人勾三搭四。此时，沈幼林刚从居委会取钱回来，听到里边小姑子的声音，脸上笑意渐渐敛住了。这个小姑子真是唯恐天下不乱。他想要立马开门进去，但内心又禁不住有些好奇，倒要听听南哥哥会怎么回答。阿南，你怎么不说话？这事是阿芳亲眼所见，你工作忙早出晚归的，有些事可能知道的不怎么清楚。以后啊，你还是盯紧点吧。奇怪的是，贺天南一直没有开口，小姑子忍不住了。哥，你怎么不吭声啊？他什么都要你做，要你服侍，别以为他会赚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指不定那钱都是不明不白的肮脏钱。你还敢哭？你真是什么话都敢乱说！你嫂子是什么人，我做丈夫的最清楚不过。那人来到家门口，那肯定是他的朋友或我的朋友，朋友们交往来去被你传的暧昧不清。我这次删你是给你长一个教训。贺天芳抽抽的搭着，不敢开口。从今日起，你要是敢在我面前再说你嫂子的一句不是，我就删你一回。我告诉你，这出租屋是你嫂子出钱租的，你吃她的住她的，还敢凭空污蔑她？你怎么知道我是污蔑？那男人都找上门了。给我闭嘴！贺天南气得脸色铁青，举手又要扇他。南哥哥，沈幼林走了进来，贺天南见他回来了，将手搁下。媳妇，你没听到什么吧？他们都是在胡说八道，无凭无据，你们怎么可以乱说话，污蔑我的声誉？沈幼林，你还狡辩？我亲眼看到一个男的骑着自行车载你出去，这样就是有问题。我如果跟别人有猫腻，我是傻的才会将人往自己家里带吧？来我家门口接我，还将我送回来，难不成就不怕你哥知道？你们两颗长点脑子吧。媳妇，你不用解释，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？我知道你相信我，但有些人不信啊。我还是说仔细些，免得某些人又吵又闹，折腾得我心里难受。贺天南听罢，冷冷瞪了自家妹妹一眼。这个惹祸精，害爸妈担心不说，还惹得媳妇这么生气。阿虎兄弟好心载我去居委会领钱，这么件小事被你们胡说八道成这样，你们知道恶意诽谤他人清誉是要受法律制裁的吗？你们懂吗？我有权利去告你们诽谤。阿芳，我一直当你是自家人，所以你说什么我都尽量忍着，可你这次太过分了。你们以后要是敢再胡说八道我一句，我立刻找人告你们。听到沈幼林的话，欧阳梅和贺天芳吓得脸色苍白。媳妇，你别气了，免得气坏身子。过2天我就将他送回贺家村去。看着眼前的暖汉子，沈幼林只好忍下继续发飙的冲动。不过他实在没心思再站在这面对这两人，便打算回卧室。媳妇，你去哪里？我有点累了，先回房间躺一会，回头我们再聊。媳妇，我去煮一碗面给你吃好不好？煮个面条再加点瘦肉，你肯定会喜欢。等一会先吧，我还有话跟你说。你说我听着。我们手头上攒有3000多块钱了，这应该够爸爸装一只了。我之前查过一些资料，省城那边假肢手术费大约是1000块多一些，加上来回车费、住宿费，这3000应该足够用了。贺天南本以为他是要跟自己抱怨自家妹妹几句，没想到他竟是说起爸爸的病情来。我身边还存了几百块，到时凑着一块用，只是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等我有空先打个电话给那边的医院问问，然后再去告诉爸爸安排行程吧。我陪爸爸去就成，你的单位比较正规，请假比我难，另外路途遥远，你陪着出门我不放心。不急，等咨询好了再做打算。家里人的健康和身体比工作重要，咱们工作是为了家里过得更好。听完沈幼林的话，贺天南感动不已。接下来的半个月内，为了筹备出发省城的计划，沈幼林日赶夜赶，终于将报社接下来3周的英语栏目提前做好。这天，他来到办公室跟刘主任请假。萧神啊，有事吗？主任果真是料事如神，我确实是找您有事。刘主任听罢，呵呵笑了。怎么，有什么事要我帮忙？主任，其实我是想来跟您请一个长假。我公公他身体不好，常年受病痛折磨，我和爱人商量后，打算要带他去省城第一医院看医生，估算一下检查加手术时间，约莫要半个多月，所以……刘主任有些为难，想了想说道：萧神啊，为人子弟孝顺老人是必须的，你对家公有这样的孝心，我也很赞许。百善孝为先，这样的假期不批的话，反而显得我不通人情。话完，刘主任顿了顿。只是你也知道，咱们报社就你一个人负责英文栏目，你这几周不在，这个栏目该怎么办才好？我临时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人来顶替啊。主任您放心，我知道咱们报社的情况。您看，这些是我前半个月挤时间熬夜弄出来的下面几期栏目新稿，我怕回来的时间不确定，一连做了好几期，足够应付接下来的3周。您放心，我没有马虎应付。昨天我又检查了2遍，已经确定无误。回头我让林主编再帮我过眼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很好，这样工作就不会耽误了。我立刻给你批假。至于工资和奖金什么的，主任您该扣就扣，按照咱们报社的规定扣。你工作都提前完成了，还扣你什么？
咱们报社是正规的单位，每一个员工都有请假和放假的权利，每一个人都有家庭，家里有老有小，偶尔难免会有一些事。我是过来人，我了解的，扣一点全勤奖金就成，其他还是如常。谢谢主任。照顾好老人的同时，记得也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回来就给我整病倒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主任关心。时间来到出发去省城这一天，夫妻俩带着老两口到公交站等车。咱爸咱妈这边离车站太远，我们得坐公车去，大概15分钟就能到。公车是什么车啊？妈，公车就是一种载多人的大车，它绕着城区走固定路线，到了站点就会停车。一般站点都是些大地方，像汽车总站啊、县城办公大楼之类的。原来是这样，那感情好啊，我和你爸都没有坐过呢。没事的，以后条件好了，把你和爸接过来这边住，你就能经常坐车出去玩了。哈哈，儿媳妇可孝顺了。他们在路口公车站等了10来分钟，终于等来了公车。一路旅程至晚上7点，4人来到省城医院附近一家旅馆。南哥哥，上次我咨询了医院的服务人员，他跟我介绍了一位很有名气的骨科医生，我先去医院问一下他明天看不看诊。我陪你一起过去吧。不用了，你先带爸妈上去安置好行李，医院就在附近，里头人来人往的，不必担心我。话完，沈幼林转身离开。阿南，琳琳她一个人能行不？没事的妈，琳琳她自小在帝都长大，那边比这里更繁华更多人，她说没问题就会没问题的。另一边，沈幼林来到省城医院前台处。姐，请问一下那位很有名的沈主任在不？他明天早上上班吗？我想让他看看我的公公。原来是慕名而来的，沈主任他今晚值班，明天没看诊，后天下午如果没手术安排的话，应该会安排看诊。姐，如果他有手术安排的话，那该不会得当好几天吧？很正常，沈主任可忙着呢，他一周一般只看诊半天或1天，接下来肯定得很忙，没办法，病人实在是多。谢谢啊，他是值班医生，这时候有病人的话，他肯定得帮忙看，就算不是他，应该也会有其他医生帮忙的。沈幼林想了想，赶紧往医院大门走去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爸说胳膊酸痛，我拿热水袋给他敷呢。琳琳，你怎么来了？爸，你是不是坐车的时候颠簸到了？很痛吗？咱们立刻去看医生。不痛不痛，明天再去吧。你爸他的胳膊不能动太多，不然就会痛。坐车哪有不颠簸的？当到车站的时候他就开始痛了。贺父瞪了一眼贺母，暗示他不要说太多，免得儿子和儿媳担心。刘英赶紧住了口。我刚才去医院看了，那位医术最好的沈主任今晚值班，他明天没有排班。如果他后天有手术安排的话，他也不会看诊。这样一拖再拖，可能咱们得在这里干等好几天。这样的住旅馆什么的，可太贵了。就是啊，为了省点钱，咱们得现在就过去。对，像一些急诊的病人突然很难受什么的，值班医生就会立刻来负责。咱爸现在伤口难受，千万别忍着，趁这机会过去看。经过夫妻俩的轮流劝导，贺父点了点头，同意前去。护士小姐，我公公的胳膊痛得不行，麻烦请医生过来看看。护士连忙走出来，见贺父的胳膊上异常红肿，立刻重视起来。这不是普通病人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沈主任的值班室。医生，我们这次是特意过来医院给我公公看这条胳膊的。我们住在荣城那边，赶了1天的车过来，路上受了颠簸，导致公公胳膊疼得很，麻烦您快帮他看看。这条胳膊要处理起来不简单了，你们先去登记一下病人资料，然后先去后面做一些拍片检查，等我看了再说。不过你这伤口发炎的有些厉害，先弄些消炎的，不然太难挨了。贺天南连忙出去登记资料，接着贺父开口问道：医生，痛点没关系，我能挨得住。我想问问，我媳妇希望我能接个一支，这可能不？一旁的沈幼林和刘英都紧张了起来。沈主任略一思索后回答：你这个情况应该能，等检查结果出来我再确定一下，因为你这胳膊萎缩的不成样子了，会有些复杂。医生，能的，对不对？沈主任说的刘英听不懂，但她不想看到相守几10年的丈夫再受那胳膊疼痛折磨。拖太多年了，我得看看检查结果，不敢轻易下结论。我们也不想拖的，只是当年家里穷的揭不开锅，孩子都还小。他说养孩子要紧，不能把钱都花在他身上。沈主任是见惯风雨的人，他只是淡淡点了点头。如果能装上一支，病人又还只是50多岁，应该还能有一些劳动能力的，至少日常生活没问题，只是费用有些高。我们钱够的，如果能做手术装一支，那请医生您尽快安排，加上一些护养和药物，大概要接近2000块。没问题，你们安排就成，只要爸爸别再受疼痛折磨就行，钱花了努力去赚就得了。阿伯，你这女儿倒是孝顺得很。哈哈，她是我们的儿媳妇。不错啊，年轻人会孝顺长者是好事。夜里病人不多，值班的主任比较有空，他询问起了贺父是如何受伤的。贺父一顿回忆，和沈主任徐徐道来。
沈主任想不到贺父是救人英雄，很为他舍己为人的事迹感动。荣城那边的医疗不怎么好，20多年前出的事，如果没及时输血和施救，你可能都活不了。接一支的技术现在也才刚开始走向成熟，你来算是来对了。那就劳烦医生多多帮忙了。对了，当年你救的人有没有补偿你什么？那个化肥厂肯定得赔偿你才对。出事后那家化肥厂就倒闭了，我救的人正是我儿媳妇的爸爸，他拿出全副家当给我做医疗费，后来回帝都后也寄了好几回钱给我，现在我们还成了亲家。这样啊，真是好人有好报嘛，挺好的，挺好的。这时，去缴费登记的贺天南回来了。琳琳可以带爸过去检查了。很快，初步检查结果出来了。等明天技术人员上班再拍几张骨头照。幸运的是，你这胳膊里头的碎骨头不多，只是当年没法做手术接上骨头，不然胳膊不用费这么多年。医生，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先办住院手续，明天先进行身体各项检查，后天早上我上班，我看了骨头照后再做决定。于是那天晚上，贺父便在医院里的病房住下了。第二天，沈幼林早早的先来到医院。小沈，那边有人找你。琳琳，原来是沈幼林的爸妈过来了，他瞬间泪流满面。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瞧你，这才大半年没见，怎么就哭了？是啊，都嫁人了，怎么还爱哭鼻子啊？瞧着似乎还胖了，还得是咱们姑爷厉害啊！爸妈，我好想好想你们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你想我们，别哭了。都嫁人了，指不定快当妈了，还这么哭哭啼啼，跟一个小孩子似的，羞不羞？羞不羞？不羞，我在大在老，都是你们的女儿，是你们的小孩子。只不过大半年而已，爸爸怎么突然觉得你长大了？以前你在家里瘦得很，还是阿南厉害，将你养的小脸上有一点肉，看起来更好看，更漂亮了。都怪南哥哥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我每次都吃太饱撑着了。哟，还是阿南下的厨啊？沈幼林点点头，不好意思道：“都是他煮的，碗筷也都是他刷的。”那可不行啊，你这样可太不贤惠了。爸爸要去警告阿南，可不能太宠着你。女孩子家不帮忙做家务会招人嫌的。南哥哥才不会嫌弃我呢，我也有偶尔帮一点啊。不过他怕我手受伤，总是什么都包办了。再者说你女儿煮的饭很难吃，所以你啊你。沈爸爸和妈妈都笑了。这时贺天南从后侧走过来，略显惊讶：“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太好了！”阿南，很好很好，你的气色比半年前好多了，人也更壮实了。爸说笑了，这都是琳琳的功劳。哈哈，你不用替他说话了，他刚才已经交代完了，说都是你在煮饭，他只负责吃，还怪你煮的好吃，所以他才吃胖的。不错，确实比之前更俊了。阿南，你不能太瘦，现在这样刚刚好。好的，我记住了。对了，你爸爸呢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快带我们去见见他。在里边第1间病房，我带你们过去。沈爸爸和贺父多年没见面，刚刚看到彼此时都红了眼睛，饱含热泪。昨晚我听琳琳说你要装一只，我高兴得很啊，老兄弟，你不知道，这些年来每天气不好，我晚上都会辗转反侧睡不着，想着天气不好，你的胳膊肯定会酸痛起来，担心记挂着你。没事了，都已经没事了，会好起来的。化肥厂倒闭，我那段日子到处辗转奔波，给你寄了2回钱，后来就没了你的消息，路途遥远，写信还没个地址，我很是惭愧。这哪能怪得了你？我们后来搬回贺家村去了，那边大多数人都不识字，邮递员大半个月也没往那边经过，真的怪不了你。实不相瞒，回去帝都的前一段日子，我真的挺难熬的。我借了点钱投资做生意，我啊，本来不是做这个行业的，撑得很辛苦，直到2年后情况才稍稍好转。日子慢慢好起来后，我们试着联络过你们，可惜大胡同口没有人回信。我们那边确实不好找，不过我们没怪过你们，所以你们不必总内疚，这样不好。话不能这么说，我们终究亏欠你们太多了。咋说这样的话？你们能把这么优秀的女儿嫁给我家做儿媳，让她在我家吃苦，我才觉得亏欠呢。沈爸爸听到贺父提起女儿，总算露出一丝欣慰的表情。这是他应该的，他要是做的不对，你们就多费心教一下，不能太骄纵了他。哪里，琳琳可好着呢。然后4人开心笑了起来。沈幼林终于等到插话的机会。爸妈，你们远途过来肯定都饿了，我先带你们去旅馆歇脚吧。于是沈幼林便带着爸妈去了旅馆。琳琳，你公公是不是做完手术就可以装上了一只啊？不是的，医生说的先切除，等伤口好了再装上一只。那一只以后能拆下来吗？听沈主任说他们现在只有2种一只，一种1000块多点，另一种要3000左右，3000的能拆下来，而且更柔软更自如，更适合公公的胳膊。这样那就选3000的，身体是大事，千万不能为了省钱贪便宜弄一些不合适的。我和南哥哥商量过了，我们也觉得要用3000的，只是公公和婆婆都不肯，他们觉得太贵了。
琳琳别担心，这钱爸爸来出就行。不用了，我和南哥哥带来的钱勉强够，我们打算偷偷瞒着老人家，等装上了再告诉他，免得他不配合。不用你们出，天海的手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，于情于理都得我来出。你们的钱就留着给老人家后期调养身体吧。爸，你女儿我现在也会自己赚钱了，而且我还赚的不少呢。切，你能赚的比我多吗？爸爸的厂子去年净利润是好几十万，今年还会更多呢，你比得了我吗？妈，你看爸爸的得意模样，太过分了。我刚毕业半年多而已，他都闯荡多少年了，这能比吗？太不公平了。太久没看到女儿的撒娇模样，沈爸爸和妈妈都哈哈笑了。沈幼琳一副不甘心的样子。爸，你等着，我敢保证我30岁的时候，肯定比你赚得多。诱惑，吹牛吧！你爸我30岁的时候，都还只是一个月领20块工资的小技术员呢。沈妈妈笑盈盈盯着他看，转而看向女儿。怎样？有没有信心在你30岁的时候超过你爸啊？哼，有信心，肯定能。沈爸爸妈妈又笑了起来，笑完后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。琳琳，回头你跟阿南说一声，说这事我很坚持，你们都别跟我抢。一来我经济条件还可以，二来你们就当是体谅我，让我心里的那就少一些。行，我一会跟南哥哥说，我倒是都可以，反正老爸你这么有钱。一山还有一山高，你爸我不算有钱，你要自己好好努力，带着阿南一块赚大钱。等你30岁了，我和你妈还要验证一下你今天的话。没问题。你也别太累着自己，接下来你还要养儿育女，还要孝敬公婆和辅助阿南，别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你爸他也是跟你半开玩笑的。妈你放心，我尽力做好，人生但求无悔，年轻时候拼搏点，总比以后老了才发现这一生碌碌无为好啊。嫁出去半年多，懂事多了，看事情也通透了，这是好事。琳琳啊，我和你妈就你一个女儿，自然都要把最好的留给你。你在这边要是有什么难处，记得随时跟爸妈说，别强撑着，懂不？我懂的，谢谢爸爸。你看他们连自己最宝贵的掌上明珠都给你了，你觉得还差这几千块吗？下午时段，大家聚一块，热闹的聊个不停。这里是医院，不能大声喧哗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会注意的。亲人相聚难免话会多一些。贺先生，你得随我们去做手术准备了。好好好。别人家做手术前都是紧张的很，你们家倒是挺特别的，说说笑笑像家庭聚会似的。众人闻言都笑了。手术肯定会成功，我们是提前高兴来着。你们可以跟着来，不过只能在外面门口等候。还有1、2个人来就成，不用这么多人。接着他领着贺福往前走了，贺天南和沈幼琳连忙跟前，剩下3人不自觉也紧张起来，也追前去。主治医生你们都认得吧？省级第1医院的医生，医术应该是很不错的。爸您放心，琳琳说那医生是这边骨科最权威，医术也公认最好的一位，是主任医生。是的，沈主任大概40来岁，一看就是经验丰富的样子。听说他还曾出国学习过几回，可能下个月又要出国了。人家也姓沈啊，这倒是挺巧的。你们说会不会得很久啊？听护士说的好几个小时呢。不用的，主任说了，咱爸的这个情况不难处理，顶多3、4个小时就行了。听完儿子的话后，刘英扯出一个微笑，点了点头。这时前方走来2、3个人，为首的正是沈主任，身后的2个貌似是他带的学生。沈主任来了，众人都先后看过去。芝兰，吴哥，竟然是吴哥。沈主任快步走了过来，沈爸爸也走了上前。老哥，咱都快16年没见了吧？太意外了。是啊，当年你说要出国，我还特意去送你呢。你什么时候回国的？听组里的堂兄弟们说你南下了，想不到你来了这边的省城。我出国念完研究生后，刚回国就被直接分配到这边，每天都忙得很，好些年都没回老家过年了。老哥，你和嫂子、侄女都还好吧？好着呢，你出国不久后我就下海经商了，这些年还可以。你嫂子主内，我在外赚钱。琳琳今年也大学毕业了，刚嫁来这边不久。我知道，我听大堂兄说你赚了大钱，当了大老板，厂子办的老大，以后我得喊你吴哥大老板了。哈哈，想叫什么都行。老婆，你快看看，这是芝兰啊。芝兰，好些年不见了啊。嫂子好久不见，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可亲悠悠。都老了，转眼10几载，我们都是半百老人了。沈幼琳脚步迟疑，凑了上前。我们都姓沈，起初还以为是有缘，想不到咱们还是本家人呢。沈主任惊喜盯着他看，笑道：原来你是当年的小玲玲，怪不得总觉得你的眉眼有些熟悉。当年我离开帝都的时候，你也才4、5岁，咱们都是沈家子弟。你爸爸是我的从兄，我们老家都在一块，小时候一块玩着长大的。来叔叔，幸好没跟你闹什么矛盾，不然就真应了那句话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自家人不识自家人。花花，吴哥玲玲这丫头聪明伶俐，小年纪看事情很是通透。
刚才听说主刀医师是你，里头的老兄是我亲家，我女儿的公公，你得多看顾着点啊。那晚玲玲说什么？她公公是为了救她爸爸胳膊才会重伤的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沈爸爸连忙长话短说解释道。当年是这么一回事，后来两家人搬离失去联络，直到今年夏天才联系上。老弟，这胳膊你得好好帮忙啊。哥你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沈主任说完话走进了手术室。真是出门遇贵人，他是我们老家的一个本族兄弟，以前常聚一块呢。他打小就喜欢学医，医术向来很好，有他的保证，咱们可以放心了。太有缘了，这是好事，大好事啊！经过3个多小时，手术终于结束了。大家可以放下心了，手术非常成功。众人听到后，表情放松了下来。芝兰啊，麻烦你给交代下去，给安排最好的病房，其他药啊什么的都安排最好的。还有之前说那个一支要3000那种，这事我做主就成。没问题，我听吴哥大老板吩咐。去，赶紧换衣服，请老哥喝酒去。走走走，不醉不归，非酣醉淋漓一场不可。来到贺父的病房，贺天南往床上仍在昏睡的父亲看去，转身对沈幼林低声道：沈主任和你爸妈都去吃午饭了，我先回旅馆给阿敏打个电话，然后打饭过来，我们和妈一块在这里吃。沈幼林一听就猜到贺天南这是要向陈明偷偷借钱的意思，连忙开口：南哥哥，你别去借钱了。接着他把早上自家老爸说的话转述给他听。贺天南面露难色：我理解岳父是一片热心，但这毕竟是一大笔钱，不好都让他付了，咱们目前还是够的，我去借多一点充裕些就成。南哥哥你就听他的吧，这些年我爸一直愧疚不已，心里一直挂念咱爸的胳膊。以前他是没钱，当时医术也比不得现在先进，所以才不得已放弃。他这些年赚了不少钱，希望咱们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花钱帮你爸医好胳膊，免得他一直愧疚。贺天南听罢，仍是觉得不好。要不我出一半，岳丈出一半吧。不好，我爸妈就我一个女儿，他们的钱以后都归我们继承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就不要再计较谁多谁少了。你看他们连自己最宝贵的掌上明珠都给你了，你觉得还差这几千块吗？沈幼林一番劝阻后，贺天南抿嘴低笑点点头。那便听岳丈的吧，既然他们把最宝贵的女儿给了我，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他们，当成我自家父母般孝顺他们。这是你说的，要说到做到哦，我等着检验呢。阿南家真好啊，现在一家子都住县城了，真羡慕。因为麻药的关系，贺府一直昏睡着，到了下午6点多才醒。他爹是不是很疼啊？我睡着了，一点都不觉得疼，只听见医生说什么麻醉，然后再醒来就看到你们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爸，你又不问，我出去买点东西回来给你填填胃。爸还不饿，只是头还有些晕，爸再睡一会吧。然后贺府又睡下了。傍晚时分，沈爸爸和妈妈从外面回来。阿南，你爸爸他怎么样了？他前面醒过来一会又睡下了，应该是没什么大碍。芝兰说处理得很好，以后带假肢会方便很多。他做这一行好多年了，值得信赖。我记得芝兰叔叔的孩子跟我差不多年纪，他们都在这边吗？对，他们比你小1、2岁而已。2个孩子现在都出国留学了。他们学什么专业的？也都跟芝兰叔一样学医吗？不是，他们一个学艺术，一个学商务。我还以为要子承父业呢，原来不是啊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你芝兰叔叔让他们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，能养活自己就好。对了，他学商务的大儿子沈恒快毕业了，打算要回帝都去发展呢。哇，太好了，爸，你要跟恒弟弟说，以后跟我一起混外贸市场，反正我们都懂得英文。你别想的那么简单，这可不是懂几个英文就能做得了的。你得先好好沉淀2年，等时机到了，市场开了，看准投资项目才能做成买卖。知道了，老爸，外贸市场可是未来最大的一块蛋糕，肯定很好吃，您老要记得预我一份啊。呵呵，琳琳你倒是精得很啊。转眼几天过去，贺父装上了一只，并在沈主任的指导下，慢慢习惯了一动一只拿东西。当沈爸爸看到那一幕后，他忍不住泪目了。好，老兄，你终于装上一只了，我总算可以放下心了。之后便到了离别的日子。爸妈，那么快回去了吗？是啊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你公公今天也可以出院了，也没我们什么事了。而且我离开厂子也有些日子了，也该回去看看了。可是琳琳，想我们的话，有空你就多打点电话给我们，打多少都不要紧。还有，等过年放假了，你们就带着公公婆婆一块去帝都看我们。沈幼林明白分别是无法避免的事情，他只能无奈说道：知道了，那你们回去路上注意安全。那天晚上，沈幼林辗转反侧，一直睡不着。媳妇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你接着睡吧。是不是舍不得岳父和岳母啊？日子就像是一晃而过，一转眼他们又离开我了。别担心，日后闲暇时光我会陪你去看他们的。我还想着等他们年纪大些，我们就把他们接过来住一块，
或者是我们搬过去陪着他们，到时我爸妈和你爸妈4人还能凑成一桌麻将呢。听完贺天南的话，沈幼林忍不住想象那其乐融融的场景，开心笑了。于是贺天南继续说道：等我们赚了钱就建个大房子，然后2家人凑成一个大家庭，到时你就能天天见到你爸妈，我也能天天看到我爸妈，老人家们还可以在院子里弄个花园菜园，种菜种花什么的。听着听着，沈幼林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次日，贺家4人回到了荣城租房，贺福很是开心。明年开春我肯定能下地了，过2天回村里，咱得买一些好吃的糖果带回去，让乡亲们一起吃点甜的，跟他们说这个好消息。爸妈，你们别急着回去啊，现在是冬天，家里也没有农活需要干，回去家里了也就你们2人，孤零零的，还是等到过年再回去吧。不好啊，你们有你们的小日子，我们留下始终不合适。你爸说的对，而且我们住乡下习惯了，还是回去比较好。爸爸的身体现在还比较虚，得配合着吃药才行，而且志来叔开给爸爸的药膳每天都得煮，这些材料乡下很难买全。是啊，反正回去你们也闲着，不如留下来帮我们看看家，打扫下卫生，这样我们出去工作也放心。手术的事明天我回村里一趟跟大家说就行了。就这么点地方，对你们来说打扫不难的。接下来我和琳琳上下班都要忙了，晚上我们还有兼职要做，你们就当时留下帮我们减轻下负担吧。是啊，我们平时忙得没空打扫，爸妈你们就留下来帮帮忙吧。见儿子和儿媳妇都这么坚持，2位老人最后只好同意。第2天，贺天南回到了村里，街坊邻居瞧见他，以为是他们一家子回来了，都过来叙旧。装一只了，那是什么东东？跟真的很像。天啊，那肯定老贵了吧？太好了，贺叔以后又能干很多活了。贺天南微笑着解释：这一只就是假肢，装上后我爸就跟重新长出了个手一样，行动方便多了。对了，这是媳妇让我给大伙带的糖果，我爸妈要留在城里过冬，这一阵子就劳烦大家多帮我们看顾一下院子了。嫂子真是太客气了。没问题，大家都邻居这么多年了，小事一桩。阿南家真好啊，现在一家子都住县城了，真羡慕。这时，村长从后边走了过来，见这么多人围着贺天南，便问道：咋回事啊？都堵在这里做什么？乡亲们连忙七嘴八舌跟他说起阿南家的喜事。村长听后笑呵呵道：居然还有进口胳膊这东西，神了，这是好事啊！话完，他似乎想起什么。行了，你们都别堵在这了，都散了吧。阿南，有一件事我要跟你说一说，不过你别急着高兴，因为这事镇上还没定下来呢。村长，什么事啊？半个月前镇上来了领导，说咱们村口那条省道下来的那一片地可能要弄什么开发，好像是有什么招商投资，要弄100来亩做厂房。你们家在村口不是还有20来亩荒地吗？那边是有个20亩左右的地，是我爷爷当年开垦出来的。如果这是确定下来搞开发的话，估计这次你们能赚一把了。听说县城江边的荒地都能1亩卖好几百，咱这边比不得那边，但1亩就算弄个200，那也是好多钱。贺天南忍不住想起之前想要卖地，却被新婚小娇妻拦下的情形。如果当时我真把荒地卖了，那我现在就是个大冤种了。等上头确定下来要征地的事，到时候我再告诉你一声。好的，麻烦村长了。东西随便你挑，我送你，通通都不要钱。什么？村口那片荒地竟然有人要征用？是什么人啊？听村长说是镇上来征的，要弄100来亩地做大工厂的。哎，那太可惜了，咱们的地卖早了。他爹，这都是命啊！不过现在我也很满足了，当时把地给卖了，还了家里的债，咱们就不用整天担心欠这个欠那个的，这日子过得也挺好的。贺天海听着觉得刘英说的有道理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，人生在世哪有什么都是最好的，咱们能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就满足了。嘿嘿。贺天南在旁突然笑了一下，老两口有些不理解。阿南，你这是咋了？你笑啥？父亲母亲，其实当初那些地的买者是琳琳，就是你们的儿媳妇。啥？琳琳买的？这么说那500块是琳琳给你的吗？是的，当时他想直接拿钱给咱们家还债渡过难关，但又怕伤了我的自尊，也怕你们不会接受，所以他听到我开口说要卖村边的荒地时，干脆直接拿钱买下了。我想他也不是真的想买，当初我说一起去村委会打个证明给他，他都说不用。现在村委会那边登记的土地资料，地还是咱们家的名呢。原来是这样，阿南，不管这些地镇上具体征了多少钱，咱们既然已经卖给了琳琳，就得信守诺言，多少钱都归他。至于村里的其他人，咱就没必要告诉他们了。对对对，是这个理。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到时不管领了多少钱，我会全部都拿到琳琳手上的。回到房间，贺天南看到沈幼林还在翻译稿子，就没跟他提起征地的事。琳琳还差多少完成了呀？只剩几张了，明天我争取翻译完。别明天了，我帮你抄稿子，今天争取弄完。好嘞，那我明天就给肖雪寄过去，等她寄新的过来，估计得1周多了。
这样你也可以趁机休息几个晚上，别总是绷得太累，毕竟现在家里经济没那么紧张了。到了下午5点多，贺天南和沈幼林就将剩下的英文本子翻译完了。贺天南数了数，最后报了一个非常好的数字。哇，又有2000块入账了，哈哈，咱们今晚吃点好的吧，晚上好好休息，明天咱们都得上班了。没问题，我骑车去牛肉店买些肉回来，大白菜和萝卜家里还有不少，就不用买了。我跟你一块出去。外头阴沉得很，傍晚可能会有小雨，我自己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去走廊打扫下卫生，等你回来。贺天南很快骑着自行车出门了。沈幼林将书桌收拾了下，就拿着扫帚和抹布出门行动了起来。不一会儿后，他感觉有一道很奇怪的视线落在自己身上，本能抬头看过去，只见欧阳翔正色眯眯盯着他看。嫂子你好啊，我是欧阳翔，今天总算有缘见到了，你应该认识我吧？你是老几？不认识。呀，不可能，我妹欧阳梅就住你隔壁，我和你们家贺天南都是认识的，我们老家都离得不远呢。贺家村和欧阳村都属于同一个联社，一个大村的。哼，嫂子都没怎么看到过你啊，听说你是在报社工作，今天星期天放假是吧？终于能看到你了。他说了一大堆，沈幼林并没有理会他，只是冷冷看着。嫂子，你说咱们都是同乡人，又这么凑巧成了邻居，这是多大的缘分啊，对吧？不见得，这房子是我们先租的，你妹妹见南哥哥租在这里，厚着脸皮也跑来这里租房，人为凑巧而已。总之就是凑巧啊，什么人为不人为，咱们都是很有缘的。嫂子，阿南在不在家？你们家煮热水不？我进去跟他聊几句。他不在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先进去了。等等，你还有事？嫂子，我在前面路口开了一家店，卖好多东西呢，你有空不？需要买什么我可以载你过去，东西随便你挑，我送你，通通都不要钱。欧阳翔不知道沈幼林压根不是贪小便宜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上当？不用，我家里什么东西都有，平常需要什么也都是我先生去买。你不用跟我客气，我有的是钱，那些可不是普通的东西，好多都是进口货来着，像电饭锅、电扇什么的，这可都是些好东西呢。没兴趣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先回屋了。嫂子，嫂子。沈幼林实在讨厌欧阳翔的眼光，将门重重一声关紧。外面的欧阳翔撇嘴啐了一口，想不到贺天南这穷小子竟能娶到一个这么漂亮的老婆，老天爷对他真他妈太好了，那身材太带劲了。另一边，贺天南买完牛肉后，在回家路上碰见了陈明。阿南，什么时候到的？你爸怎么样了？昨天刚到，我爸他手术很成功，现在已经能拿一些小东西了，只要不拿重的就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恭喜大叔了。对了，前几天阿虎表哥去过松明路找你们两口子，只是你们不在。贺天南一听阿虎找自己，连忙问：阿虎兄弟找我们有什么事？他说了吗？他好像很急的样子，昨天他找到我要我转告你们，他想投资个生意，但具体的就没跟我说了。那我立刻骑车过去找他。不，表哥这2天得去跑一趟中普车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回来，你就别跑了，他说的空了再过去找你们。听完陈明的话，贺天南只好作罢。那我回家等着，如果你碰上阿虎兄弟了，就跟他说声我们一家子都回来了，明天我也回供销社上班了。说到上班，你不知道这大半个月老王多难熬啊！他成天沉着个脸，说账目都没人管，忙死他了。你回去他肯定要给你穿小鞋了。没事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贺天南抬头看了看，见天色快要黑了。阿明，剩下的咱们明天上班再聊。我媳妇和爸妈还在家等着我回去做饭呢。这天，沈幼林开始回报社上班了。他先给同事们发了省城买的糖果，然后特意留了一包给刘主任，感谢他批的假期。小沈，你公公怎么样了？好了吗？手术很成功，现在还在恢复康健期。那就好，既然回来了，就继续安心工作吧。你那英文栏目还是挺受欢迎的，好些读者来信都说很有趣，学了不少东西，你可要继续发扬努力啊。好，我会继续加油的。回到办公室，小沈啊，幸好你把工作提前完成了，不然这一阵子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应付。这一段时间你跑省城还要照顾家人，肯定很辛苦吧？不算辛苦，我爸妈也有过来帮忙，让我们轻松不少，反而是前一阵子熬夜弄工作更辛苦了些。哈，年轻人来打拼才对，过了这个坎以后就好了。欢迎你回来。沈幼林从鞋包里抽出一包糖果，塞给林主编。主编，这是特意带回来给你家几个娃的水果口味的软糖，我爸妈从帝都带过来的，让他们尝尝鲜。有心了，那我厚着脸皮收了啊，谢谢。随后沈幼林回座位上工作了，他这边顺顺利利的，贺天南那边则是恰恰相反。你这一撒手就半个多月，供销社里又要进货又要出货，每天一大堆账目要清理，那边要结算，这边要付款，忙死人了。这本来就是会计该做的事，我拿的只是售货员的工资。英，你别忘了，我可是每年都给你加工资的。陈明比你来的早了几年，他现在月工资也才140。
我也是140，不过我要入账和出账比他忙上许多。别瞎扯淡了，赶紧入账去，我这儿可不养闲人。那天快下班，王胖子扔了一本账本给贺天南，你今晚回去核算一下，明天交上来。贺天南忍着没发作，一旁的老师陈明看不过去，这都快下班了，还要你晚上回去加班，这本来都是会计的活儿，他不请会计自己又不干，整天扔在你身上。算了，不跟他计较，反正晚上闲着也是闲着，随便糊弄一下吧。法克，陈明偷偷骂了老王一声。对了，我表哥有过去找你们两口子了吗？他好像回来了。还没有，估计得今晚吧。夫妻俩下班回到院子里，正打算走上楼梯，后面传来喊话声：阿南兄弟，弟妹，你们等等。阿虎兄弟，你来了，上次来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？我打算去做点生意，现在有点门路了，想拉你们两口子一起合作呢。阿虎哥打算要做什么生意？前几天江边那些荒地都在动工了，好几批工人在弄，场面那叫个大。我数了数，至少得好几百名工人在做。我还打听了，听说过年后有2个工厂要招工人开始做工，6、7个工厂的至少5000名工人。不是吧？能有这么多人？加上管理人员什么的，肯定还不止呢。他们不仅在附近招工，还得去很远的地方招，不然人数哪里够？那你是打算做买卖，卖东西给这些工人？弟妹聪明啊，是这样的，我想挑个中段地方建个大房子，专门卖日用品和一些吃的，整整5000多人，要吃要喝要用的，那可是一个大市场。听完阿虎的话，贺天南眼睛发亮，转而激动看向沈幼林。媳妇，刚才我有些激动，开口就应了下来。家里现在的大多数余钱都是你赚的，我还没跟你商量就……没关系，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好项目，而且是长期稳定的好项目。你觉得好，我自然得支持你啊。那明天中午我和阿虎兄弟去看看，然后再告诉你详情，具体好还是不好，要怎么做后面我们仔细商量。沈幼林想了想，问道：南哥哥，老王的供销社大概是3个店面，里头的货主要都是一些日用品和农具，那他3个店面大概要投多少本钱，你知道不？贺天南在供销社经常负责进出货品，账本也都在他手中，所以他对此再清楚不过。他解释道：县城这边农具买卖少，所以大多数情况都是卖日用品。3个店面15个柜子装满的话，大概要近2000多的成本。吃喝东西的成本不高，我常常去进货，有些吃喝包装品比较贵，可以缓半个月结账。沈幼林认真听完，思考了一下。江边那片地方大工厂那么多，肯定不止咱们一家做生意，咱们既然要做，就要先声夺人，把规模做大做好，生意才不会一下子就被打击到。第2天傍晚下班，贺天南急忙忙地跑回家。南哥哥，今天和阿虎去江边有没有什么收获？我们去考察了下，看到那一片地都在动工，人来人往的，热闹得很。那边还有一排地没有被征用，大概1亩左右。我和阿虎打算将它买下来。那地贵吗？昨天听阿虎的说辞，想必他已经有初步的调查过了吧？不算太贵，那一块地已经离江边有一段距离了，在征地那片的接壤处。听说那块地的主人也有好几亩地，可惜赶不上好机会，没被征上。他哭嚎了好几天，我们给那块地的主人说了个400块的价，他很爽快的就答应了。这么快，你们够效率的了。那阿虎哥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事落实了？他目前有多少资金？听他说之前卖地的一些加上这阵子3天2头跑长途，到年底的时候应该能有2000多块。他还说等这店开起来后，希望叫陈敏来帮看店。这是后边的事了，等地定下来，有空我们再好好商量要怎么做。毕竟是大投资，而且是长期的投资，得好好筹备，着急不得。我们讨论过，打算过年前筹备完资金，因为过完年后人家就要开始招工了，工人会陆续不断的来，肯定要置办东西和日用品什么的，所以得赶紧先赚第1桶金。可现在离过年也就40多天了，能行吗？没事，我叫阿虎吃过晚饭后，带上陈明一块来咱家，跟咱们先商量一下具体事宜。如果说定了，马上就投钱办起来。你如果真这么走了，我以后可就不给你机会了。刚才我和南哥哥已经初步估计了一下，如果我们自己开店，南哥哥和陈明哥都会从供销社辞职。我的想法是，要么不干，要干就得干一番大事业。没错，我认为也是这个理。1亩地足够我们开一家很大的商店，现在地已经买了，所以必须先把店建起来。因为我们是长期投资，所以就不能弄一些临时建筑了，一来不安全，二来后期改建太麻烦。阿虎想了想，很快点头。弟妹说的对，为了长期考虑是得这样，而且如果生意好的话，我们还要有人住在那里，一是可以看顾货品，二是不用跑来跑去来回奔波。现在土砖块便宜也牢固，我看咱们可以考虑先建个2层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地方有1亩宽，不用搞2层吧？不，我们要把店面做大，门口也做大，这样可以方便停靠货车或自行车，我们自己进出也方便。建2层起来，楼上可以住人，如果货太多，偶尔也可以往上搬的。如果要建这么大的话，估计会比较费钱啊。这个阿虎哥不必担心，我们打算投5000块作为初期投入。
听到沈幼林说5000块这个数字，阿虎和陈明都惊呆了。毕竟5000块在那个年代可是一大笔巨款。没想到阿南你们已经这么有实力了。呵呵，其实这大部分都是我媳妇赚的，她给帝都的出版社翻译一些外国书籍，赚的挺多，就是辛苦的很。哦，弟妹果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，太厉害了。这不算什么，咱们继续商量啊。刚才南哥哥算了一些砖块数量，也算了价格，估算建这么大的地方得1000多块。如果是4个店面的货物，那铁定得要3、4千块，加上一些头尾，怎么也得估多个1000块。阿虎哥，你投2000，我们投5000，加起来就是7000了，初步预计应该够。我年底还有一些奖金，应该还能凑多几百出来。不着急，我们先7000节省着用，不够后面再找。明天我们找个时间将那块地规划一下，然后就可以找师傅买砖搭建了。这个我来，我认识一个专门承接这些工程的自家熟人，不会乱赚我们的钱。他的人手多，我让他都叫来，快速把商店给咱们建起来。有熟人再好不过，那这事就交给阿虎哥了。阿南，年底货物都很紧张，你能搞到货吧？这个没什么大问题，我会提前先去跟各个老板订货。大致我们都已经商量过了。阿南，弟妹，咱们毕竟是第一次合作生意，有些话还是得说在前面，免得日后尴尬。你们小两口是我的恩人，也是陈明的朋友，我这人就只有一条小要求，就大家要和气生财的做生意。必须的，我也这么想，咱们友情第一，赚钱第二。贺天南看向沈幼林，悄悄比划了一下手，沈幼林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。阿虎哥，明哥，这投资就这么定了，以后入账出账大家都清清楚楚，能不计较就不计较，和气生财。这商店我们夫妻占6成，你们一人各占2成，你们看成不？阿虎眯眼算了算，讪讪笑道：这不太好意思啊，弟妹，我们的钱大概也就占了3成，不好要那么多。我平日工作忙，除个头钱也许真帮不了什么。这商店主要是你们和南哥哥去做，我们出力可能要少些，所以就把钱出多点儿。不，我占1成就够了，我出力肯定没问题。我还没成家，到时我搬过去住，早晚还能看店。你最适合日夜常住，什么1成？哥说1人1半就1人1半，无论盈亏，咱们都占3成。你们先别急，听我说，账目要清楚。咱们既然是朋友，朋友之间就不要算得太清楚。你们4成，我们6成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兄弟，你和弟妹都是我恩人，我不能占这么大的便宜啊！小客厅顿时安静下来。沈幼林低头想了想，半晌后，要不这样吧，如果咱们盈利了，我们得6成，你们得3成，最后1成当成奖金。到时店里肯定得请员工，等到了年底，老板和员工就一起分了这1成奖金，员工来帮忙，除了固定工资，还有这一块奖金。至于有多少，那就得靠员工和老板一起努力。众人听后眼前一亮。弟妹，这个建议好，这样员工肯定拼命干活，咱都不必过多担心了。很好，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分到。如果供销社的老王也能跟弟妹一样下，我肯定每天给他拼命干活了。贺天南对这个建议也赞许不已。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。呵，咱们明天就开始干。第二天，阿虎带着几个货车司机开车去了隔壁县城的郊区，载了5大车的土砖块回来。刘老板带着10个建筑小工过来，趁着好天气开始动工建设了。忙碌的日子过得飞快，转眼到了12月中旬。这天，贺天南领了工资后，便去向老王辞职。你要辞职做什么？1个月140的工资，去哪儿能找到这么好的？周日还给你轮休。我想跟朋友合伙做点小生意。啥小生意？老王见贺天南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，急得跺脚。小生意又要本钱又要地方，哪有这里安稳？阿南，你别傻了，你有父母要养，现在还得养媳妇，你这样做风险太大，万一亏了钱，你让老两口和你媳妇怎么办？跟你一块喝西北风吗？我已经跟家里人商量过了，他们都很支持我，所以我并没有什么后顾之忧。老王被噎得说不出话来，没好气瞪眼。你还年轻，不要着急去做什么生意，我这儿都要过年了，每天都忙死了，你怎么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走？你一直就不肯聘一个会计，现在有这个机会给你找了，离过年也才半个月，你先顶上，等过完年赶紧找吧。王胖子见威胁不了贺天南，气势顿时萎了下来。阿南啊，叔跟你也认识好些年了，你从一个青涩小伙子到现在都是成家的人了，这些年叔也没亏待过你，你不能这样抛下供销社，对不对？要不咱商量商量，等过了年我每个月加你10块工资。多谢王叔，不过我真的忙不过来，只好对不住您了。另外我还要陪我媳妇去帝都过年，得提前买票过去。你如果真这么走了，我以后可就不给你机会了。你生意做不下去，回头我这里聘了人，就没你的位置了，到时休怪叔不给你机会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如果做不下去，我就找其他活干，应该不会饿死。语罢，贺天南毅然转身离开了。阿明，天南大小子去做什么生意了？你知道不？不知道啊，只听说他要在外面做一点小买卖，应该得明年才开始做。
你整天跟他混在一起，你会不知道？你骗我的吧？我看你最近也好像忙得很，该不会是跟他混一伙吧？没有，我表哥最近在建一间小商店，他得跑货车，有时候3、4天都没得回来，所以我就偶尔过去帮忙看顾一二。没有最好，阿南这么一走，我又得自己弄账了。临到年底，想要招个人也不容易啊。毕竟像贺天南那种又勤快又能一工多用的员工，简直是太少有了。哼，老板，你早就该找多一个会计了，你就是舍不得钱。现在年底忙进出货也多，没有会计你只能什么都自己干了。哼，多话，你还敢说上我来了？真是反了你！我说的是实话，你这供销社这么多个店面，搬货上货卖货都靠我们几个人做，你觉得能行吗？人家走肯定是心里早就不满了。你……王胖子脱口又想训人，突然他又反应了过来，这话是不是阿南教你说的？不是，这是我的心里话，我也打算辞职来着。你这是咋了？别冲动啊！这临到年底了，店里忙得要死，你要是也走了，我非给你们气死不可。我就干到年底，过完年就不来了，我肯定会这么做，你自己看着办，有空赶紧招工人去吧。突如其来的情况让王胖子彻底懵了。另一边，报社里刚开完年终会，大伙儿兴致冲冲回到办公桌。沈妹子，你和你先生要去哪过年啊？在婆家还是娘家？我们计划好了要回娘家过。我先生前几天已经将车票买好了，我们要坐最后一班火车去帝都陪我爸妈过年。一旁的刘星听到了，忍不住调侃起来：“你先生倒是宠你啊！这要是搁我这里，我是铁定不肯的。一年也就一个春节，家家户户合家团圆，我媳妇自然得陪我回家过年了。难怪你都20好几了还娶不到媳妇，我家就我一个闺女，嫁过来大半年了，怎么也得回去陪陪爸妈啊！”吐槽完刘星后，沈幼林忍不住想起贺天南，乐滋滋再道：“我先生就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公婆以后都跟我们住一块，平常孝顺他们就可以了，不差这一个过年。他还说以后每年都要陪我去帝都娘家过。哇，这才是国民好女婿啊！嘿嘿，你如果肯嫁给我，我也可以陪你去娘家过年啊！”王青顿时红了脸：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家就在县城，你也是这边人，娘家和婆家都在一块。啊，我在说什么呢？你不准乱说。”刘星低低笑了一下，眼睛烁烁盯着王青看，眼里满是宠溺。那你们还等什么啊？趁人家民政局还没放年假，赶紧领证去啊！沈妹子，你别瞎说。王青羞得不行，一溜烟逃去厕所了。刘星，你喜欢就赶紧去追，男子汉大丈夫磨磨蹭蹭算什么啊？拿出实际行动来，别总想在口头上占便宜，时间久了人家女孩子会生气的。这一阵子刘星总是有意无意在言语上暗示王青，沈幼林早就听出来了。人家女孩子没有明确去选你，就证明你是有戏的。你刺探1次2次也就罢了，一点实际行动也没有，你让人家怎么想你？难道你想搞办公室暧昧吗？那可行不通哦。那玲玲大王有什么高招？求帮助求同情啊！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也不懂得该怎么追求。本来以为做同事能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可他又貌似把我当成普通同事了，我心里头那个急啊！只能平常借话问话，寻一些机会刺探。沈幼林心里一阵好笑。这个年代没微信没 QQ， 通讯交通都不发达，年轻人多半都没机会自由恋爱。不过幸好他们2个都是知识分子，可以自由追求真爱和真感情。你笨啊，刺探到了就得赶紧私下行动啊，比如打电话聊天，送一些小礼物什么的。你这文采不错，为什么不自己写情书？哦，送小礼物这个主意好，我下班就去买礼物，夹着情书一块送去给他。孺子可教也，祝你早日抱得美人归啊！呵呵，我如果能成功抱得美人归，一定包一个大红包给你。好啊，我等着。不过你得抓紧啊，明天就要放假了，午休就赶紧利索去办，记住的留你家的详细地址，王青指不定明天就给你回信了。好，我记得了。那天下午，沈幼林离开报社后，乐滋滋的载着年货往出租屋赶。沈妹子，沈妹子，咋了？是不是王青没有收你的情书？不是，他红着脸收了，但什么也没说。我瞧着他害羞的模样，心还是有些底儿的。那就成了，先恭喜一声啊！其实我来是有事要告诉你，和你有关的。哎，沈幼林有些疑惑，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好着呢。刘星警惕往后面瞧了瞧，转而道：我早些时候去交定稿，听到曾琦那个婆娘在跟刘主任商量明年的新计划。他跟主任说，英文栏目普及率不高，而且一个小栏目得养一个编辑，很不划算。希望明年能取消英文小栏目。沈幼林有些惊讶，报社聘用我本就是因为我是专业英语人才，如果明年取消小栏目，那我岂不是得失业了吗？刘主任虽然说在考虑，但他似乎被曾琦劝动了。我跑过来是想告诉你一声，让你多少有一点心理准备。见沈幼林没说话，刘星顿了顿，又再开口：你放心，我一会还要回去弄定稿，肯定给你说情去。呵呵，不用了，谢谢你啊，刘星。别啊，难不成你有更好的去处？这小栏目内容不多，你干这活挺轻松的。
我都行啊，报社挺好的，这大半年我跟你们处的也很好。不过主任他们的顾虑不无道理，我这个栏目确实很小，雇我一个编辑确实有些亏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在我们这边，除了省城那边有一个大学有英文专业，其他地方压根没有。能请得到你这样人才，多不容易。别捧杀我了，术业有所专攻而已不算什么的。谢谢你提前告诉我，我心里有谱，到时也容易进退。我知道你不是担心找不到工作，像你这样的稀少人才，肯定有很多单位争着要你。只是我和王青都会舍不得你这个好同事的。我也舍不得你们啊，没事。如果报社要辞退我，那我们就不做好同事了，做好朋友呗。也行，反正你老公在县城这边，你肯定也得留在这边，咱们还有机会做好朋友。谢谢啊，我先回了，有空就去松明路找我，我过年回帝都给你们带礼物，等着哦。哟，玲玲，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？家里还有好多菜呢。这是报社发的年货，我今天开始放假，单位给大家发了1点奖金和年货，不用钱的。这么多，这也太好了吧？妈，这是大多数单位的员工福利，好多单位都有发的。哎呀，丫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沈幼林皱起眉头，连忙上前解开绳子。婶子、嫂子，求你们救救我！我哥他太狠了，我不肯嫁给他说的那个胖子，他就把我绑了，我好想回家。有话好好说，我们不一定能救得了你，也许能帮你想想办法。对，你们兄妹这究竟是怎么了？欧阳梅稍稍缓了一下，开口道：我哥他给我找了一门亲事，那男的大我10几岁，又黑又胖，我不喜欢，可我哥不肯，非要我嫁给他，还说那男的明天就要来下聘定亲，他怕我逃跑，昨天就把我绑在屋里。婶子、嫂子，你们救救我，我不要嫁给他。刘英听得发愣，颤声道：你哥咋能这样啊？我哥说他很有钱，非让我嫁不可，就算是绑也要把我嫁过去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们救救我吧。欧阳翔那个混球竟然能做出这样的事。相比甚是激动的他们，沈幼林则是冷静多了。实话说，现在只有一个方法能救得了你了。什么办法？嫂子，你快说说。你可以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婚姻权利。我国提倡的是婚姻自由，夫妻结婚的双方自己主观愿意，你不愿意，别人也不能强迫你。像你哥这样又绑又捆的已经是违法了，你可以去叔叔那里报案。听到叔叔，欧阳梅吓了一跳。老高，不好吧？万一他们抓了我哥，那怎么办？暂时看应该还不必抓，顶多只是调解而已。但如果他继续压着你去嫁人，就不一定了。你哥那副德行是听不了我们劝的，而你在荣城这边也没有其他亲人，只能用这个法子了。可是他说，如果我不听他的，他就要跟我断绝关系。我和我哥都是我奶奶养大的，那你没必要哭了，等着嫁人就是。不要，那男的眼神凶得很，我很怕。那现在趁你哥还没回来，我送你去叔叔那里，快点走吧。这事如果调解过去，你以后嫁给自己喜欢的人，过上好日子，再对你哥好点就行。你要记得他是他，你是你，他无权决定你的人生，何况是强娶强嫁。欧阳梅低下头，却是无动于衷。你好好考虑吧，过去叔叔那里一趟顶多半个小时，我们帮不了你决定人生，顶多只能帮你出个主意。带你过去，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掂量着办。梅子，大家乡里乡亲的，婶子提醒你几句，嫁人是一辈子的事，你现在才20来岁，人生还那么长，你要是想着忍一时过去了，那你就错了，嫁了人那就是绑定一辈子了。听完刘英的话，欧阳梅脸色惨白，忍不住点头。好，我去，反正我就算是死也不要嫁给那个胖男人。行，我载你过去，快走吧。来到叔叔门口，欧阳梅还是哭唧唧。沈幼林不想再停留，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你看着办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嫂子，谢谢你，以前都是我不懂事，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不会打扰阿南了。好，沈幼林只是简单回复，转身离开了。回到出租屋门口，隔壁的门还是开着，还是他们刚才离开的样子。绳子掉了一地，刘英紧张地走了出来。琳琳，都弄好了，这么快呀？没有呢，我只是送他到叔叔那里的门口，要不要进去由着他自己选。这样啊，我过去把他的门口收拾好，免得欧阳翔回来看见了。不用收拾了吗？欧阳翔一回来的话，肯定会发现自家妹妹逃走了，留门开着，他才不会怀疑到咱们的身上来，他会以为是自家妹妹挣脱后离开的。刘英连忙答应。好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咱们得离这样的小人远点才行。随后他们进屋，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不久后，阿梅，你去哪了？琳琳，欧阳翔找来了。沈幼林本不想再看到那个恶心的家伙，不过他怕自家婆婆露馅，只好安抚道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出去把他撵走。那个嫂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家妹子？她在你们这边吗？
没看到，我下班回来就待在屋里没出来过。他来我家做什么？欧阳翔噎住了，脸上的笑容缓缓收敛。他真的不在你们这边？不在，我们这里不欢迎他。你找你妹妹做什么来我这里找？找错了吧？晚上10点多，贺天南回到房间的时候，看到沈幼林还没有休息。媳妇，你明天一早还要上班，怎么还没睡下？南哥哥，我们已经放年假了，在这等你呢。这样啊，我还以为得多等2天呢。媳妇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咱们的商店已经装修好了，接下来只剩门户和各个角落拾掇好，通风透气，10来天就可以进货了。这么快啊？是的，大家干活卖力的很，而且还有阿虎和我一块帮忙，人手足动作快，就把速度提了上去。那我们就等着明年开张了。时间有些急，不过幸好都赶出来了，再忙多个1-2天，我就准备陪你出发去帝都过年。沈幼林听后点了点头，开心的笑了。这样的快乐时光持续不久，突然两人吓了一跳，贺天南眉头皱起。大晚上还吵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真是受罪。沈幼林想起了下午的事，连忙小声仔细告诉贺天南。林，我们别理他们家的事，免得惹一身骚。欧阳翔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前一阵子我回村的时候，听村长说，当年他离开村里去了南方，极可能是惹上命案逃去躲避的。沈幼林听了一阵后怕，幸好下午我没有直接带欧阳梅进叔叔那里。你这样处理非常妥当，咱们都不是大奸大恶的人，都是良善的老百姓，看到他被绑被捆，自然会有恻隐之心。南哥哥放心，我没让欧阳翔知道，隔壁的门我特意保留了他妹妹离开前的情况。下午他来找过欧阳梅，不过被我给骂走了。那就好，以后甭理他们。等咱们明年赚了钱，就买新房子去，实在不喜欢跟这样的人住一块。我努力，争取明年就不用再向房东老太太缴房租了，咱们买房去。这天，沈幼林和贺天南来到火车站，出发去帝都的岳父家过年。路途很漫长，经过2天2夜的旅程后，他们终于到了帝都的沈家。阿南、琳琳，终于等到你们过来了。今天咱们下馆子吃午饭啊，到时小恒也会过来跟咱们一块吃。小恒是谁啊？瞧你这记性，小恒就是你芝兰叔叔的大儿子，他刚从外国毕业回帝都老家。你芝兰叔叔夫妻俩都出国学习了，春节没空回来，我就让小恒来咱们家一起过年了。沈幼林想起来了，忍不住问：爸，那他现在在你的厂子工作啊？对，我和几个老朋友打算接下来要弄一些外贸工作，他精通外文和国际法律，以后得靠他来弄这一块。小恒现在可是副经理了，长得俊，气质也好，才没来多久，厂子里就已经有好多姑娘都看上他了。哈哈，看来这小子艳福不浅啊，可别把咱家厂子的妹子弄得人心浮动，都没心思工作了。众人都被沈幼林逗笑了。接着，沈爸爸提议道：阿南，上次你来去匆匆，我又着急将琳琳嫁过去，所以没能带你好好转一转。现在厂子已经放假了，不过还有一些尾数没结清，我带你过去厂子看一看。好，听岳父安排。爸，之前听妈妈说厂子扩建了好多地方，我也要一起去看看。行，你不怕闷就来喽。厂子在帝都的工业区，沈爸爸开车约莫20分钟就到了。爸，这厂子多大的地啊？本来只有20几亩，前几个月旁边的厂子破产了，我就买下来并成一块了，加上大后方的一片空地，目前大概近100来亩。哇，挺宽的啊！单单这一大片地，爸你就是一个地主阶级了啊！你呀，净胡说八道，地只是地，得会活用才行。阿南，前面那一座就是办公楼，目前有20多个办公人员在职。那厂子现在具体是生产什么的呢？做服装的，主要都是服装，各种类别都有。以前老爸只是买卖服装，后来觉得这生意利润大，干脆就跟人合资弄了这个服装厂。在后面合资的伙伴要出国了，爸爸便将他的股份买回来，自己一个人单干了。刚开始单干的时候很是困难，欠了一大堆债，他妈妈每天跟我都待在这里忙，几乎每晚都得熬到3更半夜，就连琳琳周末休息都得过来帮忙扫地剪线头呢。沈幼林隐约想起来了，眼角带着泪光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熬过那段日子后，咱们家才渐渐的好起来，不容易啊。现在你也长大嫁人了，我和你妈没什么好担心的了，生意能发展就尽量发展，我老了心有余力不足，未来都是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啊。瞎说，你才50多岁，还正值壮年呢。呵呵，琳琳，你嘴太甜了。走，我们别站在这里了，我带你们先去楼上喝杯水，然后再去后头场地转一转。小恒，尾数都核算过了吗？昨天秘书说有些出入，我让他送过来，让你帮忙看看。伯伯，我都已经重新核算过了，因为有一个地方入差一笔账，所以出了错，现在已经重新算过，跟总数对得上，分毫不差。那就好。接着，他将眼前的人介绍给沈幼林夫妻俩。琳琳，阿南，这就是小恒了。
玲玲姐回来了，好久不见。哟，你就是小恒对吧？你好，你好。玲玲姐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以前过年在祖屋的时候，咱们总在一块玩的。我们一块玩过家家，玩捉迷藏，玩跳绳。你每次都不许我喊你的名字，非得我喊你一声姐，就因为你大我几个月。呵呵，那么多年前的事你怎么还记得啊？我可不行，我记性没你好，好多都已经忘了。重生回来，沈幼林大多数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了。他想着现在还是尽量少说话，免得撒谎圆不上。沈恒眼底闪过一抹失望。我比你还小几个月，都还记得那么多，你比我大，怎么反而不记得了？没办法，可能我脑子没你好吧。对了，小恒，这是我先生贺天南。小恒你好啊，前段时间多亏了芝兰叔叔的帮忙，我父亲的一只手术才会那么顺利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他。姐夫不必这么客气，我爸爸他是医生，救死扶伤是他的职责所在。如果换做其他人，我想他也定会竭尽全力帮忙的。两人互相寒暄了几句后，沈爸爸慈爱地看向女儿。现在的外贸市场刚刚打开，我和很多朋友都看准了这个市场。本来还担心身边没个外语人才，想不到小恒就来了，真是久旱逢甘霖啊！爸，你能得到这么一名大将，还是女儿我的功劳呢。要不是我们去省城第一医院寻医，你和芝兰叔叔怎么会在异地逢知己？小恒又怎么会刚毕业就奔你这边来啊？所以啊，都是我的功劳。是，说不过你，你说是就是。沈恒也笑了，看向沈幼林。玲玲姐，其实你只有一半功劳而已。我早在2年前就打算毕业后回帝都发展外贸行业了。这些年来，国内在这一方面几乎还是空白情况，帝都这边经济活跃得很，我肯定要往这边奔。不过能来到沈伯伯身边，倒也是你牵线牵得好。那你先跟我爸闯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也要来凑一脚。贺天南听罢，微微惊讶挑眉。沈恒却是不同，他眼前一亮。真的？那我们以后就并肩作战，把我们服装厂的牌子打响到美洲大陆和欧洲大陆去。哈哈，行。沈幼林笑着点头。沈恒趁空闲之余，眼角瞄了贺天南一眼。贺天南虽然寡言一些，不过他官言察色一点也不差。第一次见面，不曾得罪过他半分，他的眼神为什么带着一抹轻视和一些隐约的不喜？小恒，既然账目都已经核对好了，这边也就没啥事了。我带阿南他们绕着厂子走一圈，你收拾一下办公室，晚点随我们去吃饭。今年过年有你和玲玲他们，总算能热闹一回了。好嘞，您先带玲玲姐去看看新厂房，我把账本翻好就过去。随后，沈爸爸领着沈幼林他们离开了。等我赚了大钱，立马就在荣城买大房子，让我公公婆婆住个舒心。那天中午，一家子一块去川菜馆吃饭，沈爸沈妈一个劲的在夸沈恒。自打阿恒第一天来咱们厂，每天他做什么说什么话，都是女员工们津津乐道的事儿。他只要往厂子门口一站，咱们压根不必招女工了，人家主动找上门了。不，那以后厂子就靠我招工了，你可得给我加工资才行。给你加多2倍都行，但你可不能乱花，得存着咱老婆本，知道不？听我最亲爱的伯母的话，除了买衣服和吃饭，其他都攒着。沈父和沈母都被逗得笑呵呵，贺天南在一旁看着，眼底难掩暗淡之色。南哥哥怎么了？没有胃口吗？这些菜有点辣，我有些吃不惯，先暂停一会。那你别吃太多，一会儿我带你去外面找好吃的，保管你喜欢。随后，沈幼林想起了上午去工厂的事情，他萌生了一些想法。爸，你厂子里现在的衣服价位大概是多少啊？对了，我是问市场上的。玲玲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现在厂里的订单很多，价位有的高有的低，市场上目前有些10几20来块，有些高档的已经达到100块左右了。女儿，你是不是缺衣服穿了？要不要妈去仓库拿几件给你穿？妈，你误会了，不用，我衣服多着呢。厂子现在做的衣服非常多，我偶尔就去仓库挑一些有瑕疵却看不大出来的，送去老城区的老人院，不过都是年轻人的款，不是很适合老人穿。上一季又积了不少下来，等开年了我就让秘书通知人拉走，多少补点布钱给工厂就行。沈幼林疼的挑眉，好奇问道：爸，都是一些次品对吧？是，有些是布料走私，有些是线头处理不好，后期技术员检查就将那些挑出来。以前厂子不多次品都送给工人，厂子扩大后去年订货量大，残次品堆了不少。那应该没涉及版权问题吧？我能拿去卖钱不？听到沈幼林的话，贺天南愣了一下，转而无奈笑了。看来我的小娇妻又想到办法赚钱了。国内目前对设计版权这一块关注不大，主要都是日常衣服设计，不比外国那些专业设计师设计，有些是业余人士画的，有些又是服装师自己画的，你想要就拿去，这点没必要担心。也只有你这个当爸的宠着了，女儿想要做什么你就同意什么，但凡跟赚钱做生意有关的，你就通通应允。孩子想要做生意是好事，做什么事都需要经验，需要锻炼。女儿想要去赚钱，
咱们能有机会给他锻炼，他能少走些弯路，多赚点钱，我怎么能不支持，对吧？对，反正是自家的东西，给别人拉走卖点布钱，给我估计还不止那点钱呢。等我赚了钱，就把本钱还给老爸。什么钱不钱的，你都会说是自家东西了。咱家就你一个女儿，以后还不什么都是你的。你爸想要锻炼你，你就自个折腾去卖。如果能赚钱，买点好吃好喝的，多孝敬公公婆婆就够了。谢谢爸，谢谢妈，有多少就给我拿多少。等我赚了大钱，立马就在荣城买大房子，让我公公婆婆住个舒心，再签一个电话，天天打电话跟你们聊。买房子给老人住就够了，天天给我们打电话就算了，你不烦我们还嫌烦呢。气氛到这，一家人开怀笑了，而沈恒却是面无表情。玲玲姐，荣城那地方只能消费残次品，帝都虽然目前还没什么大的国际品牌，但不远的将来肯定会品牌林立。我看你还是留在帝都吧。大地方固然有大地方的好，小地方也不错。荣城现在已经开始办经济开发区了，经济很快就会活跃起来。我虽然赶不上帝都的腾飞，但是应该能混得上荣城的进步。你这大将之才怎么能大材小用？太屈才了。伯父明年打算要办多一个分厂，到时生意只会更上一层楼。没事，等爸爸需要我了，自然就会叫我回来帮忙。我现在想先自己去闯闯，指不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。沈爸爸低低笑了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琳琳现在是阿南的媳妇了，得听阿南的安排啊。对，如果南哥哥坚持要留在荣城发展，我也会全都听他的。贺天南听后一阵感动，深情地看着沈幼林。吃完饭后，两人跟桌上众人道别后，有说有笑离开了。沈恒往他们的背影瞥去，转过头跟沈父沈母聊了起来。伯伯，姐夫好像不怎么善于言辞啊。阿南这孩子打小就不多话，不过他丝毫不木讷，知道该怎么说话，该怎么回答，都能说得条条有序。他比琳琳大几岁，以前琳琳话可多了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。我和你伯伯被他每天烦着，总笑他是小麻雀。幸亏有阿南照看着，他丝毫不嫌琳琳吵，每次琳琳说什么他都安静听着，非常有耐心。我瞧着他们现在多半也是这样的。小时候的事长大了说不定呢。琳琳姐她是一个有大志的人，让她急匆匆嫁去乡下给人家做农妇，着实太委屈了她。沈恒的话有些刺耳，让得沈父脸上的笑容瞬间收敛了些许。阿南是一个实在诚实的孩子，值得琳琳依靠，而且我们没什么委不委屈的。如果不是当年我拖累了他们家，以他父亲的勤快和见识，还有阿南自己的勤快拼搏，想必他们家也不会差我们太多。沈恒听罢，连忙改了口：伯伯说的对，现在有您和琳琳姐帮忙，姐夫就算没什么能力，以后也能做享其成有一份大事业的。暂且由他们两个自由发展，等过几年再看看。阿南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，我相信我的眼光不会出错。不熟悉就去熟悉，工作就是工作，还能谈什么兴趣交情？转眼日子到了元月初七，傍晚时夫妻俩回到了荣城的租房。媳妇，你还不去洗澡休息？有点晚了，妈已经熬了2大锅的热水，你提的时候记得小心点。不急，等一会儿再去。你不是说明天得上班了吗？是啊，明天就回去上班了。媳妇，你好贪心啊！你去报社上着班，还搞翻译兼职，现在更是打算要卖衣服。你以为你是孙悟空能有9981变幻术啊？我不一早就告诉你了吗？去报社上班只是暂时过渡的，我不会长远做下去。怎么，你也打算辞职了？本来没打算这么早，但是后来……沈幼林将年前刘星跟他说的话一一道给了贺天南听。这个英文小栏目非常轻松，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做。如果我是七老八十的老太太，拿着扫帚赶我走，我都不走。我只听过无数人抱怨工作不轻松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太轻松不适合他。没办法，谁叫我的快乐就是赚钱呢？报社本来是初5、初6上班的，我故意推迟到初7回来，就是要试试主任的态度。还有，之所以开口跟我爸要那些残次品来这边卖，也是想要给自己留多一条后路。沈幼林的想法很简单，如果报社还需要他，那他便会暂时留下；如果觉得他的工作太简单，要多分配一些栏目给他做，那他就要主动辞职了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会跟岳父提卖衣服这个事。第二天，报社刘主任来到沈幼林的座位。小沈啊，怎么那么晚？不是说好初5上班的吗？不好意思，刘主任，我过年回帝都娘家了，没想到回程的火车票太难买，实在没办法。刘主任听罢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那你把栏目赶一赶，别耽误了这个周末的印刷。您放心，我会赶上的。刘主任点点头走了开去，却又神色迟疑退了回来。小沈啊，有件事要跟你说下。目前报社里的工作都是有分工的，你来这段日子都是一人负责英语小栏目，这栏目内容不多，你可以多利用闲暇时间向林主编学习，以后就帮忙做小镇闲情这个板块吧。沈幼林对此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。
主任，这个恐怕我做不到，我不是中文专业毕业生，不擅长编辑方面的工作啊。咱们报社就你的板块最小，让你抽时间多学习学习，对你来讲也是好事一桩啊。谢谢您的好意，不过我对中文编辑这方面没天赋，也没什么兴趣，恐怕要让您失望了。刘主任听后没再说什么，沉着脸回了办公室。这时，刘星快步走过来。沈妹子，你干嘛呢？活腻了啊？主任这么说就是希望你能留下来多扛一些重任，不是要辞退你，你怎么还拒绝了啊？沈幼林却是假装没听到，拐了个弯提起年前叫他追王清的事。你跟王清什么情况了？好事将近。他回信了，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。不错，再接再厉，我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啊。刘星白皙的脸瞬间红了。不，没有那么快啊。知道了，赶紧存老婆本去，争取年底办喜酒宴。刘星尴尬笑了笑，停下交谈走了。沈幼林便打起精神开始工作，不料忙了一半，甄副主任走了过来。副主任，您有什么事吗？今年我们报社对人员的安排有了一些新变化，大家是一个报社的，领同一份的工资，自然要公平分摊报社的工作。你的这个英语栏目是最小的一个板块，平常也就你最轻松，咱们报社不能养闲人，从今年开始，你得帮忙弄多一个板块。当初主任聘我的时候，就清楚我是外语专业毕业的，我擅长的只有外语这一项，除了这个小栏目，其他板块我都不熟悉，也没兴趣学。不熟悉就去熟悉，工作就是工作，还能谈什么兴趣？矫情，年轻人别总是弄纸上谈兵那一套，你好好学去。哼，做不到。真奇惊呆了，他想不到沈幼林会拒绝，也想不通他为什么会拒绝。要知道报社的工作稳定，工资又高，一大堆人挤破脑袋想要进都进不了，所以他只能使出杀手锏了。如果你不服从报社领导的安排，那你就只有走人了。你要知道，错过这个车以后就没这个店了，咱们报社不可能一直养闲人。走人就走人，我无所谓。见情况不对，一旁的同事们急了，先后走了过来。小沈啊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好好说。副主任，刚才主任可没你说的这么严重，要想弄文章写报，哪里是能一蹴而就的，这是得慢慢来。他只是一时冲动，您不要跟他计较，我们会好好教他带他的。同事们七嘴八舌劝起来，刘星甚至还跟甄副主任吵起来了，说他假公济私，总爱折腾办公室的同事，没事总爱闹同事。这时，刘主任听到动静，慌忙从办公室里出来。怎么了这是？主任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得跟您报备一下。其实我来报社工作只是暂时计划，打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长期发展。我能做这个小栏目是因为跟我的专业相关，还能做得了。如果换成其他，那肯定是事倍功半。我喜欢的是经商赚钱，不是弄文字编辑，所以我打算辞职去做我喜欢的事了。刘主任吓了一跳。爷，你要辞职？是的，我爱人在江边开发区建了一家小商店，我前不久在帝都进了一批衣服，打算在他那边卖服装。王清吓坏了，急忙道：沈妹子，你别冲动啊，买卖需要本钱，盈利最好，但谁能保证一定会赚啊？肯定有很多风险的。王姐放心，我这生意用不着本钱，因为店是自己家的，不用租金，衣服也是我爸给的，我只需要卖出去就有的赚，不用担心亏钱。哟，竟还有这么好的事，你爸给的？他也是卖衣服的吗？不是啊，我爸他在帝都开工厂，专门做服装的买卖。听到沈幼林的话，众人都被惊到了。原来沈妹子还是有钱人家的女儿啊，你这平时也太低调了吧。帝都那边来的衣服肯定好看，沈妹子，我以后找你买衣服去，记得给我折扣啊。众人的话题一下从急忙相劝，很快转为附和起来。刘主任听得直皱眉，都闭嘴，说什么呢？小沈如果跑去卖衣服了，那英文小栏目谁来弄？你们谁懂？刘主任话语一下，办公室顿时鸦雀无声。甄副主任的脸色有些挂不住。本以为他一听到我的威胁，必定会唯唯诺诺唯命是从，没想到他竟是有钱人家的女儿，压根不缺钱，那他还来工作做什么？小沈啊，英文栏目办了半年多，读者的反应都非常好，这个栏目还是得你来弄啊，你可不能走啊。对，这个栏目没你可不行，其他板块我们还能偶尔填补上，你这一块可补不了啊。王清也是苦笑连连，我就懂几个英文单词，根本扛不起啊。沈妹子，你可不能一走了之跑去当老板娘了。人家沈妹子压根就不缺这200块的工作，当老板娘多好，自家创业赚的也多，还是自家的货，连本钱都不用，羡慕死我了。刘主任忍不住瞪了刘星一眼。刘星，你别瞎嚷嚷。主任，其实我能到这里工作，主要是因为报社这个英文小栏目需要外语专业的人，恰好我也是这个专业，就想着来过渡一阵子。这个栏目工作量不大，我觉得你们考量的很对，如果就为了这个小栏目养我这么一个编辑，确实很不划算。你这孩子倒是看得很通透啊。
那主任，这个栏目能删除吗？不行啊，本来我们打算还得加大版面，但眼前还受限于其他板块需要，所以暂时只能这样维持下去。现在国内掀起一股学外语的潮流，咱们不能加大，但也万万减不得。我这次过来其实也是想来辞职的，我要做生意这事儿已经是确定下来了，或再过半个月就会到这边了。主任您还是赶紧招多一个外语人才吧。这你让我怎么办？刘主任愁的头都大了。小沈，你说的简单啊，荣城不是什么大都市，附近除了省城大学有一个小外语专业，根本没其他地方有。再说人才再多，他们也不一定肯在荣城停留啊。是的，如果真那么容易找，当初王清就不必硬着头皮接手这个栏目了，还硬顶了2个多月。是啦，沈妹子，这个栏目暂时还是得靠你撑着。尽管众人劝了很多句，沈幼林内心却没有一丝波动，他已经没有什么心思留在这里了。尤其是甄副主任3天2头的爱找茬，自己已经懒得应付。要不咱们折中一下吧，主任，我有一个还算两全其美的法子，说出来让您和副主任商量一下，如果可行，咱们以后就按这个法子来走。你说说看。主任，您先贴告示招聘外文编辑，在新同事来交接前，栏目暂时还是由我来负责。我有生意要照顾，如果报社能将栏目弄成兼职模式的话，我愿意工资减半。新的编辑来接替前，我只能这样尽量撑着，但我保证我会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，不会拖同事们尾巴。刘主任低头思索片刻，很快痛快答应了。行，你不会一走了之，我们还得多谢你呢。你带回家去做，周6准时来交稿就成，然后待遇奖金都一概减半。小沈啊，在新人就职前你可要撑住。您放心，我说话算话，在新编辑接替前，我都会坚守这个小栏目。那就好，谢谢你了。就这样，辞职风波终于平息了。随后刘主任瞪向甄奇，你跟我进办公室一趟。小沈，你真的不再考虑考虑？是的，不考虑了。相比每天定时定点的工作，我更喜欢做生意。也罢，尊重你的个人意见，你喜欢就好。刘星和王清凑了过来，一是为他感到高兴，二则是舍不得他。我还是报社半个员工呢，放心，咱们以后多的是时间见面。两人听后便心安的笑了。主任刚才说了，你的福利和奖金也都相应减半，你的饭票我会折中算成钱，到月底再一并补给你。谢谢林主编。看着天色还早，沈幼林快速收拾好桌子，离开了报社。他骑着自行车往江边开发区去了。媳妇，你咋来了？你不是上班去了吗？是不是有什么急事？没有，南哥哥，你说我以后不上班了，靠你养，好不好？贺天南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开口：当然没问题，娶媳妇养媳妇，这是天经地义啊。沈幼林心满意足的笑了，随后他将报社的事情简单给贺天南说了一遍。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上班族了，是自由职业者，我手上都是兼职，接下来主业就是卖衣服了。只要你喜欢就好，我都支持你。如果太忙，将报社那一份兼职辞了也行。在他们找人代替前，我暂时撑着，大家毕竟同是一场，我也不能转身甩手走人。贺天南明了点点头，牵住沈幼林的手，深情地看着他。温馨的时刻持续不久，突然陈明急忙忙跑了过来。阿南，我表哥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慢点说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一段时间过去，才了解了事情的原委。原来阿虎跑货车的老板坤哥就是要娶欧阳梅的胖男人。欧阳翔贪图他有钱，所以才逼着自己妹妹非嫁给他不可。那天沈幼林带着欧阳梅去叔叔那里的时候，他并没有报警，而是躲去了隔壁县城。他胆子小，在那边住了几天后以为没事了，因为担心他哥哥，就偷偷坐车回荣城。没想到坤哥在车站那边叫了不少人蹲着，等他出站一下子就发现了他，将他逮住。不仅如此，欧阳翔也被捆着带了过去。坤哥让他们兄妹2人非拿一个说法出来，因为聘礼已经被欧阳翔收了，还被他挥霍完了。欧阳翔一个劲儿求坤哥原谅，欧阳梅哭哭啼啼嚷嚷他死都不嫁。坤哥一听就气了，甩了他几巴掌。这时碰巧阿虎表哥过去，他看到坤哥在打欧阳翔和他的妹妹。表哥平时最见不得有人打女人，就上前拦住了那个虎哥，不料被弄伤了胳膊。照这么说，欧阳梅那天并没有去报警寻求帮助，而是逃去躲起来了，真是浪费我的好心好意。邻里以后咱们甭理他们了，像欧阳翔那样的人，多打几顿算是他活该。那欧阳梅也是一个没有主意的，已经给他机会逃了，却不寻求帮助，也算是活该。那阿虎大哥他的胳膊没事吧？严重不？应该不严重，他去医院处理了。新店开张促销大活动，全场商品每样都便宜1毛钱，欢迎大家的光临。这天，沈幼林他们的新店开业了。刚进开发区的工人听说外头商店有日常用品卖，纷纷都跑过来购买。火爆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下午，几人围在一起。贺天南低头看着账单，第一天开张卖了几百只塑料桶，几百支牙刷，1000来条毛巾，还有不少生活用品。
听到这个成绩，众人眼睛都亮了。贺天南接着说道：“咱们要秉承薄利多销的理念继续做下去，以后肯定有大钱赚，能便宜一点就卖便宜一点，先让工人们给咱们打好口碑，这可是免费的广告宣传啊！”毕竟赚到钱了，阿虎忍不住笑呵呵的说道：“行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吃饭了，大家过来吃晚饭了。早上到现在，大伙都还没吸一口气呢。不过有钱赚，压根就不累。”众人都笑呵呵起来。贺天南提了个建议：“刚开张人有些多，等稳定下来，咱们这些人手应该够。不过我提议还是要添多一个女员工。”有道理，工厂里的女工人不少，有些贴身日常用品也需要在这边买。如果有一个年轻女员工导购，会方便许多。这不难。阿虎看向陈明道：“阿兰前阵子不是还想着换工作吗？你去将她找来就成。”阿兰好像是你的三妹吧？对，她在托儿所那边工作3、4年了，可她那个老板总是不给升工资。她过年前打算换工作，我爸妈不肯，现在她还在托儿所那边带孩子。我这个表妹脾气好得很，她喜欢小孩子，而且做事也认真。就是她那个托儿所老板太过分了，每个月才只给她几10块工资。对待孩子都能有耐心的女孩子不多，这边导购上手难度不是很大。阿明哥，你跟你妹妹说一声，如果她有兴趣的话，让她快些过来帮咱们的忙。没问题，自家生意，我想她会同意的。我吃饱回家就跟她说一声。2天后，陈明带着陈兰来了。阿兰，你是我们这边的第一个员工，我们打算每一个月给你固定工资120块，年底还会分发我们1成分红的奖金，店里每一个人都有份拿。至于多少，就得看店里生意能有多好了。天南哥，我一定好好干。阿妹，哥带你熟悉一下店里的东西和价格。去吧，你哥在供销社干了10几年，经验丰富的很，有他带着你入门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商店大货品齐全，这边生意火得不得了。另一边，沈幼林忙着去办理商店的相关证件。之前他打听到刘主任跟工商所的科长是多年好友，所以急匆匆跑去找刘主任帮忙。刘主任答应得很爽快，给老朋友打了个电话，说了几通好话，很快的证件都办了下来。沈幼林买了2条烟，一条是答谢刘主任，一条托他送给科长老朋友。小沈不用了，只是补办填一些资料，都是他职务内分内的事。我这是一点小心意，不瞒您说，这是店里自家卖的普通烟而已，您不要多想。刘主任拿了一条，笑道：“我分2包给他就成，你卖的烟也要本钱，别浪费。”接着他关切问道：“小沈，你的服装卖的怎么样了？生意好不？”还没有开始卖呢，明天货才到。我过2天来报社的时候，会带上一些送给同事们，请大伙给我打个口头广告。哟，一听就知道是个懂做生意的，应该有你前老板的份吧？那必须得有啊，您这么照顾我，怎么可能没有？好，我到时铁定跟街坊邻居宣传你这帝都的时尚服装。那就先谢谢主任了。隔天傍晚，沈幼林和贺天南去火车站取货，足足有10箱的衣服。听我爸说这是薄棉布，穿在身上可舒服了。他还说现在尼龙已经慢慢被淘汰了，布料的品种会越来越多，尤其是棉布通风透气，春秋天气穿非常适合，夏天还能做短衣呢。那媳妇你赶紧挑几件合适的给自己留着。沈幼林闻言抬眸，忍不住笑问：“怎么，你怕我不够漂亮啊？”哪里会，在我心里你是最漂亮的。算你识相，敢嫌弃我不好看的话，我就捶你。我是听你说这些布料穿着舒服，才让你挑些自己留着穿。荣城这边都只是布料店，成衣店非常少，款式也都老得很呢。回到商店内，阿兰，咱们得做诚信经营，我打算写个牌子在这里，说明这是工厂退货，价格是市场1半价。这么便宜，嫂子，我可不可以先叫我的朋友来买？这衣服这么好，如果能便宜1半，那肯定一大堆人要买啊。当然可以，随时开张呢。不过你得跟你朋友提前说明，这是工厂退货，多少有一些小瑕疵。陈兰点点头，轻声说道：“百货公司的好多衣服都没你这里的好看，一件都得10几块钱，有些厚点的就得20块，普通衣料店也要5、6块一件。如果是一套，大多都得10块钱呢。”沈幼林取来几张纸板，写上5块、10块和15块3种价格，最好的只卖15，其他都是5块。那边靓丽一些的女装就卖10块。那些和这些都5块吗？没错，都5块，当做优惠大酬宾。陈兰一溜烟跑出去了，很快又奔了回来。嫂子，这衣服好看又便宜，我先买个4件回去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你才刚来上班不久，还是买衣服的第一个客户，我就不收你钱了，当做给你个开工红包，你拿回去穿吧。谢谢嫂子。一件衣服的人工费如果这么高，那你们漫长的不早就亏惨了。到报社的时候已经接近下班时间，沈幼林趁同事们还没有下班，给大伙人手发了一件衣服。小店明天就要开始卖衣服了，我给大伙送一些过来，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就带回去穿啊。哇，这衣服好漂亮啊，沈妹子，这是什么布料？摸起来手感真好。小沈啊，这一件给我穿会不会太年轻？真好看啊。
帝都来的服装就是不一样。天啊，我觉得我好像看到电视上的人物衣服，这款式太时髦了。报社办公室一下子炸开了，正在里头的刘主任吓了一跳，以为出了什么大事，连忙冲出来。哟，小沈啊，我的呢？你答应给我的呢？自然不会忘记主任，这是给您留的，尺寸应该可以，您看看。刘主任一把接过，摩挲来回。这是啥料子啊？摸着真舒服。这是棉布来的，穿着可舒服了。随后他转身对大伙说道：大家仔细试一试，如果尺码不怎么合适就跟我说一声，回头去我店里换选，这些都是正品，没有任何瑕疵的。我在开发区那边卖的有一点或一丝小瑕疵，只卖一件5块，这些正品就是15块。小瑕疵才5块嘛。沈妹子，你店在哪？我今晚就去你的店里买。我也要去，我要买给我妹、我表姐。对了，我妈也得来一件。大伙的热情让沈幼林只来得及点头，答话都来不及了。这时，刘主任对沈幼林笑道：小沈，你放心，我回头就给你做免费口头广告去。那先谢谢主任了，等我做出小规模了，以后就回来让报社弄一个小广告，你看成不成？成，没问题。接下来第2天，沈幼林的衣服上架商店，深受顾客们的喜欢。10天过去，店里的衣服就被一扫而空了。贺天南在一旁将所有的款项清点完，愣了好半晌。媳妇，这衣服真的很好卖啊。贺天南吞了一下口水，继续说道：10箱衣服总共卖出4800多块，除去运载费100，咱们一共赚了4700左右呢。哇，这么多啊，太想不到了。小两口瞬间激动了起来。一会后，两人开始总结这次能赚钱的几个大原因。首先，我们的货都是月账送的，除了100块的运费，其他本钱都不用。店是自家的，员工也都是自家人，所以成本几乎可以不算。第二，荣城这边的百姓生活水平普遍不高，很多人一个月工资也就100来块，所以有便宜衣服卖，他们再高兴不过。第三是这边的服装品种太少了，大家看着款式新颖，所以才会一哄而上，拼命挤着来买。是的，如果需要本钱去拿货，我们可能就得卖贵些，但受欢迎程度就远不如现在了。贺天南也觉得有理，忍不住问：那媳妇，你还要继续跟月账拿货不？前几日听我爸说工厂没那么多瑕疵品了，如果我们全进正品的话，极可能会跟百货商场一样卖不大动呢。那媳妇你就暂时歇一歇，这10几天来货卖货你也累得够呛，我们以后再打算吧。好，听南哥哥的，我正好也想休息一会了。弟妹，你的衣服啥时候接着卖啊？这几天好多人问呢。对啊，嫂子，我那些姐妹和同学们都嚷嚷着要来买呢。这2天店外头都等着人，今天还一大群呢。我劝他们说这几天休息以后再来买，人家还不肯走，说买1件就行。我跟他们解释好久，说1件存货都没剩，他们都还不信呢。这要等我爸那边来货了才能接着卖，而且我最近得赶一些兼职的翻译呢，不是很有时间。媳妇，你一个人在家里做翻译，我也不是很放心，要不你3餐都在这边吃吧，这样我们也顾得上你。你在店门口贴一张纸，说下个月再卖，免得那些客人空跑几趟。听爸爸说，估计的下个月才能有几箱货。既然这样的话，还是得把客源留一留，免得让人家空跑失望。行，那就听南哥哥的。隔天一早，沈幼林就写了一张纸贴在店门上，指明下个月再继续开店。日子充实又忙碌，很快又过了1周。一天中午，沈幼林正在午休。喂，哪位啊？你老爹，你是不是睡懒觉了？都2点多了呢。嘿嘿，最近做翻译脑力劳动很辛苦，中午得睡多一会，不然脑门疼。沈爸爸听完，勉强接受了这个理由。既然做翻译太累，你就别弄太多了。这里有一批衣服，我打算寄过去让你去卖，应该还是能赚一笔钱的。什么？沈幼林一下子精神起来，激动问道：爸，什么衣服？厂子一下做错那么多衣服啊？你个乌鸦嘴，别咒你老爹啊！这批衣服是我一个老朋友厂子里的积货，主要是春秋季的衣服。他去年做了一批出口货，起初赚了2把，谁知中东那边又闹什么海湾战争，货单不幸被取消了。出口的吗？不会是外国的奇装异服吧？这边估计是卖不动啊。不是，都是本国的服装，据说主要是卖给华侨的，款式都是我们这边商人设计的。他想把货卖了，争取收点工人费，让我帮忙问问看。沈幼林想了想，然后问道：大概有多少件？都是女装吗？都是女装，粗略计算的话，一共52000多件。哇，竟然是这么大的数量，那都是些什么价位的衣服呢？他大概要收多少工人费？不过我想不只是人工费吧，估计他多少还是想收回点本钱。呵呵，天下攘攘皆为利来，反正这东西不趁机卖掉，过个2年款式老了，那就1毛不值了，自然要赶紧脱手，能赚多少是多少啊。以这样的质量，百货公司至少能卖20多块。他说1件给5块钱工人费就够了。5块钱1件太贵了，一件衣服的人工费如果这么高，那你们漫厂的不早就亏惨了。他这话说的不老实，太没有诚意了。
人家出价自然就是给了你空间还价，这你还不懂啊？可数量太大了，老爸，我哪有那么多本钱啊？就算一件3块，我也买不下来。我现在全副身家才5000块左右，在荣城这边买一套房子没问题，但是想要吞下那么大一批货，属实是难为无米之炊啊。老爸，欧阳叔他肯不肯拆开卖啊？比如先给我个1万件。人家应该是要整批卖出，毕竟在服装市场上几千1万的订单算少了，像这样的大公司，订单多数都是在5万以上的。老爹啊，要不你帮我一把，跟这位叔叔说一说好话，让他整批卖给我，1件3块，然后1个月后付款行不行啊？行内赊账倒是有，不过一般都是在半个月内。如果你真有信心卖出这么一批货，你老爹我还是可以帮你卖老脸，去做一下担保的。谢谢老爸，那价格方面呢？能不能便宜到3块？你帮我砍价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马上寄5000定金过去。自家老爸介绍肯定是可靠的人，所以沈幼林丝毫不迟疑，只要对方能暂时赊一下账，他还是挺有信心吃下这批货的。我去帮你砍价，希望能谈到3块，不行就3块5。小傻妞，这一批货质量非常好，都是按出口标准做的，即便你一件赚2块，数量那么大也够你赚一大笔了。谢谢老爸，等我赚了钱，就去买大房子给公公婆婆住。呵呵，这才像话。你公公对咱们家有救命大恩，他们后半辈子能生活过得好，我也就无憾了。你要是赚了钱不对他们2位老人好，以后我就不给你介绍货源了，让你一辈子去折腾26个字母，头痛个够。别，您放心，等我赚了大钱就买2套，公公婆婆1套，我们1套，一家人住的舒适敞亮，老人喊一声都能听到，照应起来也方便。如此甚好，我这就去跟欧阳讲价去，你等我的消息。辛苦爸爸了，再见，爸爸。2个小时后，沈爸爸回电话过来了。老爸，怎么样了？成了，你欧阳叔听说是你要，立刻说要关照侄女，他答应如果整批都给你的话，1件3块半，定金一到他便会发货，运费他会出，1个月内付清余款就行。 3块半啊，行，没问题，我要了。汇款过去的话有些慢，我先让秘书拿5000块过去做定金，让他明天就发货，你几天后应该就能收到，这样能多几天的功夫。哇，谢谢老爹照顾。5万多件衣服，数量非常庞大，而且还要成本，计算下来是18万本钱左右。贺天南听到后扎扎实实吓了一把。咱们整个荣城也就10几万人口，媳妇你一下订这么多女装，恐怕1个月卖不完啊！到时限期一到，我们付不上款的话，那该怎么办？南哥哥不怕，真到了那个时候就拖一拖，实在不行的话，我就让爸爸帮我垫付一下。只是商店目前的情况，顶多只能抽出4000块帮你，家里头也没什么赚钱的东西，不然我还能帮你撑一撑。钱的事我来负责，到时我在荣城这边卖，你和阿虎哥帮我去邻近的县城卖就行。放心好了，肯定好卖。贺天南见沈幼林信心满满，心里自然也就相信他了。好，这个没问题。2天后，货到了便开始售卖了。沈幼林经过几天考虑，将衣服价格统一定价为7块钱。另一边，贺天南和阿虎开货车载货去附近县城卖。到了下午，贺天南和阿虎开着小货车回来。媳妇，我们今天都卖光了，生意可好来着。我们找了人多的地方，人密密麻麻涌过来，一听说是帝都来的衣服，又漂亮料子又好，纷纷掏钱，我收钱都差点忙不过来。我们卖完最后1件才回来，好些人追过来问还有没有呢。阿南说明天早上还过去吧，让他们尽管找过去。阿虎哥辛苦了，谢谢。沈幼林笑呵呵道谢，忙抽了3张大团结给阿虎。哪里能拿这么多？弟妹，你这些货还得要本钱呢。阿虎哥，你帮我一整天了，这是应该的，接下来都还是这个价，希望你多帮帮我啊。好好，没问题，这么好赚的生意，给我干1万天我都乐意。1个月过去，小两口将店门和窗户都关了，将这些天的钱清理出来。前天我去银行存了2万5，加上之前的，我们已经净赚15万了。除了16万的本钱，咱们1件卖7块，1件能赚3块5，应该也得赚16万才对。不过数量过大难免会损耗，加上一些被人顺手牵羊，雇人好几千和司机工钱，至少也得1万左右。反正剩下的钱都在这里，咱们明天就拿去银行存吧。南哥哥，明天你拿上身份证去银行开一个户头，这些存在你的户头下。为什么？都存你那边1块吧。不好，古语中有一句谚语这么说，所有鸡蛋都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你存一些，我也存一些，这样以后若是有个万一，咱们还有其他希望在啊。贺天南无奈点了点头。就你道理多。那天下午，沈幼林打电话给沈爸爸。老爹，我们一家子整整累了1个多月，总算将所有衣服卖出去了。不错，衣服卖的什么单价？10块吗？不是呢，7块，都是姑娘家的款，所以只能以优惠这个点吸引更多的人买了。那女儿你还是赚了不少的。呵，还好啦，不算多，能买好多套房子而已。哈哈，
年轻人就得这样子，不要想着我赚一小笔钱就尾巴上天，觉得一辈子谁都追赶不上，那样只有禁锢住自己的脚步，不仅进步不了，可能还会退步。当然不会，赚个10几万而已，我怎么可能止步在这个地方？我还打算以后赚100万、1000万、上亿呢。吹吧，你就不怕说太多闪了嘴巴？女儿，你要记住，人可以有信心，但切忌狂妄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不会骄傲的，我只是定个长期的目标而已。我这边仓库里头堆的货不算多，等有个7、8箱我再给你寄回去。先好好休息一下，有好的楼房就去看看，买2套让你公公婆婆高兴高兴。咱还是得有个自己的窝，不能总是一直租房子。收到，老爸，我最近看了一个很不错的楼盘，离商店这边蛮近的。相识的朋友说下周就要开始售卖了，到时我就和南哥哥去看看。我一早就说了，你儿媳妇是个有福气的，嫁过来还不到1年，你家就发了。哟，学车你们算是找对人了。你们知道我原先的单位是弄什么的吗？做什么的呀？他们只知道阿虎在单位保职停薪，出来开货车做生意，倒不知道他原先是弄什么的。我呀，之前是在交通部队搞后勤的，不过我啥都干，认识了好一些人。交通部？沈幼林闻言惊喜笑了。这个年代还没有交警的概念，拿驾照也不用考试什么的，只要能学好车上路，拿到驾照以后就能合法开车了。交通部那边就是管车站、交通事故什么的，以前连火车站那边也得管，后来就不用了。你们要学车拿驾照，找我准没错。那阿虎兄弟，你能教我们学不？还有，要怎么样才能拿到驾驶证？我教你们当然行啊，我在交通大队工作过，而且又开过货车，什么车都懂得开。好，那麻烦阿虎大哥了。不客气，我先教你们怎么开，然后带你们去我单位报个名，填表格交相片，开一段路给我的领导看，很快就能拿到证了。这个有难度不？不难，开车都是那几套门路，既熟悉了胆大心细，好好开，很快就能上手。沈幼林却不是担心这个，笑着追问：阿虎大哥，我是说驾照申请有没有难度？这就更不难了，有我帮忙保管，你们很快拿到证。不过车要好好开，得保证真的学会。开车这玩意最怕粗心大意，如果出个什么事，一会儿伤的自己不说，还害了别人就不好了。没错，阿虎说的有道理。当然，弟妹，咱们荣城没几辆车，有的基本都是货车。你们如果要买车，就得去省城那边买了。听说想买还得提前订货，如果迟的等上好几个月。对了，你们打算要买什么车？我们打算买吉普车，车身高大些，偶然还能带一些货。对，吉普车也好，挺适合你们的。一旁的赫夫赫母听他们说有买车的打算，有些惊喜又有些担心的走过来。一辆车得多少钱啊？阿虎兄弟知道不？阿虎比划3个长长的粗大手指，笑道：至少得这个数以上。要3000多啊？怎么那么多啊？叔，你这也差得太离谱了，一辆吉普车至少3万多块，还得交购置税什么的，弄下来最少也得3万5左右呢。话语一下，赫夫赫母听呆了，3万多，居然要3万多，太多了吧？阿虎开玩笑道：不多的话我也早先买去了，哪里还需要天天给人家开车啊？当然是买来自己开，赚的钱通通都是自己的，多好啊！贺福缓过劲儿来，连忙看向儿子和儿媳妇：阿南、琳琳，咱们真的要买车吗？是的，爸妈，我们打算买一辆车来开。阿虎跟在沈幼林后面做了1个多月的生意，多少猜到他赚了不少钱。他笑呵呵道：弟妹当然得买啊，买了后第一可以出门方便，第二还能帮着咱们赚钱。如果有一辆车，想要去多远就去多远，不用联系司机雇人什么的，多方便啊。贺父听后点了点头。好好好，你们年轻人有自己的主意，我们就不插嘴问太多了，只要你们方便就行。后面我再帮你们打听打听，我还有省城一家大车行的电话呢，这个我在行，你们要是想买，我先给你们订货去。那拜托阿虎兄弟了。客气啥，一会我还要吃多点伯母做的卤牛肉，那老香了。众人乐呵呵笑了。吃完饭，阿虎就带着贺天南夫妻俩学车去了。沈幼林上手非常的快，就跟学过自行车一样，即便长时间不骑，只要上车才几下平衡感一回来，很快就能骑得顺溜。弟妹，你这哪里需要学啊？怎么感觉你是一个开车老手啊？都比我还厉害的样子。我以前读书那会有偷偷跟朋友学过一阵子，还有家里有小轿车，平时经常看我爸开就熟练了。我猜也是这样，好些人上车大半个月，连挂个档都要弄错。原来你是学过啊，怪不得了。贺天南从没接触过，即便人聪明学也认真，仍是学得磕磕碰碰。琳琳太厉害了，我都学得一脸蒙圈呢。第一天能有这样子，已经很难得了啊。段日子过去，这天贺天南他们一家子回老家祭祖，刚回到家里就有一大帮村民围着过来。咋去那么久才回来？是不是城里太好了，舍不得回来啊？还以为你们过年铁定会回来，谁知都没有，老想你们了。一家子都回来了，太好了。贺府笑不拢嘴，扬声道：
我儿子和儿媳妇在城里跟人合开一家大商店，卖好多东西。今天回来是来扫墓的，晚些就得回去。开店不离人嘛。哟嚯，开商店啊！老贺啊，你们这是要发了，赚多少啊？过1000了没？能在城里开商店，那就是富人了。贺叔家扬眉吐气致富了。呵，都是我儿媳妇安排的。她还开了一家服装店，生意可好了。哟，大城市来的儿媳妇就是不一样，忒厉害。我一早就说了，你儿媳妇是个有福气的，嫁过来还不到1年，你家就发了。乡亲们的热情让贺府一时不知道开口说什么。这边村长听说他们来了，也欢喜跑了过来。阿海家总算回来了，听说在县城开了大商店，是不是啊？可喜可贺啊！贺天南连忙掏出2包烟，塞给村长。谢谢您的关心，现在做点小生意，没怎么有空回家，家里这边还要拜托村长和乡亲们多多看顾。村长暗自吞咽口水，不好意思伸手接。太客气了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互相帮忙也是应该，不用这些，真不用。这是自家店里卖的烟，叔您就收下吧。见不再好推辞，村长也只好收下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阿南赚大钱了，叔真替你们家高兴啊。不用问了，村长，我们家预定200亩地。这天，村长急忙忙地跑过来，跟贺天南聊起了贺彪堂叔家里的事。堂叔他家现在怎么样了？去年不是说要卖鱼塘吗？只卖了3个小的，1亩要50块，还都是烂泥水田，种不了什么，毕竟谁也不是傻子。那他们家现在是什么情况？村长叹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：惨着呢，家都破了，人也没了2个。原来贺彪夫妇烂赌成性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最后被迫卖鱼塘。谁知村里人都了解他们一家子的秉性，不敢跟他们打交道，即便想买也不敢。除了隔壁村一个千元户给他们买了3个小鱼塘，其他都卖不出去。贺彪被债主追得没办法，将3个鱼塘卖掉的钱藏在身上，半夜骑车想要跑路，被一辆匆匆开过的大货车撞死了。货车司机只赔了一点良心钱，2个儿子也都不成器，为了争这笔钱大打出手，最后小儿子被砍了一刀，送去镇上的医院急救，可惜还是救不回来。阿彪的婆娘受不住这双重打击，突然疯疯癫癫起来。他们家一直彪悍不讲理，大家看到他们就关门闭户。小儿子被杀后，村里没人敢去报案，我也不敢啊。当时正巧是过年，好多出外打工的人都回乡过年，事情一下子传开了，镇上很快来了公安，将大儿子给抓走坐牢去了。贺天南闻言禁不住唏嘘不已。前些年贺彪家有钱又有地，不管是说话也好，做人也好，都是趾高气扬的，抬头鼻孔朝人。想不到短短1年而已，就弄得家破人亡了。村长，那彪婶呢？他的疯病好了吗？没好，被镇上的工作人员送去那个精神病院了。听说在那里待着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听说那边也是要缴费的，费用还不低。前2天有人员打电话来居委会，让他的亲人去帮他缴费治病，我正为难着呢。他的大儿子留给他钱了吗？判了多少年？他抢钱杀地，杀人可是要偿命的。我听说没人给他求情，他也已经认罪，还牵扯一些偷偷摸摸的事，估计的死刑。那杀千刀的，估计也没什么能留给他娘了。村委会那边打算要怎么办？疯病也是能治的，如果能治，还是得帮忙治。大家毕竟乡里乡村的。村长再度叹气，解释：昨天我们村干部和党员前后开了2个会，打算村委会出100块钱送去医院，另外鼓励乡亲们多少捐一点，5毛1毛就行。贺彪家这次算完了，就这么一个老婆娘，能帮就尽量帮吧。村长拍了拍贺天南的胳膊，继续说道：阿南，自从你娶了媳妇后就越发能干了，现在都能自己开店了，想必经济上应该没那么紧张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要不你就多出一点吧。行，这个不是问题。贺天南没有犹豫答应下来了。一会后，贺父贺母也都知道了。贺父掏出了10张大团结塞给村长，这是儿媳妇给我们2口子平常放身边花的，但我们有的吃有的住，根本没地儿花，救人如救火，这钱就给弟妹一并吧。村长瞪大眼睛，转而是个眼眶。老哥，您太敦厚善良了，100块太多了，太多了啊！贺天南也是从口袋里拿100块钱出来，都是本家人，能出多点就出多点吧。以前他们也借过钱给咱们，虽然后面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，但都过去了，就不计较了。好，回去我就开广播表扬你们家，让乡亲们向你们学习。不用了，村长，大家都是一片好心帮忙，不能拼比多少，不管多还是少，都是一片心意。村长点了点头，恢复情绪，又继续道：对了，下午过来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，咱们村要发田地了，就在5月份，沿着省道下来的那条大路2旁都要发，2人分得1间的，地点抽签决定，要多则交多钱。那到时我们一定过来买，我媳妇正好想买一大片地，自己村的地还是比较好。真的，那一大片都要卖给村民，如果新嫂子要买，那就买多几间，如果有钱，买几亩都行。
如果买多的话能便宜不？一亩大概要多少钱？目前商量是1亩60块，都是硬的，适合建房子，所以可能不会太便宜。如果买一整片的话，边角咱村委会就不算，便宜一些还是会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我回头问问我媳妇的意见。不用问了。一道清脆的嗓音在后方响起。村长，我们家预定200亩地。众人一下吓呆了。村长走后，贺天海和刘英拉着沈幼林问个不停。玲玲，你不是还准备下个月在县城买房子吗？你预定那么多地做什么？你这孩子莫不是不知道1亩地的多宽？爸，你放心，我知道1亩地多宽的。玲玲啊，咱们门口那片地才20来亩，你看就这么一大片了，200亩那可是非常宽啊。那些地种田不够好，都是硬地，只能建房子。咱们建那么多房子做什么？又都不住这边了。爸妈，咱们暂时不在这边建房子，但我要趁现在土地便宜囤起来。村道下来那片地很不错，能买下就赶紧买下。啥？1亩60块，贼贵呢！囤这些做什么？咱们都不种田了。老两口对沈幼林这个举措很不理解，见劝不动他，只好求助看向儿子。贺天南微微一笑，道：林林要买便买，我都依他，毕竟他赚的钱本就该由他自己分配安排。儿子都这么说了，老两口也不好再说什么。爸妈，你们要相信我，总之买下准没错，以后你们就知道了。贺父忍不住又问：琳琳，你身边能有那么多钱吗？之前你给我们的2000块还在，不如……不用了吧，够的，买汽车买房子后还有的剩呢。呀，琳琳，那你也太多钱了吧？哈哈，琳琳真厉害啊！夫妻俩刚回到荣城租房，阿虎和陈明就找了过来。阿南弟妹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我在省城看到你们要买的吉普车了，现在已经不用申请了，只要交钱交税，立刻就能将车开走，有现货3辆。真的吗？是什么地方在售卖？在省城汽车厂的外包经营处。太好了，等过一阵子南哥哥闲下来了，我们就买汽车去。一旁的陈明忍不住出声问道：表哥，一辆吉普车的很多钱吧？大概多少啊？我问了，加上税的话，约莫的35000左右。听到这个数字，陈明瞬间瞠目结舌。于是3天后，小两口开着一辆吉普车回来了，众人一哄而上，一个个笑不拢嘴。贺府泪眼闪烁：太好了，咱家也有车了，要是在以前，我想都不敢想啊。爸妈，你们都坐上来，走，带您们兜风去。好好好。有了吉普车后，贺天南常开着它去拿货，来去方便许多，还省下不少雇司机的钱。这天阿南拿货回来后，陈明和阿虎找到他。阿南，你们村的那个欧阳祥要将他的电器店转卖，这个消息你知道不？贺天南愣了一下，摇摇头。我跟欧阳祥没打过什么交道，不是很清楚，只听过他欠了一屁股赌债和风流债。这样，听说他最近打算把店盘出去，说要凑一些本钱去南方东山再起。怎么了？你有兴趣吗？没，阿虎哥说那店虽然是租的，但里头的电器都很不错，他又打算要盘下来。不行，欧阳祥那人不是什么好玩意，别跟他打交道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就算生意划算也不行吗？也不行。第一，他那家店的生意一向不怎么好，我骑车路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是空荡荡的，一个顾客也没有。第二，欧阳祥这人打小做事手脚很不干净，你能确定他的货来源妥当？他一向胡来，可能会借此机会缠上你。陈明老实惯了，听完贺天南的分析后怕连连。虎哥还是不要了吧，与狼同行太危险了。哈哈，我是大老虎怕什么狼？不过阿南说的也有道理，跟那种人打交道可能会惹来一身骚。咱行得正坐得正，别为了赚一点钱把名声给搞臭了，那可太得不偿失了。贺天南听罢放下心来。那就好，我媳妇最近不怎么舒服，我去瞧一瞧她。弟妹这一阵子怎么脸色那么差？去看过医生了吗？时好时坏，我要带她去看医生，她又总说没事，但我看她明显不对劲。那得赶紧带她去医院找医生啊！有没有是听医生的？可别拖啊，单个病情可不是能开玩笑的。贺天南应声，快步走向服装店。那天晚饭聚餐时，沈幼林又没来吃。他说没胃口，只想睡觉。大伙先吃吧，晚点我熬点小米粥给他吃就行。刘英很是担心，琳琳她睡着了没？要不我送一些过去，让她多少吃一点。妈，她正好睡下，别去打扰她了，让她好好睡。我打算明天早上带她去医院看看医生。嫂子怎么了？我看她好好的，年轻人害喜不都这样吗？怀孩子可别乱吃药。众人愣住了。哎呀，琳琳应该是害喜了，我之前怎么没想到啊？有些人害喜会嗜睡会恶心，他这不刚好这样吗？哎呦喂，肯定是有了。应该是。恭喜阿南兄弟啊，马上就要当爹了。贺天南俊脸微红，心里头难掩激动。明天带他去找医生问问看，希望是喜事。那天中午他们去完医院回来，带来了一个好消息。医生说已经怀孕3个月了，检查后说孩子很好，医生还说是睡贪睡不要紧，
别做粗活，不要乱跑就行。过2个月得再去医院检查。贺父和贺母听后开心的欢天喜地。太好了，老婆子快去煮些琳琳爱吃的，快去快去。马上去，阿南，你要照顾好这琳琳，别让她磕着碰着。对了，以后家务活都得你干，不要让她动手，知道不？咱得听医生的，好好养胎。晓得了。好事啊，大好事！伯父你要做爷爷了，恭喜恭喜！哈哈，阿虎是个好汉子，你要争取年终娶亲，明年春天生个大胖孙子。那就承您吉言了。沈幼林本来有些头晕，被他们众人笑哈哈感染了，头似乎也不晕了。还没告诉岳父和岳母这个大好消息呢。走，咱们给爸妈打电话去。阿南啊，怎么这时候打过来？是不是有什么急事？爸，琳琳怀孕了，3个月了。真的？孩子他妈，我要当外公了，你要当外婆了。呀，阿南，琳琳在哪儿？几个月了？刚怀的吗？已经3个月了，她就在我旁边躺着，有些头晕，其他都正常，就是偶尔嗜睡的很。沈妈妈欢喜的不得了，叮嘱贺天南要好好照顾老婆。你们记得出去不要骑自行车，免得颠簸到了。5个月才是稳定期，在这之前都要悠着点儿，知道不？知道了，妈。我晚些出去买一些补品，稍后去邮局给你们寄过去。妈，不用了，这边县城也有很多补品卖，我去买就成。沈妈妈却是不依，笑呵呵道：“这是你们头一个孩子，我们做外公外婆也得表示表示。”自从沈幼林知道自己怀孕后，她和贺天南每天坚持早起去江边散步。除了运动外，每周的周五她都会去报社交稿子。同事们知道她怀孕仍活力十足，都很是惊讶。我媳妇怀老大那次，足足躺了8个多月，难受的我总偷偷抹眼泪。小沈，你身体挺好啊。对了，沈妹子，你看起来好像跟以前没啥两样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我早晚都有去散步，偶尔还小跑，估计是跟运动比较多有关。我妊娠反应不是很严重。第一个都能这么好，下一个肯定更轻松，记得多生2个。我记得沈妹子，你家爱人是乡下户口吧？能生2胎哦。沈幼林挑了挑眉，凑过刘星旁边。我都快要当妈了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和王清啊？你们究竟怎么样了？怎么还没动静啊？这个咱出去外面说吧。沈妹子，我和王清遇到了很大的难题，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成。最近我心里总是7上8下的。咋了？你们自过年后不都一直挺好的吗？据他所知，自刘星表白以后，王清时不时跟他出去约会，感情发展得非常顺利。我本来打算去他家里提亲的，可是他妈妈没有同意。为什么会不同意呢？还不是因为我穷，他妈妈嫌弃我家只有一套老公寓，还住了20多年，除非我去买了新公寓，不然他不肯让王清跟我结婚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他妈妈不反对你吧？他只是觉得你没一套好房子，让你努力买房再结婚。这不已经是反对了吗？我1个月就200块工资，前2年我爸生病费了不少钱，家里情况最近才刚好一点，可要一下子拿出好几千块去买房，根本不可能啊！不能买一套小的吗？你父母已经有房住了，新房也就你和王清2人住而已，没必要那么大。刘星苦笑摇摇头。我去江边新城区看了，那边有2个小区快建好了，里头最小一套也得80平左右。是那个望江苑吗？是啊，那里环境很好，又靠江边，王清很喜欢那里，偷偷暗示我去那边找。可我算了一下，一套就算是80平，1平30块，那也得2000多块啊。刘星叹了口气，继续说着，目前整个龙城最好的小区应该就是那里，方向好，采光足，房子都建得贼漂亮，可是越好就越贵，越贵我就越买不起。沈幼林知晓这个年代还没有住房贷款之类的东西出现，想着他们2人收入在这边都算是高收入人群，可一下子要拿出2000多块，确实很艰难。你现在大概能拿出多少？不够的话我先借你，等你有钱了慢慢还就是。刘星闻言惊喜瞪眼，又不好意思的摇了摇头。我前2天问过我妈了，加上家里的存款还有我们这个月的工资，至多拿出个1000块出来，还差了整整1400啊，太多了，我怎能跟你借那么多？写个借条就成，让你慢慢还。放心，你和王清都是我的朋友，我不收你们利息，什么时候有钱了再还给我就成，绝不跟你们讨。刘星激动的说不出话来，看向沈幼林的肚子又犹豫了下。只是你这都怀孕了，接下来还得养孩子，又刚买了车，我怕你的经济会紧张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前一阵子我又卖了一批衣服，赚了1万块左右。啊，那么好赚啊，太牛了，难怪你能买车，你现在都已经是万元户大富婆了啊。沈幼林低低笑了，我的存款哪里止万元户，加上之前赚的，我的户头还有10万块呢。我能不能娶到媳妇，就全靠沈妹子你了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沈幼林看了一下日头，想着大概只有4点多，邮局应该还没关门。客气了，刘星，你在这等我一会儿，我给你取钱去。现在那么快啊？你不用回去跟你爱人商量一下，
1400块可是一笔大数。不用，他现在跟我的经济都是分开的，我赚我的，他赚他的。他的店是跟朋友合资的，不好跟我混一块。我的钱爱怎么花就怎么花，他一向都是支持我的。你爱人倒是一个好丈夫。对，你记得要跟我爱人好好学习啊。安，过2天一定去你们家里拜师。半个小时后，沈幼林从邮局拿来1500块借给了刘星，想着再过5个月家里会迎来一个新成员，他买新公寓的念头愈发萌动了。随后，他和贺天南找到之前帮建房子的刘小老板。上次我听刘哥你说望江苑不错，现在那边是已经建好了吗？是啊，上个月刚建好。之前听弟妹你说要买，我都记着。这2天我刚好确定了几套不错的。你看中的是哪一些？可不可以给我们出主意？我和爱人打算买2套，最好是隔壁或者是对门，一套我们自己住，一套老人住，这样方便照顾他们。刘小老板最近已经将望江苑混了个熟，很快的。对面设计的公寓很多，不过位置好的、通风好的都是大套的。请问有多大呢？我说一句实话，望江苑那边的房子真的不错，只是你们该知道，越好越大套的房子都贵，一套200来平。确实，同一个小区，不同的楼层，不同位置朝向，差别可能会很大。你们如果有钱买大房子，我建议买最外侧偏南那一栋，每一套都在200平左右，3面采光，而且冬暖夏凉，非常适合居住。好，听说房子都是有基本装修的，对吗？问，如果你想再装修好点，就得花点钱打扮；如果不想，那就直接买家具进去住就行了。听说那边1平方米要卖30块，挺贵的。豪宅呀，普通人赚1个月顶多只能买个厕所呢。目前荣城最好的房子就在那边了，那样的地点，那样的设计，卖这个价不算坑。最近一大堆人都想买呢。沈幼林听着非常满意，开口问：刘哥，你在那边有熟人不？我们想提前去看看，然后提前订房了。这个，我跟包工头和老板都挺熟的，只是他们不让提前订房，除非是一买好几套的大客户。麻烦你给牵牵线，带我们先去看看，如果合适的话，我想买多几套。弟妹，你不是只要2套吗？我确实是要买2套自己住，如果看着有投资价值，就再买10套。我要跟老板商量一下，如果能便宜点儿，我可以一口气买12套。几人吓了一跳，毕竟在这个年代，没几个人敢说一下子买几套房子的。你要买2套大的，那一套得6000左右，2套就得12000了。你确定能买那么多吗？应该能，麻烦你先带我们去看看，然后给牵牵线。如果我们有什么优惠的话，到时拉上你一把，你看成不？那可太成了，我明天就带你们过去看房子。到了看房的日子，刘小老板带着小两口在望江苑走了几遍，仔仔细细讲了好多。看完后，贺天南牵着沈幼林来到吉普车前，他开口说出心中的疑惑：媳妇，你怎么突然要买那么多的房子？咱们家现在就只有我爸妈和我们，2套都嫌太宽，你怎么想一口气买20套呢？虽然小娇妻做事向来很有主意，大多数情况贺天南都不必过问半句，但这次的事情实在太大，他不得不劝一声：咱们确实2套就够多了，我买多点其实是为了投资用的。投资？这个小区10来栋房子，每一栋都12层，最低的也有10层，要买的人大可以直接跟小区老板买啊。沈幼林摇了摇头：不，这一批房子值得投资，地点好，走向好，做工也好，我相信囤一阵子后还是能小赚一笔的。贺天南还是很是不理解，沈幼林轻轻笑了：怎么，南哥哥你不相信我的眼光吗？我肯定是相信你的，我是怕你一次性把钱都花了，以后要回本得好长的时间呢。不怕，多的房子我可以暂时出租给别人。荣城自从去年弄了开发区以后，外来人口多了很多，他们都是需要地方住的，我可以先出租，然后慢慢卖呢。贺天南很聪明，一下子听到了商机。也对，外来人口买房需求很大，开发区那边离这里近，里头现在都8000多的工人了。是啊，咱们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？我们也算是荣城的外来人口，先是租房，随后赚了钱就开始买房。贺天南微笑点点头：那都听你的，反正钱都是你赚的，你自己做主就行。对了，你还存了2万多在我的户头，到时再拿出来买多个3、4套。不，那是我们家庭的备用资金，除非是急迫要用到，不然就不能拿出来。好，都听媳妇你的。这时，刘小老板从后边走了过来。安娜，弟妹，廖老板听说你们要买20套，很快同意可以提前订房，他约你们明天早上过去，说见面再好好聊。辛苦刘哥你了。那廖老板有没有说需要定金？房产证大概多久才能办下来？定金应该要的，房产证都得全款付了才有。他安排着一块去办，应该不用很久。那好，我们明天早上就过去，到时还得再麻烦你。晚上吃饭时，2位老人家都知道了买房子的事。如果经济允许的话，你们年轻人想住就去买，我们老两口就不用了。爸妈，要买肯定得买你们的份儿，咱可是一家人啊。对呀，爸妈你们也有一套，到时让你们挑着住，想住哪儿都随你们。
刘英激动的泪光闪啊闪。可应该要费不少钱吧？这你们放心，琳琳她有自己的安排。贺父对沈幼林的能力信任得很，微笑道：“那你们自己看着办，步伐能迈多大就多大，别牵强就行。”刘英却不比丈夫有远见，闷声嘀咕：“依我看，咱多少得存点钱，赚钱太辛苦了，不能都买房子去。你们不是还要在咱们村买地吗？怎么还要去买房子？”在刘英看来，儿媳妇虽然赚钱厉害，可她花钱也厉害。刚买车足足花费了3万多块，她这辈子也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前一阵子还跟村长说要买200亩地，还是要成片连一块的。妈，您就放心吧，琳琳她老有钱了，存款多着呢。可有钱也不能乱花啊！琳琳赚钱辛苦，我得叮嘱她少花点儿，省着身边做私房钱。贺天南又要开口，沈幼林轻轻捅了他一下，微笑道：“妈，我知道了，您放心，我买房以后就不乱花了。”刘英见沈幼林听自己的话，开心的笑了。隔天一早，几人开车来到望江苑，直奔廖老板的办公室。听沈幼林聊了几句话后，廖老板忍不住问道：“这位小嫂子莫不是帝都人是吧？我听你的口音像是帝都那边的。”“是的，我是帝都人。廖老板，您耳力真好啊。”“我之所以几句话就听出来，是因为我爱人也是帝都人。实不相瞒，我老母亲也是帝都人士。”“原来都是老乡啊！我有意买下江边那2、3栋的8楼，不知道廖老板可否割爱？”说笑了，我做开发商便是为了卖房，小嫂子有心要照顾我的生意，这是我廖某的荣幸。廖老板，我说一句您不大爱听的话，荣城还是一个小县城，群众的消费水平也不算高，30块一平确实偏贵一点，我也不客气的说一声，买卖都得讲价，我这个闲货人，自然也会是买货人。廖老板听得哈哈笑了，小嫂子口才了得呀，说句实在话，我这楼房还真值这个价，不过买的多的话便宜些许还是可行的，人生在世，出门靠朋友，你照顾一下我，我照顾一下你，都是这个理。我是个很爽直的人，咱不要砍价伤感情，您至少能给我多少优惠？直接一口告诉我，我不还嘴，因为买卖是其次，交朋友更重要。廖老板听得双眼发亮，直觉沈幼林这人不仅相貌长得好，更有同龄人难得的气度。既然小嫂子都这么开口了，我就让一步价吧。实不相瞒，我这楼盘做得非常不错，请国际大师亲自设计，用材用料都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建筑用材，所以卖这个价格，我绝不会狮子大开口。小嫂子既然有心光顾我的生意，那就2套大的1平25，其余的都是28。当然，买卖能不能成无所谓，但今日相见就是朋友，今天得见小嫂子和这位虎兄弟，也是我们彼此的缘分。买卖固然重要，我今天倒是收获良多，但今天更大的收获是认识你这位优雅的儒商长辈，太谢谢您了。沈幼林侧过身看向刘哥和阿虎，转而道：“廖老板，咱们今天买卖能成，幸好是有他们2位牵的线，能不能见者有份，算是多谢刘哥他们这份情。”小嫂子果真有朋友心啊，是我疏忽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他们最大的折扣，1平25的优惠。谢谢廖老板，谢谢弟妹啊。接上集。谈完房价后，廖老板喊来秘书，把沈幼林看中的20套房子一一登记下来。小嫂子，等你全款交上，我立刻叫人去给你办房产证。至于交税什么的，你这么照顾我的生意，这我会尽量让你少花钱的。谢谢，我明天就过来交齐房款，争取快些办证。见沈幼林如此爽快，廖老板笑着回答：“行，这小区下周就开始售卖了，到时估计会很忙，我先将你这20套交接完，再忙其他的吧。”秘书登记完，算好价钱后，一共20套，2套大8套小10套中，一共是68500块。沈幼林暗自欢喜，比原来估算的要便宜许多，1平少5块或2块，平数多了，少的钱也就可观了。这一趟真是收获颇丰啊！出到小区门口，沈幼林张望各处，好奇问道：“廖老板，我发现你这么大的楼房却没有广告，挺奇怪的。”哈哈，我这是小本经营，不是什么大公司大企业，所以就没弄那些虚的。不，广告的作用不是要吹嘘，而是要广而告之。不管公司大小，只要有产品可卖，就需要打广告，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，慢慢潜意识认可，最终做出买卖选择，这才是广告的真正作用。廖老板毕竟是闯过天下的人，听后转笑了：“何以见得？请小嫂子多多赐教。”其实早在今年的年初，我就听刘哥说你这大楼房快建好了，大概2个月后就售卖。这段日子我一直等你们楼房的广告，可惜一个也没瞧见。廖老板缓缓点头：“你有心了，我做事重在质量，到处都弄好，确保万无一失了才开卖，直到上个月才完成，比原来的预测足足晚了4个月。”我有心买，可却只能托人寻人，费了好些功夫才找过来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你这边没有宣传到位，这无疑会让你失去很多顾客和潜在的顾客。廖老板愣住了，沉着脸思考着。沈幼林继续说道：“
廖老板，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，但现在城区大人员多，流动人口也多了。你这楼盘再好，除了帮你做楼房的人知道，还有你知道，其他人该怎么知道？您说是吗？单单靠外表宏伟的楼房，远远是不够的。廖老板如醍醐灌顶，瞬间惊醒。小嫂子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现在时间好像有些不够。时间紧迫，我们只能挑选最简单的法子。目前什么最快，什么效果最直接，就用什么法子。我有2个建议，第一是贴大字报，第二是复印广告小单，雇人去开发区和各个单位发。听你的，那你说该怎么做？你说的这个广告我都没有弄过呢。荣城这边倒还没听说有广告公司，这样吧，我帮你弄，我先去报社那边帮你打200份出来，然后先去发，再拿一些贴在小区的外头。好，麻烦你了。至于费用方面，这些以后再说，费不了10几块，我先帮你做好这些。另外，我建议让下周的荣城报纸帮你打一个大广告，这个可能得掏100来块。100来块只是小钱，只要有效果，这钱花的就值。实不相瞒，能买报纸日常消费的人，多数都是荣城这边的各大单位和文人工作者，他们目前都是荣城这边收入稳定，也算是收入最高的一类人。也正是这一批人，他们是你这楼房的最大潜在消费者。廖老板喜出望外，你说的对，说的对呀。廖老板毕竟是老一辈的人，跟不上市场的需求，也跟不上市场经济。被沈幼林这么一说，顿时豁然开朗。那廖老板，你的宣传和广告就全都交给我吧。好，事成之后，我必定重重答谢你的帮助。这就不必了，我明天要去取钱，如果钱够的话，你再卖我10套100平左右的公寓房就成。你是要照顾我生意，我自然同意啊。只是这广告貌似很麻烦很费劲，我不得不谢你啊。沈幼林罢了罢手，爽朗道：不必谢了，就当是朋友之间的帮忙。今天我帮你一把，他日如果你有什么赚钱的好渠道，让我沾沾光就成。成，没问题。我这人最喜欢交朋友了，他日如果有好的项目合作，一定找你。随后，沈幼林匆匆赶到了报社。小沈来了。自从沈幼林将小栏目做成兼职，甄副主任心里又是羡慕又是嫉妒。后来沈幼林送了他2套很漂亮的裙子，他对沈幼林愈发热情了起来。甄副主任，我今天不是来交稿的，是要来跟您商量弄一份大广告，下周连续3天刊在咱们报纸的首页。首页要做什么样的广告？是你要弄的吗？不是，是我一个老乡朋友让我帮他搞一搞宣传，该付的广告费1分都不会少，但一定要刊在报纸首页。甄奇点点头。如果是你弄那应该可以，不过连续3天还要首页，咱们这样的情况还是第一回，要不我陪你过去跟刘主任说一声，如果他点头，那我是绝对没问题的。行，那麻烦甄主任了。来到主任办公室，要刊在首页，最近是没什么大新闻，但是首页广告还是第一次弄，是广告啥的，可别弄一些乱七八糟的，影响不好啊。不是的主任，我自己是新闻人士，怎么可能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是我一个老乡朋友建的大楼盘，名字可优雅了，叫望江苑。刘主任闻言点了点头。宣传荣城的新楼房算是好事，反正最近没什么大新闻，你要连续3天首页，就听你的吧。至于费用，就跟平常广告那样算就成。沈幼林开车过来的时候，心中早已经有方案。谢谢主任，那我下午想要找刘星过去帮忙拍个照，广告的标语我来写，您看成吗？可以，你看着办吧，报社这边都支持你。聊完广告的事，众人在办公室闲聊着。我已经确定要在望江苑买2套房了，1套自己住，1套给我公公婆婆住。啊，2套？你要买多大了？1套大概是200平左右。天啊，那得多少钱啊？1万多啊！小沈，你爱人开商店那么赚钱啊？这不刚半年吗？人家沈妹子卖衣服肯定赚了不少，对吧？沈幼林呵呵笑了，不敢说实话。只说2套，大伙儿就这个表情了。如果是20套，那不得吓死。我爱人的生意还不错，我上2回卖衣服也小赚了一笔，所以攒了些钱，趁机买2套。赞赞，难怪你吵着要辞职下海经商，看来这钱没少捞啊！哈哈哈，做生意有风险，不像您坐办公室动动脑动动笔就能赚到钱了。钱虽都是钱，可有大钱和小钱的区别啊。王清在一旁听说沈幼林家一口气要买2套大房子，暗自羡慕的不得了，想着自己的爱人却连1小套都买不起，他心里一下五味杂陈，难受的不得了，悄悄躲去一个没人的角落，低低抽泣。一会儿后，沈幼林带着刘星找了过来。怎么了阿青，你哪不舒服吗？之前我听王姐说，阿姨希望你能出多点钱买1套重的房间，应该是这件事让她心情不好了。多一个房间得多600块，我都已经跟你借了1000块了，要换也得大半年啊！如果再借，那我得还到什么时候？而且结婚也得要钱，
这处处的要钱，我再省吃俭用，一个月顶多也只能存150左右。王清天性软弱，听他这么说，更是一个劲儿掉眼泪。沈幼林看着干着急，你们也别灰心，总会有办法的。能有什么办法？如果父母亲帮我去借遍亲戚朋友，能勉强凑多600块出来，钱都买房子了，我们哪里还有钱结婚？哪里还有钱过日子？哎，我有一个主意，你们听听看。刘星，你可以和我买一套重的，我同意你先交上1000块，其余的钱去结婚，去好好过日子。然后你和王清慢慢赚，一个月还我100块就成，不用2年就能还完。你哪来的房子？你不还要买大公寓吗？我跟望江苑的老板买了不少公寓，不止一套，而且套套临江，位置不高也不低。到时你们小两口去挑一套最喜欢的，价格跟廖老板的一样，钱让你们慢慢还。刘星和王清对视一眼，同时喜出望外。真的能让我们慢慢还？沈幼林重重点头。咱们是朋友，为什么不行？哎，可惜这个年代还没有住房贷款这么一回事。如果有的话，以他们的收入根本不必有这样的烦恼。现在也只能我来帮忙了。沈妹子啊，以后你就是我的老大，我的兄弟哥们，你要我做什么都行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。沈妹子，谢谢。除了这个，我也找不到什么词来说了。哈哈，廖老板卖给我的时候算便宜了一些，我还是有的赚的。能先让我有婚房结婚，让我度过这个难关慢慢还，就算是卖个35或40，我也愿意啊。30就30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阿青，你别把这事告诉你妈，直接说刘星愿意买一套重的，让你快点儿嫁给他。这件事没必要让其他人知道了。王清感激涕零，明白沈幼林是在替他们着想。懂的，我知道了。那天下午，沈幼林和贺天南拿着钱来到了望江苑。廖老板，我想跟您商量一下。昨天我回去跟我先生仔细商量了一番，觉得既然要买多一些房子来出租，不如一并买多几套。我想跟你再买多10套100平的，您看行不行？廖老板愣住，难掩惊讶。你还要10套？是啊，我钱都带了，可以一起签约。行吧，不管卖给谁都是照顾我的生意。小嫂子，你是一个会做生意的能手，咱们又是朋友，我岂能不支持？还是跟昨天一样的价格，28块，只能便宜这么多，还请见谅啊。已经便宜够多了，多谢廖老板成全啊。廖老板转身招呼秘书，你招待下小嫂子，先把这20套结束签约，他还要买多10套，看他喜欢哪一层哪一套，都挑出来一并签了。美女，这些房子的房产证大概什么时候能拿到？放心，我会立刻叫人去办，下周应该就可以签字盖章了。辛苦你了，谢谢。不客气不客气，你是大富豪啊，一口气买30套房子，太厉害了。办妥以后，两人跟廖老板道别后离开，走到小区外，贺天南忍不住撇过脸，看着沈幼林笑。南哥哥做什么这样看我？媳妇，你现在已经是大富豪了。哈哈，我银行的户头只剩1万块了，还能算是富豪吗？你可比我有钱多了，你有2万多呢。呵呵，那不都是你的吗？对了，你现在应该饿了吧？早就饿了，要不是为了签字买房，我估计早就跑街上买吃的去了。走，咱快些回去吃饭。沈幼林拉了拉贺天南，低声道：“你要记得答应过我的事哦。”放心，我暂时不会告诉爸妈他们的，免得他们不懂问东问西。我只说咱家买了2套大房，让他们高兴高兴就够了。这就对了。2天后，广告出来了，一时间，整个荣城的机关单位、各大厂家、每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，几乎每一个人都在热切讨论江边新区的电梯楼房。6月初8还没到，看房买房的人几乎将望江苑给挤满了。1周后，刘哥带着一筐大西瓜来了。弟妹，这是廖老板托我送来给你的，他说他太感激你了，短短11天，整个楼盘全部卖空，出乎所有人所料啊。那廖老板不是得数钱数到手抽筋，太辛苦了啊。那可不是，足足赚了200来万，却是要数到手抽筋呢。半个月后，沈幼林拿到了房产证和一大袋钥匙。小嫂子，有没有考虑过转手卖掉几套啊？我听说有人愿意用高于50块1平的价格跟你买呢。暂时还没这个打算呢，我打算先租出去，收一点租金买奶粉钱就行了。荣城沿岸仍有不少好地方，应该在不久的未来就会开发。你囤了30套放在手里，如果遇到涨价那再好不过，可若是遇到低潮，那可能得亏钱了。廖老板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，在他看来，国内经济能有今天的进步，已然是非常的不容易了。我囤房子一半是为了投资，一半是为了自己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。实不相瞒，我拿到钥匙和房产证，就打算马上将这些房子都租出去了。那也好，据我所知，你们这边开发区里头有好几百个从外地聘请来的高级技术人员，他们年轻的要在这边落户，年纪大的要把家庭带过来，都着急要买房租房。我打算在商店门口贴个招租的，然后再看看大概1个月租多少。一旁的贺天南提醒道：“
咱们当初租松明路的价格可不算低，1个月35块。这边环境新，地方大，还有电梯，按理应该可以45，甚至是50块。昨天我听秘书说，已经有人转手1平60块卖了一套100平的公寓，租1个月的价格只够买1小平，确实不多。贺天南和沈幼林附和的点了点头。据我所知，各个工厂的工人待遇还是很不错的，1个月200块的人不算少，技术工人一般能有250，管理人员甚至能有300工资。沈幼林思考了一会，很快将价格定了下来。就按小面积80平的1个月40块，中等面积100平的1个月50块租吧。那我回去先给你找一张红纸，写了明天贴在店门口。沈幼林点头同意，转过头对廖老板道：荣城现在刚开始起步，现在的房价还不是最高的，还有很多发展空间。廖老板您可还有什么其他安排？我年纪大了，未来的形势我还不怎么确定，也不知道还不要再接再厉，毕竟我都已经是知天命的岁数了。当然要再接再厉啊，廖老板您才50几吧，这么年轻为什么就要退？很多生意人都是到了40、50岁才真正赚到钱，比如我爸，他40多岁才赚了人生第1桶金，现在50岁了，他还觉得他至少能干多20年呢。廖老板有些惊讶，转而笑了。其实我身体也还很不错，我是还想继续弄这一行的，只是对形势不怎么确定，也不好乱下手。那还是继续投资房地产吧，毕竟这是你的老本行，熟能生巧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廖老板脸带着歉意的笑了笑。做投资什么的是需要胆量和魄力的，我年纪大了，心脏受不住大起大落，家里人又劝我趁机退休，所以我才踌躇起来。廖叔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这楼盘打一开始买地加1系列的成本原建材投资和工人费，大致要多少钱啊？廖老板见他问的认真，便如实答复。实不相瞒，大概是40多万。我成本也不算太高。对了，你这楼盘往另一边过去，不还有一大片地吗？为何不干脆顺延过去，弄一个望江苑2期呀？本来我也打算买下，只是那些地是种果林的，我估计人家不肯卖。当初我买望江苑这一片地很容易，因为都是荒地，就跟开发区以前一样长着荒草，所以买下不难。虽说林地也能买卖，但关键是得得到果农老板同意才能买得到，那边的地可比这边足足大2倍多呢。那更应该投资啊，建个2期、3期肯定能大赚一笔了。第1期这么火，不该这么放弃的。您就甘心只赚一大笔钱而已吗？我先过去问问，如果能卖那再做打算。小嫂子，你可要投资一笔，我看你眼光极好，身上又有大商人的魄力。我年纪大了，做事常常不周全，若是有你这么能干的合伙人，那我肯定有信心再创一笔。可我没钱投资啊，我是心动了，可投资楼盘的资金太大，我暂时还撬不起这样的杠杆。那此事从长计议，先不必急，我先去打听地，然后再让人去看看地质怎么样。如果合适建高楼，那咱们再接着商议。廖老板说的话非常有诱惑性，但沈幼林暂时还不敢应下。她现在怀孕到了稳定期，但她目前除了翻译和报社的兼职外，还没其他收入。即便20多套房子招租成功，收上来的金额也不可能一下子多出很多。回到店里，沈幼林给沈爸打了个电话，讲述最近发生的事。聊完电话后，贺天南好奇问道：媳妇，你是不是想跟爸爸做衣服这一行？我听爸爸的意思，好像没说要你回去帮忙或继承吧？不会，我爸妈都还很年轻，暂时用不上我。就算他们要我回去帮忙，我估摸着我也不会同意的。为什么不会同意？因为我觉得不能一家子都干同一种生意。帝都离这边很远，就算媳妇你也弄个服装厂，跟咱爸也竞争不到一块去，这一点不用担心的吧？不是的，南哥哥，我不是怕竞争影响赚钱转而影响感情，而是一家子都做同一行会有风险。服装行业算是衣食住行之一，应该很难被淘汰。但万一哪天工厂遇到了大难题，如果我也在这条线上，必定也会遭受重击。所以我未来的主投资方向不会放在服装上面的。贺天南暗自惊讶，果不其然，林还有更宏远的目标啊！我要赶紧利用爸爸那边的好资源，火速赚点本钱，然后投资房地产。荣城这边的房产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，当然中间商这个会一直做，还得南哥哥你帮忙才行呢。这个当然没有问题，我会一直支持媳妇你的事业的。哎呦我的妈，我就说城里好嘛，远远看都是高楼大厦，太好看了。这天，村长带着昌伯来到荣城，一家子纷纷出来迎接。好大的地方啊，大商店，大商店。阿南，你媳妇呢？她怀着孩子不方便，所以坐在里面呢。恭喜恭喜啊！村长，晚些你们回去的时候，拿着分给乡亲们吃。村里本来准备7月份要卖地了，谁知大伙儿嚷嚷个不停，有些嫌太贵，有些嫌地点不好，闹来闹去，最后都卖不成。这些地都是我去镇上辛苦办的手续，国土手续都下来了，可惜还是卖不成。当时小嫂子说要200亩，我还暗自觉得太多，不敢一口应下，想着倒是看看其他人要不要买，
尽量给你凑一凑。谁知只卖出去了3亩，其他都没人买。村民们买地都看肥不肥沃，多数都是为了能种点庄稼自家吃和换点钱。村长等你们回去卖，可惜一直等不到你们。眼下都快中秋了，他等得有些急。我正好要来城里卖番薯，就载着他来寻你们了。村长真是有心啊，特意跑这么大老远过来。不怕，这不好些日子没见你们了吗？除了告诉小嫂子这件事，主要还是要来看看你们。大半年不见，怪想的。媳妇，你怎么打算呢？村长，我们家有车，要不我和南哥哥载你们一块回去看看是哪些地。如果地点合适，我当场就买了。但是我要买一整片的，地方太小可能就不要了。有，现在就去吧，咱路上慢慢说。昌伯罢罢手，乐滋滋道：“那你们先回去吧，反正我有驴车，明天再回。我今晚留在天海这边，跟他唠唠嗑。”好，一会我叫人带点花生和啤酒过来，和阿昌你聊个开心。半个小时后，3人回到了贺家村。村长顾不得歇息，连忙带小两口到村口去看地。阿南，小嫂子，我就不瞒你们了，这是目前村里最好最整齐的一片地，那边20亩是你们家的，跟你们家的地连一块，这些地硬实得很，以后就是建个10层高楼都没问题的。沈幼林虽然嫁来贺家村1年多了，但对村子里还不怎么了解。贺天南扶着他慢慢走，一边走一边听村长说着：“现在是1亩地1亩地的卖，以后的少了指不定就是1分1分的卖了。我特意去上头奔走好长时间，要不然这手续还没法这么顺利办下来。可惜村民们都不懂我的良苦用心啊。”没事的，村长，他们不要我来要，省道边沿的那一片我都要了。大概是多少亩啊？沈幼林的大气让的村长吓了一大跳。前头的大概200亩，后面的100亩还没有弄好国土手续呢。那您能帮着一块办好手续吗？如果能一起办好的话，我可以一起买下。能的，我可以加急过去办。这样，我明天就让南哥哥送一些定金过来，等手续办好，我们就跟村委会签字，直接买下。哎呀，不用定金，都是自己村人，你说要我就特意一并留给你了。贺天南和沈幼林对视一眼，暗自笑了。不是说没人要吗？怎么就特意留给我们了？靠近省道那200亩，如果是成片卖，最便宜也得60块1亩，后面的可以算便宜点，1亩40块，算下来就是200亩便是12000，100亩是4000，加起来是16000。那你们钱这一方面得先提前准备着啊。没问题，下周末就是中秋节，到时我们会回来老家这边过节。村长，希望到时能一并弄好手续，我们会带钱过来签字。好嘞，我明天就去办。小两口回到城里的时候，天色渐渐暗淡下来。此时店门口站着装扮很时髦的2个人。你们找哪位？我们要找这里的老板。你们是这个店里头的人吧？请问这儿有啤酒卖吗？有的去里头选吧，我拿给你们。贺天南拿来2瓶啤酒，递给他们。想不到这边还有啤酒卖，挺好的。你们是不是过来要买衣服的？我们服装店暂时没开呢。啊，咋不开呀？我们大老远过来，就是专门来找你们进货的。我们最近有其他事要忙，也没有货，所以就没卖了。哎，我们大老远从南岛奔过来，就是要找你们拿衣服卖的，失望，没什么比这个更失望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也在做服装生意，看你们卖的衣服款式很不错，打算来拿货的。既然不做了呢，能不能给我们织个线、搭根线什么的？我媳妇衣服都只卖荣城附近的地区，怎么你们南岛的人都知道了？我们夫妻虽然是南岛人，不过我们常年在外做生意。前一阵子我们小两口过来这边，看到街上好多人都穿同一款夏季衣衫，而且款式很好看，布料舒服又细汗，正适合南岛的人穿。我们跑了好几个地方询问，才知道这衣服原来是荣城开发区的你们店卖出的。所以你们打算向我拿货去南岛卖的是吗？对，你那夏天的衣衫就卖7块钱，不算贵。如果你能便宜批发给我们，人家都已经不卖了，让小嫂子给咱们签个线吧。嫂子，你是从帝都进的货吧？是什么地方？中间商吗？不是中间商，是我家衣服工厂专门生产的，4季衣服都有。那你能介绍我们去拿货不？工厂都是成批生产的，得有订单才会生产。你们大概要拿多少量？我问问能不能做出来。山月想了想，回答道：计划是要2万件以上，如果能达到5万件那更好。我们现在做批发生意，运过去搁在仓库里，等着附近的商贩和店主去我们仓库拿货就成。沈幼林明白了，原来他们只能算是中间商啊。上集说到，沈幼林夫妻2人随村长回村看地，返程荣城店铺遇到南岛生意人，共谈服装买卖事宜。你们大概要什么价位的衣服？当然，质量越好就会越贵，毕竟人工和成本都在里头呢。2位都是老商人了，这话应该不用我解释太多了吧？我觉着5、6块区间最好，质量的话一般般就成。我们那边的人不是很讲究什么质量，只讲究好看和凉快。那2位稍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打电话问一问。
服装店之前进出的人太多，沈幼林就把电话挪去了后面的店里头。刚接通电话，沈爸爸就担心了起来。女儿咋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没有的事，我和宝宝都很好呢。听医生说已经到了稳定期了。哈哈哈，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，吓得我跟你妈一溜烟跑过来。是女儿不好，突然打电话让你和妈妈担心了。爸，我得先跟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在附近一个临江小区买了2大套房子，2个月后就能搬进去住了。好事啊，亲家他们没离得太远吧？要住同一个小区，他们才能帮着你们照看孩子，以后也能方便你们照顾得了老人。2套房子正对面，只要喊一声立刻就能听得见了。我还买了近30套房子，打算以后收租作为一笔稳定收入。一下子买30来套，你这孩子不晓得房子买卖周期长吗？就算是收租也得要费好长时间才能回本的。我觉得荣城的房地产业还是值得投资的，毕竟才刚刚起步，我能囤积一些好房子总归是好事啊。行吧，我这掉金钱眼里的女儿长大了，我也管不住了。不过你现在还怀着孩子，注意点，不要太着急去赚钱。话是这么说啊，老爸，可我不满足，总是想着赚多点儿。那老爸就成全你，我这仓库里还有10来箱春夏季的薄衫4匹，再存多点就一并给你寄过去。薄衫有多少件呀？具体数字不记得了，大概有个2、3千件吧。沈幼林忍不住好奇问道：老爸，现在厂子里还做夏季的衣服不？质量普通的便宜的小短衫有没有？接着沈幼林将外头2位南岛来的商人想要拿货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沈爸爸听后将厂里货存如实道来。春季时做了一大批夏季的，已经卖了出去，现在仓库里还有一些布料，要做可以随时做，不过订单量至少得10万件以上。那批布料质量还可以，出厂价大概是2块多吧，短衫成本不会太高。听完沈爸爸的回答后，沈幼林脑子灵机一动：老爸，你说我能不能做咱们厂的中间商啊？自然是可以了，钱可以给别人赚，为什么不能给我自己的女儿赚呢？不过我担心你怀着孩子太辛苦。不辛苦的，我现在每天早上和傍晚都走好几公里散步，身体棒得很呢。沈爸爸虽然表面上严格，但老2口就这么一个独生女儿，自然什么都希望她最好。如果女儿做零售商，应该就不会辛苦，只需要联系收货、出货和收钱，做个中间商，有地方搁存货就成。所以他很快就同意了。如果你有地方囤货，那我明天就让后面厂房先给你生产一批夏衣出来，按今年北方最流行的款式做，10万件5天就能做好，到时火车给你运过去，你再批发卖给别人。好啊，荣城这边还是当季的衣服好卖，现在离夏季结束还有2个月，先卖夏季的，我这边仓库能放下很多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不能让人家欠款再货走了。你刚做生意要小心为上，谨慎才不会亏钱，务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好，听您的。接着沈爸爸又忍不住继续提醒：你呀，自己别乱跑，能做生意是好事，但养好胎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要紧事，知道吗？谢谢老爸关心，我会谨记于心的。行，回头再联系你，我让人先帮你做一批夏衣出来，先挂电话了。老爸再见。打完电话，沈幼林出来告诉山月夫妻，说有一大批的夏季衣衫会在半个月内到荣城。一大批是多少呢？小嫂子，我们要2万件以上哦。10万件左右，这算是我们厂最小的一批了。大概多少钱一件？小嫂子，我们是来做批发的，你得尽量算便宜点儿，这样我们日后好常上门进货啊。单价的话现在还无法确定，你们放心，只会比出厂价高一点点。我估计夏衣应该是3块，最多不超过3块半。不过你们如果要订货，那就得跑到帝都给出款式和下定金，而且工厂的一次订单量一般不能少于10万件哦。听到10万这个数字，山月尴尬笑了笑。这个去帝都太远了，我们从南岛跑到北边去，坐火车都得好几天呢。再说我们一下子拿不了那么多货呀。是啊，小嫂子，我们能不能等你们店里有货供应再来进货行吗？接下来我会供应附近县城的服装店拿货，1000件以上就能拿。你们如果有诚意可以拿钱来拿货，不过咱们事先说好，我这是小本经营生意，得要一手拿钱一手交货。山月和陈水玉在外混了许多年，自然明白这个道理。成，那我们过几天再来打扰。好的，到时随时电话联系。衣服的话5、6天后就发货，如果赶得上火车，10天时间就能到这边了。那我们先走了，再联系啊。沈幼林和贺天南送夫妻俩出去，目送他们离开店里后，这夫妻俩看来不是什么普通人，门路深远啊。看他们走南闯北的模样，肯定是深谙多年生意门路了。对了，琳琳，爸爸那边你拿那么多货，不用先付点定金吗？扣除买完地的钱后，我身边就只剩1万多块了，不够做定金了，哈哈。一件衣服单价2、3块，你一下子订了10万件，那就是得30万啊。不算不知道，一算吓一跳，贺天南有些啼笑皆非。幸好是爸爸的工厂，不然这生意可能都做不成。没办法呀，我现在还没什么本事，所以只能暂时啃啃老，毕竟是自家老爸，能占点小便宜就先占点啦，等我赚了钱立刻给他打回去就好啦。
时间恍然过去10天，仓库里几十箱货物刚到，南岛夫妻就来了。你们仔细查看一下货品质量吧，慢慢看。山月夫妻都是爱时髦的人，看完后都十分满意。大帝都来的衣服款式就是好看，不过这夏季的薄衫尺码参差不齐，颜色也乱得很，恐怕成批不好卖。我之前已经说了，这是我们厂的残次品，我只会便宜零售。便宜有多便宜啊？单价4、5块就成。山月夫妻对视一眼，暗自打了打眼色。小嫂子，我们如果拿很多夏季短衫，另一些秋季的能不能算便宜点，一并出给我们？很多是多少？你们得给个实体数据，我得精打细算。5万件，小尺码3万件，大尺码2万件。这个数字让沈幼林略惊讶，暗自偷偷乐了。看来这批货很吸引他们，不然他们不会从一开始的2万件直接翻2倍多。夏季短袖用料偏足，就是秋季长袖有些许小瑕疵，不过穿出去大体还是不受影响的。可这长袖它毕竟有瑕疵，如果遇到眼睛尖的可能就不愿意买了。你看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，就当交个朋友，彼此好商量的话，日后肯定会加大交易次数的。确实，对我来说交朋友交生意伙伴，比做成一笔生意更为重要。见沈幼林有所松口，陈水玉立刻顺势而上。既然这样，那长袖你就半卖半送给我们吧。可我也不能亏本啊，货都是从帝都运下来的，运费就好几百块了。那你给个价，秋装的话大概能便宜多少？秋季的这些你们要多少件？这里数量大概有个3600件。数量不多，我们都要了。什么？竟然是都要？我如果零售外面卖，大概能卖个7、8块。既然二位这么有诚意，那就4块吧。还是有点贵啊，能不能3块或3块半嘛？再实惠一些。实不相瞒，昨日我爱人的朋友过来说要帮我卖掉这批秋季的衣服，让我整批给他4、5块都成，他拿出去卖个7块，一件赚个2块，整批可就能赚个7000多了。如果二位嫌贵的话，我看还是直接拿夏季短袖吧。毕竟我爱人的朋友出生了，我还是得考虑个先来后到。不行，我们20天前就来了，要说先来后到也得是我们先啊。呵呵，那至少4块，我已经算是半卖半送了。山月夫妻又缠着沈幼林说了又是说，奈何他只是笑着应付自如，来一句挡一句，把夫妻俩挡的一点缝隙也钻不了。行吧，4块就4块吧。接着沈幼林盘算着出货交易数据。短衫大码一件3块5，2万件就是7万块；小码一件3块，3万件就是9万块；长袖一件是4块，3600件就是14400块，合计起来总共174400块。南岛夫妻也是很爽快，转手给了沈幼林174400块。合作愉快，如果衣服销量好的话，咱们继续联系。好，一路顺风啊！生意交谈十分顺利。山月夫妻离开后，沈幼林匆忙来到邮局汇了17万块给爸爸，剩下3万块他想留着给后面的生意做周转，便先欠下了。弟妹，这批货转眼就卖了一半，你还可以接着订货啊，咱仓库还有很多空地方，够里放多几10万件了。阿虎哥，衣服是有季节性的，可不敢乱存，先看看咱店里销售什么情况，如果有人接着订货，我再去定做也不迟。这一次是他们夫妻要的数额大，不然哪能一下子批发那么多，还是慢慢来吧。是的，刚刚开始不要一下子整得太过，我们身边没什么存款了，扛不住大风险。也是，说的有道理，是我肤浅了。三人聊完，刚想走回店里，瞧见陈明带着2个男人在后面走了过来。阿南，弟妹，这2位是厂子里的技术人员，看到你贴的那个招租告示，想要跟你们租2套房子。听到是要租房子，沈幼林连忙招呼他们进屋坐。房子都在望江苑那边，我爱人带你们过去看看，如果合适的话随时都能入住，但我得事先说明一下，房子都是装修好的，还没有人住过，你们得自备一点家具。另外，房租半年一交押金1个月，如果遇到不方便的时候可以迟缓半个月交，过来说一声就行。我这人好商量，对住户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整洁卫生，不要吵到街坊邻居。2人谈吐文质彬彬，显然都是读书人，很快点头同意了。半个小时后，贺天南载着2人到了望江苑，拿了一大串钥匙出来。进去看看吧，有很多套，你们可以随便挑。你怎么这么多钥匙？你的房子很多吗？不多，有个30套左右吧，都是我媳妇买的。哪里？大哥，你刚才说30套房都是你媳妇买的？对，我媳妇她很聪明能干，赚钱也很厉害。2人听闻同时叹了口气。咋地，我就娶不到这么好的媳妇啊！我媳妇只会整天打电话催我，让我寄钱回去养老人孩子和养她，还嚷嚷说要跟我住一块，让我赶紧租房子接她和孩子过来。我媳妇不也一样吗？孩子上学了，家里没什么家务干，她天天跑去跟街坊邻居的大妈们打麻将，哪里想过要赚钱帮衬一下我？贺天南却没有这种想法。男人养家养媳妇天经地义，我媳妇她自立自强，比较特别，一般人可比不得呀。哟，说一说兄弟你自个吧，有这样的一个厉害媳妇，你压力大不大？呵呵，
为什么要压力大？我媳妇虽然厉害，可她性子很软人，也很善良，做什么都会跟我商量，而且还帮我孝敬父母。有媳妇如此，我哪里还有压力啊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男人总是爱面子的吗？你媳妇这么厉害，你这面子上过得去吗？不会，夫妻本是一体，他为家庭付出，我也为家庭付出。家庭好了，我也有面子啊。我如果死要面子，让媳妇留在老家养鸡鸭鹅，每天种几亩地，靠我微薄的工资寄回去生活，那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媳妇她不是普通农村妇女，她有文化有见识。如果拘她在乡下，那也太屈才了。我媳妇是比我厉害，身边很多人都知道，我以她为傲。就算哪一天我老婆不赚钱靠我养了，我也乐意养她。贺天南虽然不善言辞，说的有些乱，但这不妨碍他表达观念和看法。兄弟，看来你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了。之后看房非常顺利，两人很快决定了要租的房子。续接上集，听到商店进了10万件货物，附近县城的商家纷纷上门排队进货。20天后，货物都卖出了，还完欠款和刨除成本，沈幼林净赚了12万。一转眼，已经快到农历8月份，沈幼林的肚子又大了一圈。琳琳，我和你妈早些时候在商量中秋要不要回老家去过，你刚好在这儿，得问问你的看法。您和妈怎么想的？要回去吗？我是想着回去一趟收拾屋里，咱今年就清明回过一趟，这都快半年了。我听爸妈你们的，反正咱们有车，开车回去来回也非常方便。哎，我早跟你说了，琳琳她会答应的。贺府笑了，和贺母转身忙去了。贺天南从厨房端了一个烙饼过来，媳妇，我刚烙的饼，你试试味道如何？沈幼林一把接过，顺便说了刚才公公婆婆的打算。1个多星期后就是中秋，到时要不就观念一天，回老家一趟，让老人高兴高兴。行，那我回头去准备准备。这2天你和阿虎过去打扫望江院的房子，很累吧？不是什么重活，不算累。之前刘哥装修后已经帮我们清扫一遍，只是通风了一阵子，打扫些许灰尘而已。沈幼林点头示意，然后几口把手里的烙饼吃完。太好吃了，南哥哥我还要。那我再去烙多几个，让你吃个够哈。我陪你进去，我要去看你烙饼，好久没看到你做饭的背影了，好怀念啊。你喜欢看吗？是啊。说罢，两人手挽手往后面厨房走去。到了下午快关店的时候，许久不见的刘星过来了。上周沈妹子你过去的时候，刘主任订的月饼还没送过来，今天报社给大家发了月饼，1人2盒，我帮你拿过来了。谢谢啊。跟我还客气啥？来，给你爱人拿吧，还是有些重的。专门送过来，麻烦了。刘星，你还没吃过晚饭吧？没事，我回去再吃。里边还有点煎饼，如果不介意的话，坐下来吃一点，陪琳琳聊聊话吧。我得收拾一下，打算关店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贺天南热情招呼他坐下，就去收拾店铺了。沈妹子啊，你爱人可真好。那可不然我做什么千里迢迢跑来嫁给他呢？刘星呵呵笑了。沈幼林看着他略瘦削的脸庞，忍不住低声：日子别过得太省了，朋友，我的钱不着急你还，我看你似乎又瘦了。谢谢关心啊，你的钱我是不着急还，可我自己不得不着急啊。我1个月就200块工资，存100还你，存50做彩礼。如果不节约开支，哪里能存得了钱娶媳妇？咱是朋友，我得劝你一句，想要真正有钱，不是靠省，而是得靠赚啊。我知道的赚，所以我在工作，我可不是懒货。我知道，所以我是建议你找个兼职，多挣点米。兼职？沈妹子，你是不是有门路啊？带小弟吧。你除了会写文章做采访，你还擅长什么出挑特别的技能吗？这我就会写文章拍照，其他什么技能貌似都没有。拍照。沈幼林忍不住想起刘星之前宣传拍的报纸相片。你拍照技术貌似挺不错，是不是有专门学过？以前读书的时候省吃俭用买了一架凤凰牌相机，学过一段时间，后来因为胶片太贵，就把相机扔家里闲置了。刘星，不如你开一家相馆吧，相馆生意还是很能赚钱的。谁不知道赚钱啊？可要投资一个相馆，不但要有自己的设备洗香，还得一部分胶卷钱，这可都是要成本的。据我所知，荣城也就一个小相馆，对吧？对，别看人家店面小，那生意火爆的要死，连我们报社的照片都是在那洗的，拍照相机一个大几百的，胶卷也得10几20块，不是谁家都买得起，所以几乎没人会为了拍照去买相机，都是去找相馆照的。沈幼林听后低低笑了。智能手机普及的时代还得30多年才到来，相机和相馆的存在应该还能昌盛个20年，在这段时间里投资一家相馆一定能赚钱。你手上不已经有相机了吗？要不我投资一家相馆，咱们一块赚钱，你看如何啊？刘星一个机灵站了起来。真的要？我当然要了。其实我以前也动了心思，还仔细筹谋过呢。投资一家相馆，
其实就是找个好地点租，最好是人来人往的街区，只要装扮的有艺术气息，那肯定很吸引人。然后就是买一套洗相片的设备，加上一些胶卷和一些洗相片的特制纸，基本就够了。沈幼林对这一行不精通，但他相信刘星。主要是相机和洗相片的设备贵，还有拍照和洗相片需要技术。刘星，这个适合你做，就是要靠你的技术来赚钱。不过洗照片的设备的多贵，哪里有的买？这些你有了解过市场吗？这个得去省城的机械厂定制，不过那设备老贵了。我之前在报纸上看过，黑白的会稍微便宜些。不行，彩色相机和洗箱都已经出现了，咱们既然要投，就得投最先进的，不然跟别人怎么竞争？要争取最前沿、最好的技术，这才是最好的竞争资本。刘星附和点头，脸上有些郁闷。如果是彩色洗箱的话，那可能得3、4千一架，保守也得3000多吧。你放心，钱这方面我来负责，我负责投资所有设备和租金，你负责拍照洗箱。另外分成的话，咱们就6-4分吧。82就行了吧？我只要能一天赚多几块就成。你投的可是大本钱，我不能让你太亏了。投资只是前期而已，而且我准备要生孩子了，什么都帮不上，接下来的经营和做事都得靠你。我也是想拉你一把，咱们是朋友吗？好了，我6你4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见沈幼林如此相助，刘星眼睛泛着泪光。那租金咱得1人1半，以后如果赚了本钱也得还你一些。这个到时再说也不迟，你先去订机器，然后找周边一个人流量大的房子租下。行，明天放假我立刻就去省城。两人又聊了一些细节，刘星很是专业，之前又揣摩过开店，所以他的想法让沈幼林很满意。那就按照你的想法来，你且等等，我拿点钱让你去订机器和租房。沈幼林转身出去，很快拿了3000块出来。订机器应该不用全款付，你先付一半，其他拿着先去租房，不够再来跟我拿。花多少钱你弄一个账本记下就行。沈妹子你放心，我花的每一毛每一分都会记上的。就这样，沈幼林的新生意照相馆事宜提上了日程。这里有20亩，村头也有20亩，加上新买的300亩，地足够多了。中秋节到了，这天贺家几人早早动身返程贺家村，刚到村口就见前方几人在等着。终于等到你们了，咱村长一大早就来这边等了。贺天南连忙从口袋里掏出3包烟，递给3人，人手1包。村长水哥青山叔，让你们久等了。咋能给那么多呢？1根就够了，够了。甭客气，村长，这是自家店里卖的，要不了多少钱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谢谢啊。村长喜滋滋拿着烟，快步往沈幼林走来。小嫂子，你看，这些是我办下来的土地证，都已经盖印了。沈幼林接过村长递给他的证件，看到国土局的大印，很快满意笑了。村长，那咱们现在先去村委会办吧，钱我已经带回来了，随时可以签字按大拇指印。那好，咱们现在就去。贺父和刘英从后方走过来。阿南、琳琳，你们在村长和青山阿水过去，我和你妈自个走回家就成。你们买好地就回家吃午饭吧。于是众人上了车往村委会去了。车上村长啧啧赞道：“这车可是吉普牌子的，好几万呢。”阿南，你可是咱们村第一个买汽车的人，真是光宗耀祖啊！说笑了各位，其实钱都是我媳妇赚的，我还没那个本事呢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钱明明是咱们一块赚的，我负责管钱而已，谁会跟自家媳妇算那么清楚的？一会村长和阿哥们听了都得笑话你了。听到沈幼林这么说，村长几人都笑了，贺天南则是一脸甜蜜的笑意。村委会签字交付手续很快，交完钱后夫妻俩很快回到家里。贺天南搬了一张大椅子出来，媳妇你坐着，我先去帮爸妈忙。沈幼林也想帮忙，不过贺天南却不依。不是什么重活，就打扫几下而已，你坐着就好了。那要不南哥哥你把菜端出来，我来摘菜吧，在这里坐着也无聊，总得动动手呀。哎呀，那行吧。贺天南干活快，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将2间房间都打扫好，还将被子抱出来外头晒。那天中午，家里简单吃了午饭，贺父和贺母就出去串门了。贺天南则把院子打扫干净，还把大门前的路也扫了。沈幼林懒洋洋的晒着太阳，心里头乐滋滋的。这里有20亩，村头也有20亩，加上新买的300亩，地足够多了。是已经太多了，媳妇，幸好咱们不在村里住，不然铁定有一大堆人嘲笑咱家买一大堆荒地。他们不懂，我根本不是买来种地的，等以后这边开发了那些地就值钱了。你想想江边的开发区，以前不就是一片荒地吗？可当它被定为开发区的时候，地价蹭蹭上涨，1亩地从200左右涨到好几百，这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听沈幼林这么一说，贺天南觉得很有道理。也对，媳妇你真是高瞻远瞩啊。我们先等等看，时机是需要等待的，等这边开发了人人抢着要的时候，咱们就赚个盆满钵满的。
看着眼前这么会赚钱的妻子，贺天南一脸宠溺，于是他将扫帚放到一边，进屋端了一杯温水出来。媳妇喝点水，然后回屋去休息一会儿吧。中秋是传统大节日，也是一年之中最隆重的时节之一。下午4点多，各家各户都炊烟袅袅起来。吃过晚饭后，年轻的夫妻2人在院子里享受着不易得来的闲暇时光。媳妇，你要去小庙会看看不？这边每年中秋都会办小庙会，各个村轮流办，热闹得很。今年刚好轮到我们村，我小时候最爱去中秋的庙会，吃的玩意比过年的庙会还要多，秋季瓜果多，好吃的东西也多。沈幼林听得有些心动，不过他不敢去。明年再说吧，我现在挺着一个大肚子，万一被人撞到那就不好了。这样的场合小孩子多，也喜欢跑来跑去，不怕1万就怕万一，还是不要了。也对呀，那下次咱们带着小家伙一块去。小孩子都爱这样的场合，我以前也爱逛庙会，帝都那边的庙会都在过年时候，一般就是连办个3天3夜，有时候还有舞龙和舞狮，好多人敲锣打鼓和放鞭炮烟火，真的非常热闹。对了，你告诉妈了吗？她大约什么时候过来，我好去接她。应该还得要过几天，等明天回店里我再给爸爸妈妈打电话过去，爸爸那边刚好是淡季，应该比较有空。自过年后就忙到现在，也是该稍微歇一歇了。听妈说，偶尔工厂加班的时候，爸爸在厂里办公室一住就是10天半月没得回家。哎，赚钱哪里来的不辛苦？前些日子廖老板过来跟我聊了好一回，他说他刚开始弄望江院的时候，除了一点资金外什么都没有，很多事都得亲力亲为，怕工人们看不懂设计图纸，他只能时时刻刻在工地盯紧，常常3、4个月没得回家，所以赚钱哪有那么容易啊？确实如此，没付出哪里来的丰厚回报？媳妇，你近日都没做翻译了，接下来还有1个多月干不了活，需要跟你同学消学请假不？今年我忙着弄批发，后来又有小孩了，翻译做的不够多，他说他理解，让我慢慢翻，年底争取把整本书翻完就成。如果不行就不要勉强了吧，你一个人揽了那么多工作，只有1双手怎么可能做得完？贺天南心疼沈幼林，但也觉得他很贪心，都快把自己当成千手观音使了。我慢慢做吧，这书前半部是我翻的，后半部还是由我来翻好些，免得出现一些前后不通顺不搭边的地方。那你可得有心理准备，接下来还得带娃娃呢。难道南哥哥你不帮忙带吗？不好吧？那肯定不是啊，我当然会帮带，还有你翻译的稿子，我会继续帮你抄写定稿的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